是而已。我们有常住啊，真心，然后啊，性净啊，明体。那个性啊，很清净。然后呢，我们佛性的本体啊，又很光明，性净明体。这个呢是真。然后用之妄想，此想不真，这个是啊，从真起妄。从我们的那个常住真心呐，清净明体，然后起心动念，然后用之妄想，我们都用妄想。我们在凡尘用的啊，都叫妄。为什么？因为它变化无常。我们念头啊，各位先生，有没有一个念头都不变？都会变，所以都叫妄，都不真。所以我们在凡尘所用的都是妄想，用之妄想。那么此想不真，这个妄想它不真，都是假的，故有轮转，所以啊才有六道的轮回。所以从这个佛讲的这个里面就了解到，假如说我们能够那个知道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已经认识，已经回归到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我们不用妄想，这样的话呢就没有六道轮回。有没有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六道轮回的症结所在，就是用之妄想。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用妄想，不用我们真心，不用那个性净明体。所以这边呢就点，把它点出来了。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超出这个六道轮回，就是要用真心，不要用世心，用生灭心，那个都属于妄想。这样了解吗？可能我们假如说没有一个心理心法，会不承认啊。为什么我日常的生活迄拢做妄想？会这样啦，会这样想。所以都很真啊，我目睭看到，耳孔听到，本身去做唔到，拢嘛真正实的啊，那会假？可是一定时间经过，时过境迁，对不对？心不改变，心就跟着改变，所以这个就不真了，真的就不会变了，那会变就不真。那为什么我们那个真心它会真？因为它没有形象，没有形象，所以常住不迁，都永远一样，不会变化。没有形象，不会变化，也没有生，也没有灭。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咱知影，知影讲我们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有真心，有启发。我们所用的就用真心。那用真心的话，我们开始会比较吃亏啦。因为现在的凡尘这个善恶都大概都是半一半。然后善的也很善，恶的也很恶，善各居一半。那佛菩萨呢，他们都要到娑婆世界来，这个转世，因为在娑婆世界可以行功立德，因为很多的不善的，他是不了解到真理，所以才不善。他假如说能够了解那个不善就不见，就会变成善。说这个是佛菩萨的那个用心，他们希望众生都能够成就，能够成道，能够成佛，能够脱离我们这个苦海。因为在凡尘，或许呢这个看来
那一本小徒儿愿书尊，那道经拿给或许看，里面有那个黄母13坛，然后里面老母讲10会开天5会关，5会啊，然后我们现在5会交替5会已经过了，天已经关了，10会开天5会关，然后辟地未会地就慢慢沉沦，就慢慢变化，然后到乙会降生会人美，这个是大的一个人回大的人现象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再怎么样救地球，再怎么样救地球，那个都有限。不过这个胃还有10800年，不会一下子10800天就下去了，不会，还是蛮有一段时间的。然后呢，在过去人就没了。在过去呢，天地混沌了。在过去下一个也会又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降人，又下一个也会的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等于说不知道的非常多。那为什么不知道？我们都不研究啊。为什么不研究？为了赚钱我们都有这一种逻辑赚钱要做什么？吃饭。吃饭要做什么？延续生命。延续生命要做什么？享乐啦。想享乐然后享乐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传承可以转个方向来研究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能够转个方向来研究，很多道理就会一一的浮现像那个老师讲生息人生可以留下累积历史的记忆我们哪一个留下？没有一个有没有？不要说累劫累世只有一生就好。有没有留下一生？连一生也没有我们前一生是做什么？不知道什么老师会跟我们讲深系，深深的相信，就是从真理去推敲，从真理去延伸。我们一直都听到南极老仙翁说，自我成道以来，大地混沌7次，就是经过7个那个宴会，已经经过7个宴会了难道我们没有吗？南极老仙翁成道以后，我们就不见了吗？我们一样在在哪里？怎么不说在人道呢？一下子在地狱，还受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一样在，只是在6道轮回里面，咱都等在轮等在受苦。那受苦的时候知道，都不知不觉你看现在做那个鸡做牛他知道苦吗？也不知道所以他为什么会转世变成畜生？就是因为所作所为不合理，所以你看畜生他的背一定是朝天，背天嘛，背天理违背天理，所以你看现象一出来以后他的背都向着天所以我们人最贵最灵那一定要好好能够珍惜，能够把握不能呢不相信因果那一些都是硬熬有没有看过硬熬的那个硬熬的上天不会让你如意好不要紧，你做你去熬你来世的中间你都不讲理要出生什么？是不是要出生禽
哦，禽兽了，做精生嘛吼，精生有咧讲理无？哦，伊无讲理啊，所以互伊做精生，吼做甲吼，互伊甘愿，精生会甘愿袂？伊若唔甘愿，佫做精生，吼做个甘愿为止啦。哦，看什么时阵甘愿，什么时阵哦脱离啊畜生道。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吼，无一种吼那个精生啊，它是头天呐。你讲猴子哦，猴子若坐咧吼，伊若坐咧头就顶天啊对无？可是伊若咧行咧，还是背朝天嘛吼，哦背天理呀、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为天理吼，过来出世就精生啦。啊，做精生拢唔知苦，吼，干那知影通食，知影通困，食好大只，食好哦饱，通红台啊，啊聊一聊那个业债，哦，我欠人偌济害久，哦，看伊欠偌济啦，吼，啊，都要害偌久，所以我得说那个害死叶飞的那个秦桧，他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转是牛，这股咧累啦，咧拖咧累，因为他害死忠臣，然后现在上天大开普渡啊，可以出世做人，现在呢居住在台中，是一个坤道，然后已经嫁人了，生了3个孩子，可是先生已经过世了，那有道亲要去度他求道，因为啊3因缘不足，所以带到那个佛堂在2楼，他爬那个楼梯啊，就原地踏步了，他问旁边的人说，你们的楼梯怎么这么高啊？都爬不到，背尾到位啊。那外人看他说，都拢原地踏步啊，要那背高。所以里面啊，佛堂里面啊，那个比较有经验的就讲啊，这个还没有那个求道的那个因缘是求不成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虽然去用骗来求道的啦，但是咱就是有根基才骗咱来行。咱若无根基要甲咱骗，咱骗袂行啦。这样知道吗？所以爱真欢喜互伊骗。所以啊，那个前因后果，那我们在这一生这一世啊，也一样会遇到一些这不合理的那个事情啊，降临到我们身上。那我们要了解，既然是找上我们，那一定呢，我们在前因呐，也一样不合理对待别人。现在是反过来，那个叫这个因果，有因果的关系啊，要培养欢喜心呐，甘愿受。不欢喜，我们还要处理呀。处理了以后啊，因为是不欢喜，所以那个业还在。过了一段时间，换了一个形式啊，又来了，又碰上不合理的那个事情，你一样又要处理，这样一生啊，就过得很坎坷了。那我们已经转个心念，欢喜心甘愿受，怎么不合理都很欢喜去接受，已经了了，那个业债啊已经了了，了了就没有了，对不对？就是他走他的路，我们过呢我们的桥，互不相关的，清不清净？所以就要培养，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能够呢，这个逆来就顺受。我们不是也有看永嘉大师讲，观恶也是功德嘛，有没有？那个人家骂我们的话呢，我们就能够观，为什么用观呢？不用听呢？
因为观有加入我们的心意的。听的话只有用耳朵，用耳朵听的话，我们就会对待。会讲吃一点气啊，改变。那你用观的话，观恶言是功德啊。它为什么会恶言相向？就是因为有原因。假如说你都没有错，然后他用那个恶毒的语言来攻击你，那就是要消你的业障，你要谢谢他，对不对？要不要谢啊？我们业障是很难去掉这个时阵有人要给咱去掉，欢喜啊无？被人家骂会欢喜人家会怎么说？你这神经病！我们修道就是有那一种神经病因为都跟常人不同，常人喜欢造业我们喜欢了业了到已经都没有了。你一直看他都不回话不顶嘴，他会不会不好意思啊？会不会？会真歹势对吧？那以后他遇到什么事情他会想到你的那一种含量竟然骂他的时候他能够容纳都不回嘴不恶言相向所以就在培养一方面培养我们的德性，一方面了我们的业障，那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可是都会很难过啦。难不难过？有没？不过也有人是喜欢人家骂的有没有？完成事都是虚幻不实在。那为什么又说凡尘？这个尘就是有染污污染我们佛性的意识在，所以要我们能够脱离这个凡尘，不被凡尘污染这样的就很理想。那一定就是要自己要下功夫正修养能够涵养一方面自己的品格可以提升那个品味就不一样有一些都是尽在不言中自己能够体会得出来，可是讲就讲不出来会很高兴等到这个晚上一睡觉之前一静下来，就会这个一直会偷笑会说今天了了很多业障，然后增加很大的容量这样的生活就会过得很如意就不会走入那个负面的我们是很容易走入负面的，负面的太容易所以造罪很快那个正面的就很慢要行善很不容易。所以或许讲说你学正学很正派大概10年，你学坏的话大概不用5分钟了，对不对？或许都讲你观念非常正确，学个10年是正人君子，然后你去看5分钟的叶片，你那个10年功破功破不破功？所以就要分辨那个不能去接触那个是夫妻在房间里面做的事不能拿出来公开，拿出来公开那个就破坏我们那个善良风俗所以要了解到那个一看的一言一赔了，马上就要赶快离开，非礼就勿视，不合理不合真理就不要看，懂会掉的。
看一眼哦，个目睭瞪较大类的，个看较详细，然后人家这个放给你看的还不够，自己去出来看，那就深陷其中了。家己过甲规身躯拢无啊美，要笑清气啊，容不容易？很不容易哦。所以我们了解说，要行慈善，那是要累积，慢慢一点一滴累积下来。那做坏是很快，一下子全部都破坏了。我们大家呢这个互相勉励。那么如今预言，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如今的预言无上菩提，你现在要研究无上的菩提真花明现那个无上菩提那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应当呢直心酬我所问，就是应当呢要直心酬就是回答啦。回答呢我的问，我问你呢，你就直心回答。那么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这个十方的如来，刚才我们有讲，就是整个空间那个如来都是同一道出离生死，没有不一样的啦，大家都一样，同一道呢出离生死。然后皆以直心都是用直心，心也直故，心也直，言也直，那么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之为趋向，那个用直心整个都没有伪趋向。那我们起心动念那个叫伪趋向。有没有委屈？委婉曲折有没有？我们起心动念都不止了，已经无定了。所以直心就是道场，直心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那个大圣起信论它有详细说明直心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我们用直心，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就用直心。我们生活之中用不用真的用吗？没有委屈相所以再问就点点，为什么？因为拢不是安呢。都不是用直心所以我们了解说，佛就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怎么样来应对，就是用直心，心直言直，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之为趋向，全部都没有微远曲折，都没有弯弯曲曲。那我们有没有弯曲我们太会弯曲了，拢很老手啦，迄顿安尼迄安尼唔好的代志嘛，一个顿讲到偌水安尼有没有？能言善道足够讲所以老子才讲美言不信，信言不美。还记得吗？会当相信的话伊拢不好听啦。那迄个足好听的话你莫相信，用假。所以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然后这个善则不变，变则不善。有没有还记得？听到人家跟我们讲。不是我们所做的事情落在咱的心上我们变不变？一定站起来变不是坐着变
还站起来背，所以就是要了解善则不变，变则不散。善则为什么不变？因为总有这个水落石出的一天，所以不用变，事情自然的呈现真实状态。安尼就拢去掉所有的烦恼，所有那个人事摩擦都拢无起来了，整个都消失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有很多事情，我们呢深入一层的看，深入一层的作为就整个都不一样。要伴奏音乐都要伴奏较大声大家拢有听。所以我们这个课讲得很好，然后要音乐来伴奏。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就跟阿难讲，说阿难，我今问汝，当汝发心远离如来32相，江河所见谁为爱要？所以很重要的这个关键所在。说我现在问你，当汝发心远离如来32相。那个时候你发心要修德，我们呢都有一段非常虔诚的时期都非常发心要努力这个修道，然后贡献道场，有没有？都有那个时期在。后来为什么变化了？都会起变化了事情都会起变化。那释迦牟尼佛问阿难说江河所见那个远离如来，看到如来那个32相非常的殊胜那江河所见谁为爱要？看到什么人真欢喜真爱。那我们回想我们自己本身我们也有非常喜欢的那个东西看见的时候也有那谁喜欢？什么人喜欢？那个谁为爱要？什么人喜欢？那个呢我们就可以去探讨。那么阿难呢他就回答世尊，如是爱要用我心目，由目观见如来圣相，心生爱要，故我发心呢愿舍生死。阿难的相就真的是直心回答啦即时根据那个实在的那个情形向释迦牟尼佛讲说，如是的爱要这么喜欢，就用我的心目由目观见如来的圣相由眼睛观见如来的圣相，然后心生爱要所以那个目跟心都有把它表现出来。故我发心愿舍生死。那佛一听到以后就知道那个病因所在。那么佛告阿难如所说真所爱要因以心目，若不视之心目所在，则不能得降伏尘劳。佛呢跟阿难讲说，按照你所说的这个真所爱要很喜欢很乐意就是因以心目，若不视之不认识之道心目所在心伫倒位目伫倒位则不能得降伏尘劳。因为我们在凡尘都是劳劳碌碌所以我们要降伏尘劳。
各位在日常的生活之中，有没有降伏尘劳，还是钻入尘劳？我们呢要知道说，在呢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啊，一定啊我们要去应对啊，完成的万象万事。那我们要培养事来则应啊，事去则静。那么在这一种心态之下，我们那一种事来则应啊，事去则静，本身啊就已经啊没有喜欢讨厌，他没有喜欢讨厌啊，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啊，就不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就已经是解脱了，那我们呢，大部分呢，都不是这样，都呢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呢，面对的万象万事啊，都产生喜欢讨厌，然后呢，自然啊有取舍，自然呢有行为，自然造业啊，自然受苦，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没有研究的话，它一直啊，这个延伸下来都会这样。那我们有研究了以后啊，这个事来则应，这个事来则应啊，就应该用真理来应对，不是用我们的喜欢讨厌啊，是用真理。那真理该如何啊，我们就如何，然后做了以后啊，应对了以后啊，就全部抛开，不在脑海里面啊，留下印象。可是我们完成的一些作为啊，这个事来则还啊，事去呀则失，事来啊都很烦恼，事情过去了，逃开会，然后改进，是不是这样？就变成一个惯例就习惯性都这样。所以时常开会啊，时常在决定这个事情。我谁跟老千老处在一起的时候，老千讲，修道哪有开会的？修道啊没有开会。老千的观念讲修道无迄个咧开会啦，咧开会就是咧妥协对无？你讲你的意见，讲我的意见，你折半我折半，大家安尼来安尼互相安尼来实行，对吧？这样算修道吗？算不算？不算哦。那个是那个是宗教团体的劝善行为，劝众生为善众生为善的，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很多后啊。然后我们不同我们是要把这一些善送上那个成道成佛，是不是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修是从根源从根底修起不是说用开会来讨论决定的。那自己对不对你在开会会不会说拢会讲好听的无？改迄个唔好的小砍会不会？那拢点点。所以这个久了跟天吃久了真的都会融入整个那个修道的轨道没有那一种妥协的啦。那我们有没有妥协导师或许都会跟各位说，我们的六根当家太久，现在呢要他交出权柄给佛性当家，他会不甘愿所以要先跟他妥协。从我们那个生活习惯家里都整理得很干净，对不对？
然后呢，准备脱鞋，然后客人进来啊，请脱鞋，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请脱鞋？你进来了，请脱鞋。就是呢，我们先跟呢我们的六根妥协，说你不是主人，所以你的钱币要挪出来给主人当家。既然你都当那么久了，然后也让一半的钱币让你主宰，你记得一段时间全部都交出来，这样我们那个六根才会乖乖听话，才不会掠讲听有，所以我们假如说这个听到真理以后全部都不给六根当家，然后都佛性做主伊要爱看无看，要爱听无听，爱批无批，要爱食无食，要爱摸无摸，爱想无想，会掠讲袂？真的掠讲的这个就是现实啦，现实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先呢就是一半不要全部都移到佛性来，先一半六根。六根呢，他慢慢的他知道自己就是卑尼跟奴才不能跟主人在争钱币，他会慢慢交出钱币，让佛性当家。那佛性当家就已经走入三宝那个佛法僧的僧人的行列，就已经就是佛的那个身相了。这样了解吗？安尼会样做嘞？有时要做无？所以不会很激烈都很那个祥和的这样转移正钱，有没有？很祥和的转移正钱。即马六根的家的事情转到佛性本体，安尼都很祥和的过程，不会发生事情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怎么样来调试，才能够走入真理，走入真理呢，才能够真修道。那真的进入修道的轨道，那个成佛只是早晚早晚一定会成。那个从自己的心里面生出来的意念，绝对性的啦，早晚绝对性的。那假如说对这个心理心法都没有了解，那个心系都不知道，那我更是渺茫，对不对？所以或者都鼓励我们所有有求道的这个道行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了解了以后修起道来头头是道，就在日常生活之中过得都很快乐，不会说进入修道就苦哈哈的。各位会不会苦哈哈的？很快乐对不对？这倒是很快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培养很快乐的那个心修。所以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一定要认识知道心目所在，能够认识心目所在，就可以降伏尘劳，完成的劳劳碌碌就可以降伏。那么底下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做比喻说比如国王为贼所侵，发兵讨除士兵要当知觉所在。那个国王就是我们的本性
那个本觉，那个结呀，就是我们六根，然后发冰啊，就是始觉智啊，开始觉悟的智慧，那么这个冰啊，就是要知道，这个结啊，在哪里才能够擒贼俩产，才俩会对啦。时如流转啊，心目啊为旧，说呢使你能够六道轮回啊，这样轮转不休，就是因为啊心跟目啊为旧，旧就是罪垢了，心目心目的罪垢啊，让我们六道轮回。那么五经问汝，为心与目啊，今何所在？我们可以把这个问话转到我们身上来说，我们的心与目啊，今何所在？课前写，我们的心目啊，今何所在？你都一样，很有意思哦，因为这个都是很平常，在生活之中我们就会去想到的问题，只是呢不知道它里面有那么多的内容，不知道里面有真心有妄心，就是不知道。那阿难呢，他就回答说：世尊，一切世间十种异生，这个世间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间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世间。那十种异生就是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众生它有胎卵湿化，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肉非有想，肉非无想，这样10种。从这个从妄回到那个真的只有10种那个异生那呢从这个从真起妄的话，有12个类生，要加2个加肉非有色肉非无色，加这2个。然后呢返妄归真的时候这2个没有，这2个呢它是呢它是我们的那个真如正智所以就不包括在内只有10种异生。那么同将呢四心居在身内，各位浅浅，我们的四心到底都有呀？到底都有呀？是不是到底身躯内底？这个是我们所有众生共同的那个认知它都到底身躯内底所以阿难就把它讲出来，讲到底身躯内底就是居在身内是不是居在身内？那么纵观如来经莲华严意在佛面那个表示说纵能成就如来的那我们看如来的那个形象那个佛的眼睛就好像那个青色的莲花那个莲花之中最殊胜的就是青色的青莲青莲华严那个好像呢青色的那个莲花的那个眼睛意在佛面，也是在佛的那个面容就是它的表面这个呢就是我们所有众生都认为我们的四心就是居在身内。我今观此福根4尘只在我面。阿难呢就讲说，我现在呢观得福根4尘，这个福根就是水火风土那水火风土这个4尘它形成
我们的身体，对不对？那整个我们整个面容也是啊，水有风土形成，眼睛呢也是啊，水有风土啊形成，所以啊，福根四尘啊，只在我面，都是呢在我的面容。那么如是四心呢，实际啊身内，这个四心啊，实在就是啊居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一般所有人的这个观念。那么佛告阿难，汝今呢现作啊，如来讲堂，观其头里，今在何处？这个呢，佛呢跟阿难讲，说你现在坐在如来的讲堂，然后观起头里，现在今何所在？这个呢就是要用眼前的景象来这个跟阿难讲道。那阿难回答：世尊，此大重阁清净讲堂，待起孤独园，今起头里实在堂外。在讲堂的外面，这个起头里呢，佛在问今何所在？提供底下堂外。那佛呢就跟阿难讲，说阿难，汝今堂中呢，先何所见？你现在在讲堂里面先看到什么？阿难就回答：世尊，我在堂中呢，先见如来。然后次观呢大众，如是外望方属林也。这个阿难回答说：我在这个讲堂里面先看到如来，然后呢接着看到大众，然后再接着外望，为门窗看出去，才看到那个起头林林也。佛呢又讲。阿难，如主林园因何有见？说你看到那个起头林，因为什么呢？然后有见，能够呢有看见那个起头林。阿难就回答：世尊，此大讲堂户有开火，这个户门有窗，就是门窗呢都打开。故我在堂得远瞻见，所以我伫个讲堂内底拢有看到，看到这个起头林。那佛告阿难，如所言身在讲堂，复有开阔，眼足林也。亦有众生呢，在此堂中不见如来，见堂外者，嘛有迄个众生伫这讲堂内底，无看到如来，看到外口起头林。那阿难就回答：世尊，在堂不见如来能见林前无有是处。讲伫个讲堂无见到如来，会当看到起头林迄无一条啦。然后佛就跟阿难讲说：阿难如意如是。你话安呢？表示讲你伫个讲堂内底无看到如来，这个呢就是在破除他的那个四心在身内在身体里面在破除这个那个观念。所以底下就讲说：汝之心灵一切明了，讲你的心灵一切拢会当了解。若汝现前显现在眼前，所明了心显现在眼前，会当了解这个心实在身呢，实在住伫个身躯内底。尔时先河了知内身，迄个时阵应来得爱先知影咱身躯内底。颇有众生先见身中，后观外物。刚有迄个众生
先看到身躯内底，然后才看到外口的物件，有没有？先看到内底哦，五脏六腑哦，啊，然后才看到外口，有安尼无？外暗就甲破开，哦，要看清楚，唔就甲破开。啊，所以佛就讲，众不能见呐，哦，心肝脾胃，哦，这挖了伤近呐，甲心哦挖了伤近，袂当看到。啊，迄较远的吼，抓生化肠。抓呢，就是指甲，指甲伫咧生，头毛伫咧长，筋转脉摇啊，成何明了？哦，这应该你拢爱知影。为这呢，咱知影咱的指甲咧生，头毛咧长，知无？知影哦，有看到哦，哦，这厉害咧吼，哦。一段时间以后，才知影讲哦，我整个才倒来加加咧。哦，一段时间以后，哇，倒来那个理发厅、电话厅来去整理头发，知影讲头毛咧长。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是一段时间累积以后才知道了。他在市场都看不见啦，拢无看到。所以我就讲。说终不能见啊，心肝脾胃、抓生化肠、筋转脉摇啊，成何明了？你拢应该爱知影。如何不知？为什么你拢唔知？必不内知啊，云何之外？啊，你内底都唔知影，哪会知影外口？所以这个就讲到那个心法最重要的部分了。为什么对啊？啊，咱的心伫身躯内底啊，是安怎唔对？安尼有伫内底无？有啊无？有，假使有肯定回答的话，一定爱看到看到咱的心肝脾胃，看到抓生化肠，看到筋转脉摇，拢有看到无？拢无。拢无伫内底无？无。所以我们要那个努力的地方就在这里。这里的观念就是要让我们透彻知道，因为心灵心很灵敏，凡心在的地方，一切都能够了了分明。你的心伫倒拢会当清楚知影你周遭的一切，迄才是真正迄个心。所以这边呢，我就讲，是故应知啊，如远绝了能知之心啊，住在身内，无有是处。所以这个应知啊，就是应当智慧来知道。你讲绝了能知之心啊，迄个事心啊。我伫个身躯内底无一块着，这样了解吗？即摆伫咧想当海走倒去，无伫个身躯内底无走去倒去，所以恶难伫咧替咱想啦，伊伫咧替咱想讲走去倒去，所以底下他就在讲，所以恶难呢，稽首。而百佛言：我闻如来如是的法音，不知我心实机身外。即马既然唔是住伫身躯内底，无即马住伫身躯外口，安尼对唔对？所以恶难一问出来我们就知道对了可是佛他不会用那个那个强制的。伊袂安尼怀大把讲，你都爱相信啦迄唔是伫咧身躯内底他都会讲，让你能够信服的那个道理所以都是讲道理让你能够明悟能够了解。而那呢他讲讲我听到如来安尼讲，唔是伫内底，唔是身躯内底，
安尼吼，就是外口啦，哦，也还用物知我心，然后又讲理由，哦，所以则合，为什么呢？必有灯光，哦，燃于室中啊，哦，迄灯光啊点伫个室内，室灯呢必能啊先照室内，迄个灯哦一定啊先照到迄个室内，然后从其啊室门，或假平寂啊。哦，一切众生啊，不见身中，独见身外啊。哦，一如灯光，迄灯光无伫个室内啦。哦，伊居在室外。
触目哦，就是说我们眼睛啊，它有不生不灭的活性啊。那我们见尘哦也是见，见性哦也是见。那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都是尘，这样了解吗？不知道哦。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啊，眼睛所看到的哦，都不是啊，从不生不灭的那个角度进入了，都是从生灭的角度在生活。所以我们众生都是六根对六尘，然后产生六识。那把六识就当成我们的心啦，不知道说六识那个识心就是生灭。因为呢我们的六根面对六尘，六尘一直在变化，然后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六根跟着变化。所以就生灭无常，所以叫做妄。那之前我们有讲妄心无体。那很多男女青年恋爱那个时候都说我很真心爱你，那个真心就是建筑在世心上面，世心里面的真心。确实很真可以为他生呢，可以为他死说假我们一定不承认都会说真。可是时过境迁，事情已经过去了，然后环境改变了，你看会不会变化？就有第三者出现这样真不真？不真黑龙在骗人。我们都很宁愿被他骗，骗到拢真甘愿安尼。所以当时呢，或者就讲说我们那个妄心妄心没有体，那真心有体，都还记得吗？就是用那个茶杯来比喻说这个茶杯假如说是古董是古董就很价值，对不对？大概要10万块真简单，但真矮，真矮是不是心？就是心。因为这个瓷器很容易这个破坏我们一个不小心把它摔破了，摔破了以后还爱不爱？不爱了，对不对？扫到垃圾桶去纵然它很有价值，10万块，它也没有用了没有人要了要丢掉、扫掉，然后给那个垃圾车带走了。那爱的心去哪里？找不回来，对不对？所以那个叫做妄心无体，没有一个体性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众生就是用这个心在生活，然后我们修道的时候也一样用这个心在修道用这个根尘相对产生呢那个六识，用那个六识心来修道。不知道呢，我们有一个不生不灭的真心都不认识因为不研究不知道我以为日常用的心就是我们真心，就是呢佛性本体因为它变化无常所以我们修道的心也就跟着变化无常我们回顾这个几十年来安尼真兴盛的时候大家拢安尼将认真度人，对不？那发生考验的时候大家拢拄起来，有没有？拢揪起来那个就是变化随着外境的变化而变化。那我们真
做放下。哦，那个六识，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把那个六识全部都放下，叫做忘尽。忘尽了以后呢，真就显了。忘尽了，真就显。那我们现在呢，从眼根收起。我们眼睛看外面的万象，看到的时候叫生。那我们不看了转头的时候叫昧生。这样眼根之中生昧知道吗？很清楚明白，对不对？清楚明白。可是我就是了解到我们的眼根明来就见明，暗来就见暗，对不对？那个见明见暗，那
无上的正等正觉，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安尼有了解无？有清楚无？所以就是要研究。我们研究了以后啊，知道说佛性呢，不生，所以不灭，不生不灭，所以啊，亿万年啊都在，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了，所以啊，不管在什么早之前啊，几万年前，几亿万年前啊，咱都已经伫咧啊，几亿万年后啊，我们还在，咱要搁伫咧，这样了解吗？所以会学说那个谢谢你老师都把它点出来，深信啊，人生可以留下，累劫累世记忆，有没有？咱拢伫咧十殿啉迄个孟庄的孟婆汤都忘光光了，拢唔知影讲我们的这个寿命啊，竟然这么长，这样你讲，虽然我们在六道轮回，可是佛性啊，它都没有变化。佛性因为没有形象，所以不会变化。常住不迁，不用搬家了。常住不迁，所以我们啊，生从哪里来？我们的身体啊，生从哪里来？死的时候到哪里去？所以来无来处啦，去无去处，都是借着天地的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啊，皆有用。他来的时候啊，没有来的地方，时啊没有去的地方，他没有来没有去叫做常住不迁。我们的那个佛性啊都没有变化，都没有迁来迁去的。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说，我们当下，一直讲啊，时事古今啊，不离当念，对不对？当下就具备了万万年，只要我们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佛性整个圆满都呈现。佛也是这样，我们众生也是这样，跟佛没有两样。那因为我们啊，在平常之中，都被我们自己障碍了，我们自己的观念啊，障碍我们自己不能够成佛，不能够成道。假如说我们把这一些不正确的观念都放下，忘了就尽了，忘尽了真就显，真一显现了，就是恢复到我们本来。我们跟南极老仙翁一样，南极老仙翁一直啊，在这个戒窍的时候就讲，是我成道以来啊，这个大地已经混沌了，有7次了。那7次我们也在里面啊，只是我们在六道轮回，伫咧默默修，
没有？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开始2年前一堂开始说，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那我们的6根里面就有不生不灭的心，也有生灭的心。我们明心就是全部不管是生灭的心、不生不灭的心全部都要了解，都要能够分
中啊，不能有别的那个是都全部集中在一个事物上面。那个看话头啊，也就是要克其其正啊，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所以看话头也可以了解到佛性本体。我们很多没有体会啊，看话尾啦，看话头跟看话尾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在哪里？看话头就是说还没有生出啊，我们那个意念还没有生出那个内容那个叫话头。那话尾啊就已经生出啊我们那个念头的内容，这样了解吗？我们念头都有内容，对不对？那我们大部分呢是住在话头还是住在话尾？拢伫话尾伫迄个已经起心动念啦迄个念的内容，念的内容啊烦不烦恼？话头的话烦不烦恼？都没有生出啊那个啊我们起心动念的内容，那就没有烦恼了。我们都是已经生出了有啊那个起心动念的内容，伫咧想想到即马安尼钱歹赚，有没有？钱歹赚有没有烦恼？无钱通用就烦恼，对无？所以你看去想去想到安尼景气即马愈来愈歹有没有？那个股票不是一直掉吗？本来都快9000点了，现在掉到7000、6000多点，一直掉下来，就了钱啊，对不？烦不烦恼？各位可能会说我也无买啊，无咧玩股票，我也知。最好啦，因为那个金钱游戏啊，会把我们束缚了，给咱绑起来，对不？那我们在凡尘呢，就要了解到，有当食，有当穿，它可以遮风避雨，很就好啊。这么厝啊，南部还可以啦，北部很贵，一间啊，干那安尼一档大尔，算1000万，1000万爱赚偌久？好像天文数字安尼想讲要去买一间厝，头爱安尼拼一世人，有当时都拼袂到，就很烦恼了，对不对？要不要为那个事烦恼？要不要？我们安尼安尼生在凡尘啊，直直拼到一间厝，有啊，一口气都要断去。即摆迄间厝要创啥？安尼有巧，真戆拼到要死啊！已经拼到一间厝啊，讲我身体唔做主啊，一口气才袂来，佮甲迄厝佮送互别人，甘愿啊？唔甘愿？唔甘愿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呢，就是要了解到，有通遮风避雨就好啦，唔免去甲人咧拼迄个豪宅，迄豪宅迄一平几万，现在都吓死人了，一平啊，大概是50万，六尺四方50万，值不值得啊？然后我们这个买车啊，我们都是蛮
士气高啦。为什么？买进口车，开起来才有派头啦。派头爱足侪钱对无？要不要？要吼，迄都爱钱，都爱去拼面，拼趁钱，趁去买，有没有？结果买来开吼，开一个伤紧，甲人相容的死翘翘。刹那之间生命都不见了，那所有的打拼都没用。所以我们人生呢，就是要立定志向，立志向很重要了。各位贤贤，立什么志向啊？对，就是要立志向成佛，能够成道，成道成佛这个是最有价值的。最值得我们追求了，那凡尘的所有一切都是虚幻不实在啊。纵然咱规世界拢互咱看到反正无效啦，一定会死的对无？咱若死拢规个看到拢都要个规个伤人啊，是不是这样？所以迄拢虚幻不实在。然后我们这个修持就是很实在，能够培养我们的的德，那个德能够培养，我们往后就可以坐在供桌上，受人朝拜，假如说没有培德，没有内涵，那我们呢往后何去何从？要去倒？准备要去倒？各位贤贤，往后准备要往哪里去啊？最理想就是在里天，真理的那个幻之下，就是在里天，长期光图啦，在那个佛教来讲，它有环胜同居土，有方便有余土，有实报庄严土，有长期光土。那长期光土呢，就是我们说的理天长期光，极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照就是佛性的随缘之用，我们呢这个极而常照照而常起，在长期光里面。就是呢，在理天最理想，那一定呢要把毛病脾气去掉。在理天有没有毛病脾气？不能有了有就到不了了，到不了理天了。所以一定呢要去掉。我们所在凡尘沾惹的尘垢，都要去掉，全部去掉呢，才。能够回到长期光土，也就是无极理天，所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来就是在无极，在呢那个一本，那我们现在落入万殊，一本善万殊呢，那修呢就是要万殊归一本，又回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那也把那个不生不灭的六根性都跟各位这个讲清楚说明白，你了解无？所以往后就知道说要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因果一致才会成就啦。还有前车那有的话呢，我们就回到这个《楞严经》这个讲解回来。我们讲到哪边了？第6页那么快已经到16了。16页。翻过来
16页又翻过来，翻过来在哪边？阿难白佛言啊，在这边这个阿难呢，向释迦牟尼佛讲，我今又作如是思维，所以这个阿难呢，他视线就跟我们凡人一样，又做如是的思维就是用我们的跟尘相对的那个六识心在思维，是所以那个变化，所以无常，所以生灭。那么是众生身这个虎杖在中，窍穴机外，有长则暗有窍则明，咱来改藏起来都拢暗无看，若有窍，有窍则明，就会当来了解。那么今我对佛，今阿难对释迦牟尼佛开言见明，目睭背金就看到光明，名为见外，就是看到外口。那么闭眼见暗，目睭闭落来就看到迄个暗相，拢暗蒙蒙，名为见内，就看到内底，思意允和，这个义理安尼安那，伊认为讲安尼真对啦，开眼见明闭眼就见暗，所以我们刚才有讲，开眼见明闭眼见暗，那个有那个生灭的心，跟有不生不灭的心，都在一起，所以佛在问阿难的时候他就讲说，是见尘呢还是见性？见尘也是见见性也是见了解吗？那我们假如是开眼见明，闭眼见暗，把它认为是对，这样呢是见尘还是见性？对，这样就是见尘就是看见完成的景象。那看见完成的景象它就是生灭无常，那个就没有走我们修道的轨道。安尼有了解无？所以这个很详细的跟我们说明。那么佛告阿难，这个释迦牟尼佛就跟阿难讲，说汝当闭眼见暗之时，你目睭拢闭，看到暗的时阵，那么此暗境界谓以言对谓不对也。讲你目睭闭落来，看到暗面蒙，这个暗面蒙甲目睭有相对咯，目睭有看到这个暗面蒙蒙，有没有？就是跟眼睛相对，能了解意思吗？那个佛在问阿难说，你见暗的时候这个相暗的境界是不是跟眼睛相对？有没有相对？有没有？各位贤贤，有没有相对？这个暗相暗的境界就是跟眼睛相对了，因为有跟眼睛相对才知道就是暗相所以呢，佛就先这个拟定到底有没有跟眼睛相对？若以眼对假如说是跟眼睛相对，所以佛他都不霸道，袂讲真理你就安尼就相信就对都不会那样，他会讲道理讲，而且讲得让你心无口无。伊讲看书咱闭眼见暗是跟眼睛相对的话，那么暗呢在眼前这个暗的景象在咱的眼前，那么云何成呢？为什么你讲在内底？
很安全呢。各位了解在眼前吗？像我们说咱的目睭啊，可以看万象，对不对？就看不到自己的眼睛，对不对？咱目睭看到家己目睭的。有较巧的就讲，我来摕镜照就看到啊。镜是伫外口伫内底？伫外口所以我们眼睛真的见不到眼睛啦。所以那个啊，很奥妙就是啊，我们的那个啊，刚才讲那个意念啊，它可以生出万念，就是生不出自己来啦。伊家己不生不灭，如如不动拢生袂出来，会当生万念出来，这样了解吗？很多那个啊不容易了解的地方呢，都在这里。那我们对这里了解了，就知影讲原来它可以跟万年攀岩，就是攀不到自己所以佛跟阿难讲跟眼睛相对啊，这个暗就在眼前的，不是呢在里面不是在身体里面肉层内的假如说是已经变成我们身体里面啦那居暗室中，咱来迄个暗室内底大无日夜灯，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也没有灯光。那么此暗室中啊，皆如家湖。即马这个暗室的内底拢你的迄个三焦呢六腑啊，就是你的迄个身躯内底遐五脏六腑啊若不对则啊云何见？假如说无甲目睭啊相对免有法度看到，安尼知影无？所以你讲拢足白话对无？无真深啦有真深无？无真浅所以佛咧讲经真浅啦只是讲咱讲无研究啊，唔知影即摆研究就知啊。若离外界佛在讲一个角度，讲较使若离开外口啊，会当看到的景象，内对所成离开外口所看到的已经对到内底，咱身躯内底所成的，那么何言见暗名为身中？你把睭安尼合起来看到迄个暗的景象好做身躯的内底，那么开眼见明何不见明？你把睭闭开，看到光明，哪会无看到你家己的面？各位先生，咱的目睭莫用镜看会到家己的面袂？会袂？看袂到所以佛陀甲伊讲，较使你若安尼闭眼见暗开眼见明你哪会无看到你家己的面？安尼有了解佛咧讲的意思无？所以伊甲阿难伊咧讲开眼见明，闭眼见暗见明做见外，见暗做见内伊直讲安尼拢无合真理啦，拢毋对咧讲迄个毋对的内容拄则咱讲的就是毋对的内容。较使开眼见明是成立，安尼咱就目睭若闭紧看到咱家己的面闭眼见暗安尼目睭闭起来就看到家己的五脏六腑，安尼有合理无？拢无合理对无？所以而咱讲的都毋对安有了解无？那么若不见面，较使看袂到家己的面，内对不成就是讲咱那个闭眼见暗那个内对就袂成立。见面肉成看到面，较使真是有法度实现。
那么此了之心啊，居于眼根呢，乃在这个虚空。较使看会到面。咱的心嘛，迄个了知迄个心甲咱的眼睛啊、眼根变伫个虚空啊，敢有安尼？咱的了知心会走去虚空去袂？袂所以咱知影讲佛咧讲真浅啊，真详细那么合成在内，为什么讲闭眼见暗的时候是伫内底？落在虚空，较使你的了知心啊，伫虚空智慧如体，那自然毋是你的身躯，自然毋是你的有性本体其应如来啊，今见如面啊，意识如身那教你迄个道理就是今释迦不做这个释迦牟尼佛本身呢今会当到你的面，嘛变做你的身躯啊所以讲的拢无符合真理。然后佛呢都想解说那个不符合真理在哪里把它指点出来，很有了解看各位好像很沉重，很轻松啦伊讲的都足浅的足轻松的。那么如言已知啊，你的目睭已经知影。那么身合非觉身躯合起来甲迄个角无交合你的目睭开眼见明，闭眼见暗，拢伫个目睭啦，目睭已经知影可是目睭知影，身躯毋知啦。安尼有了解无？真清楚嘛佛咧学咱讲讲你目睭安尼开眼见明，闭眼见暗或者见外见内即马你的身躯甲你目睭拢合袂到伙啦目睭知影尔，身躯拢毋知啦。那么譬如此言你一定执着伫咧讲身缘两绝，讲身躯甲目睭因两个分开啦，有两个角，有两个地角，有两个了知心啦。那么应有二字应该有两个会知影，即如一身呢应成两佛就是你一个身躯修到成道以后变两个佛啦就是变两个身躯啦那么是故应知如言见暗，明见内得无有是处所以尾也再甲伊讲那个结论答案，讲你安尼讲安尼闭眼见暗的时候明为见内无一块对啦。还有了解无？真浅对不？我们要很这个粗浅不深啦佛咧讲真浅，拢白话。那么阿难言阿难呢他又回答：佛常闻佛呢开示示众因为阿难呢这个侍从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讲伫咧身躯边咧侍候释迦牟尼佛，所以佛在开示示众的时候他都在旁边都有听到的那个示众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是出家两个，在家两个拢咧修道示众。示众知道吗？比丘就是和尚比丘尼就是尼姑啦在家的居士优婆塞然后呢在家的女居士那个优婆夷迄就是示众就是拢有心咧修德，由心生故种种法生，由法生故呢种种心生
这个心生法身，法生心生呢，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都会用到。我们先呢，讲说心生啊，法生。咱心嘛，先生出来，先生出来以后就去完成咱心所想的代志啊。譬如讲，我即马开始来洗衫，即马等下就去摕已经有穿过的衫，洗，那个叫做心生的，然后就生，这样了解吗？譬如讲咱的心来看电影，心生了，然后呢就到了戏院去看，那个叫法生，心生法生，你了解无？咱的日常生活内底拢安尼对无？拢心生法生，拢心生法生较济啦。然后呢，底下那个法生心生啊，颠倒过来，就是讲咱本来心无想要做啥，但是外口的迄个境促成我们去做。譬如讲，都无想要去滚番薯，看到讲那一堆番薯才有对，若无紧滚来才会，放了身躯会歹去，好无来滚，迄叫做法生呢，然后心生，安尼知无？有外境促成内心那个叫做法生，然后心生。有心生然后促成外境，那个是心生法生。安尼了解无？因为咱凡尘拢理为开安尼啦，一定是心生法生，若无就是法生心生啦。所以阿难伫咧佛边听到佛咧教这个比丘、和尚尼姑甲个在家居士咧讲，伊拢咧听，所以伊即马就甲伊讲出来。我们呢再转过来，我今思维阿难来讲我即马伫咧想思维，那个思维那个念虑念头的考虑迄就是拢咱的第六意识第六意识而咱用的都是用生灭那一面用生灭即思为体使我心性所以而咱讲我今思维即思为体使我心性迄个思维体就是我的心性随所何处今则随有，随所何就是看咱去看到啥知影啥，就甲什么合作伙那个叫随所何随所何的时阵心得随有意非内外中间三处不是伫咧内底，也不是伫咧外口，也不是伫咧中不是第三个所在都伫咧迄个思维体，所以我们了解到那个思维体就是当想东想西迄个思维体思是根尘相对所产生的六识，对不对？是使生灭不停的所以阿难这样讲呢，佛一听呢又是不合真理。然后佛告阿难如今所言有法身故种种心生，随所何处心随有者就是讲法身为外口的景象，然后种种的心就出来了。那么随所何看到啥，看到什么景象就甲迄个景象合作伙迄合作伙的地方所在那个地方所在心随有心就有伊呢甲这个心就是咱的真心是心无体，安尼来讲这个心伊就无体啦我们刚才讲妄心无体这边呢佛就
讲出来，那一种随手合啊，是不是妄心？妄心是不是没有体呀？它会变化，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掌握那个原则啊，就是妄心无体，然后真心有体，所以我们平常假如说有空闲，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万念放下，一念都不生啊，是不是已经进入到我们的那个真心，对吧？因为妄心放下了万念那个都是妄，为什么说妄？因为它变化无常，一直在变，所以不真啊。那真的不会变化，真的如如不动，所以我们万念放下，那个妄就尽了，真就显，真会显现，所以我们生活之中就可以来做，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可以时时刻刻把我们的真心让它呈现，真心都照出来，各位都了解吗？万念放下的时候是不能去注意看到什么境界那个看到什么境界也是万缘里面的一缘，也是缘那个也要想，所以自己哇，这个非常高兴是不是心生了？那个是不是缘？要不要放下？那个也放下，所以全部都放下，妄才会尽妄尽这才会显。真一显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那个极那个不变之体曰极，那个极就呈现了，然后完成的所有的事所有的念头那个叫造，造就是佛性的随缘之用，不变之体曰极，随缘之用曰造，造而常极，就是造了以后随缘之用又要回到那个极，回到不变之体，然后极而常造，佛性本体又能够起随用，很活泼啦，安尼了解无？袂安尼死板板，足活泼的，能够随缘之用，又能够不变之体都能够照顾到，随缘之用就是事来则应，然后我们事气又则静，又回到如如不动的本体。安尼有较了解无？越修就会越透彻明白，对不对？我们都熬过2年多了说不知道不承认了，说我们不知道也不承认，说我们全部知道又不敢承认。我们现在都是卡在不上不下。只要我们用一点心一定会透彻，一定对真理会全盘了解，所以这个熏习非常重要，我们对真理熏习的已经都够了，自然而然我们就走入真理世界，走入真理的领域自然会进入的，所以那个佛对那个阿难所讲的这一个里面都是从那个为心里目金河所在，是从那个衍生出来的，对不对？释迦牟尼佛问阿难说你的心跟目心里目金河所在，你都一样。那假如说这个问我们的话我心里目金河所在，会浅显我们的心里目你都一样，最高品质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心与目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可是了了分明。咱有了分明对不？有迄个知觉性对不？迄个知觉性就是我们的真心所在你看咱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不是什么都没有啦，绝对有。有什么？有那个放不下的那个真心，那个我们自己会感受。有啊，还有一个地放到放过都放不落来那个就是真心啦，那个就是心里目心何所在在底下啦，还有了解无？还又不能住相都是底下啦。你假如说跟释迦牟尼佛讲都是底下，他会说错了，因为住相就不对了。不住相才对。不住相就是真正的它整个呈现。所以我们那个真真是有影得爱很用心才会出来。出来以后我们一找到了，一劳永逸，就是讲你找到都袂阁无去啦，永远都拢伫个。那成就成道成佛就是他，就是伊啦。还有了解无？所以我们一定呢要用心。所以这个这边呢就讲这个水所合的话呢是心无体。因为那个就是妄心，它妄心呢无体，随着外境的变化而变化。那是心无体则无所合就没有那个所合若无有体而能合者无体无伊的本体，然后能够合则19界，我们都知道呢，6根6尘6识3、6、18，没有第19，对不对？没有第19了。然后因为7尘合，只有6尘，没有7尘，对不对？色声香味触法，是不是只有6个？只有6尘。所以假如说无体能够合的话，就有19界就有7尘那我就讲是亦不然这个真理不是这样这个不对不是这样。那么若有体者假如说呢是有体的话，那个思维是有体的话如以手自治其体你这么用手把那个体给捏如手之心维护内出，未从外入。你即马所知影，讲你的手去捏到迄个体，这个知影的心是为你身躯内底出来，还是外口来？各位前学，我们的那个手之心是从内出呢，还是从外入？我们呢一般的那个手之心都是从我们那个内心里面跑出来从内出不是呢这个从外入。那么若复完内出还见呢身中，假如说呢未来带出来咱的那个手之心是未来带出来然后呢还见身中，就会当看到咱身躯内底的五脏六腑，会当看到咱的指甲咧动，头毛咧动，会袂？会看到五脏六腑袂？所以未来底出来就无合道理可是我们都以为是从内出，对不对？然后佛这样讲呢，让我们知道说，从内出不对。
较输啊哪个出来，一定啊，因为心有灵知的作用，心伫倒位啊倒位啊拢足清楚的啦。啊，心既然伫你的身躯内底，你身躯内底五脏六腑啊，指甲咧长，然后头毛咧生，你拢知影。心转脉摇啊，筋咧长，你的脉咧摇，你拢知影。就是逐项拢唔知对无？逐项拢唔知呢，讲胃内底出来都唔对啦。所以我们众生的错，真的是错到不知啦，唔知影甲唔对甲你唔对啊，拢唔知影。这样了解吗？所以佛呢，就是要我们对那个真心透彻的了解，不含糊啦，不安尼含里糊里。那我们众生呢，都是把那个认识的心以为在身内的身躯内底，所以佛都一再讲，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是吧？然后我们都会回答，无所不在。不是大家拢安尼咧回答，有无？可是迄拢嘴咧讲啦，拢无体会啊，无体会迄个无所不在的内容，所以那佛的意思就是要我们知道，身体是随有红众缘际会借我们用，不是在身体里面，也不是在身体外面。因为身心相外，想要修，就无人修啊。所以唔是伫内底，唔是伫外口，所以才讲不即不离，了解无？然后呢，各位假如说，看那个如是我闻那一个，不是有笔记吗？有没有？它里面就有脱根，然后脱尘，有没有？我们那个佛性离开我们的根，然后离开呢六尘，脱根脱尘，离缘独立，离开所有的因缘，它独立存在，独自存在，拢伫咧无去，所以我们要了那个真心的奥妙，就是这样。然后我们要深入去了解。那么往后这个楞严经一直讲，都是在讲这个内容。所以假如说从内出的话，直觉性胃内底出来，都要看到咱身躯内底的五脏六腑，看到指甲咧长，头毛咧生，筋转脉摇，讲清楚，安尼才会使算是。那么肉从外来先合见面。假如说这个知觉性迄个了了分明，是为外口来，那较说外口来，就要先见到咱的面啦，无这个代志对吧？无迄个讲咱的知觉性为外口来，然后先看到咱的面，咱的面拢看袂到。那么阿难言他就回答，见是其言心之非也。阿难言伊讲见看到就是目睭看到，心知影迄个心毋是目睭啦，为见非。用心来讲迄个目睭看到，安尼毋是道理啦。所以这个叫做强背硬搬啦，硬要甲拗过安尼，那个阿难硬要甲拗过，然后佛言那个释迦牟尼佛就讲，肉眼能见较需要目睭有迄个见性，所以这边呢，佛就讲得很详细的。那么汝在世中门能见不？你伫个房间内底
经问你有看到无？讲西人则之于时啊，尚有眼存，伊一口气无来，就拢要好好伫咧啊，应接见物啊，安尼伊应该有法度看到物件，因为目睭拢好好，眼见啊，目睭好好，会当看到物件。若见物者，较需要会当看到物件，因何名？免来讲都死去啊！死人目睭还阁伫咧对无？一口气断去，目睭拢好好啊！有法度看到物件无？无法度所以就是咧讲咱用目睭啊，认为讲看到就是目睭，安尼唔对啦。看到就是咱的佛性，咱的佛性咧看，佛性照目睭，佛性照耳孔，佛性照着鼻仔，佛性照着嘴，照着身躯，照着意念，会当呈现万象万事，对无？所以才好做如来藏，如来含藏万象万事。凡尘的所有万象万事啊，拢是咱的真心佛性，境外无物啊，咱的心外口无物件啦。所有的物件，所有的万象，拢是咱的佛性。这个我们就要接受啊，要一段时间啦。讲我物件是物件，哪会咱的佛性？物件是物件，那是咱的本体，我们都会很讶异很奇。可是，在真理呀，我们就是了解到，没有我们的佛性，就没有山河大地，就没有相。所以，山河大地万象都是我们的真心佛性，拢是咱的佛性，拢是咱的本体。即嘛先了解这个道理，然后慢慢的我们就现在先知其然，然后所以然慢慢解说，了解以后融入啊，就能够为什么无极啊，能够生太极，两仪自相八卦相中相凑，一本呢可以善于万殊。然后我们现在啊修到万殊呢，就是要归本，要归回到原来的那个佛性本体。它能够归回到原来的佛性本体啊，就是回归无极，已经呢又回到原来那个地方所在。所以所有众生啊都是如来，所有众生呢都是佛。安尼对家己有信心无？要有信心呢，这很重要，因为自己对自己呀信心有了，发挥的力量就很大。那假如说对自己没有信心就没有力道了。应对那个挫折的时候啊，就没有担当。拢赶紧要过来求外口来帮助。那假如说我们能够相信自己呀，就是佛，自己就是如来。遇到什么挫折啊，自己呀要用智慧去解决，自己啊能够承担，他就会很高兴了。原来天地之间啊是一体的，一体之中啊没有困难没有挫折没有障碍。他有了解无？所以或者都说呢，回去的时候啊，谢谢给娘娘。那个里面老师讲的很详细呀，把整个真理呢都在几个字里面都呈现。那我们在北部有录那个 CD 一直反复的唱，你开始放拢唔免搁再去瞧，伊直直听直直一摆唱完，搁一摆，一摆唱完，搁一摆，唱迄地全部拢是谢谢你，可以拿到吗？没有的话就向这边拿我们有送到这边来。还有一面呢，就是解说
好，那个解说啊，谢谢你的内容啊，那个解说我们讲解啊，1个小时又10分钟，把那个内容啊有概括，虽然没有讲得很详细啊，可是大概哦，大致啊那个意思啊，都能够呢阐释出来。阿哥要听哦，听那个意思，然后要会唱，唱久了还蛮好听的啦，哦，很感人啊，还活着的时候啊，要说声哦，谢谢你，要谢谁呀？哦，对，就是要谢谢我们真心佛性啊，我们真心佛性啊，陪伴着我们啊，经过千千万万千千万万生，所有的生死啊，佛性都陪着我们，都陪伴我们，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这个努力。那么以下呢，释迦牟尼佛又讲：阿难，幼汝觉了能知之心呐，肉心有体，为复一体呀，为这个有这个多体，是一体呢还是多体？那么今在汝身呢，为复遍体啊，为不遍体。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你那个觉了能知之心呐，就是那个了了无明，我们那个佛性啊本体，肉心有体。现在呢，你以为啊，那个根尘相对的，那个六识啊，是有体的话，为复一体，它是一体呢，还是多体？是有足多，也体啊有足多，那么今在汝身啊，现在在你身上，为复遍体呀，为不遍体？它是呢，遍满你整个身体，还是呢，不遍满你整个身体？是整个身体呀，全部都有呢，还是呢，只有某一个角落有？肉一体的啊，所以有。佛呢有分成4个内容，一体、多体、遍体呀，不遍体，有分成4个角度啊。然后呢，解说肉一体者啊，则如以手治一之时，即嘛你用手抓你我们有2只手、2只脚，你干那甲抓一支就好。然后呢，4肢应觉，你抓到一支，4支2支手、2支脚拢有智觉。若玄觉者假如说全部拢有智觉，自应无在，安尼你就免抓，唔免去抓一支迄讲全部4支拢有。若自有所，你抓有迄个定所在，有抓到一个固定的所在，则如一体啊，自不能成。你讲你这一体，安尼就袂当甲真理相合。那么若多体者，假使有真侪体，则成多人，就变成了很多的人。合体呢为汝，多一体是你，已经足侪人啊，多一体就是你，这就是讲一体呀，甲多体。那么底下呢，就是遍体呀，跟不遍体。若遍体者啊，铜钱所铸。假使若遍体，甲头前你抓一支4支拢知影，抓咧，抓得起手。各位浅显，我们抓住一只手啊，另外3只会知道吗？咱若抓到一支手啊，剩的这3支啊，会知影讲去用抓到无？没有嘛，对不对？所以那个那个一体多体啊，都不成，然后遍体呀，也不成，无迄个代志的。那么若不遍者，假如说不遍体的话，
当汝触头啊，亦触其举。讲若无骗题吼，啊你头壳甲你讲一下啊，吼，啊完啊吼，讲你的骹，啊头有所觉啊，实应无知啊，头壳有地感，我叫讲着啊，啊骹骨应吼无地感。那么今汝不然，啊今嘛你唔是安尼啊，所以你看佛在讲啊，是不是拢足浅足详细，对不对？很详细的说，是故应知啊，随所合啊，心得随有，无有是处。所以应该用智慧来知道。你咧讲随所合就心就随有，安尼无一块对。那么难呢？白佛一听到一个呢相佛啊，这个表白说世尊。我亦闻佛呢，以文殊等啊之法王子，那个法王子是菩萨，法王就是佛。那么谈实相时啊，世尊一言，心不在内呢，意不在外，那个实相啊，就是真实的，那个实实在在的那个现象，实相。那阿难呢，他就讲，如我思维，他已经听那个佛讲，心不在内，意不在外，所以现在他又思维，就是用我们那个根尘相对的心在想，内无所见外不相知，内无之故在内不成，因为身体里面五脏六腑都唔知呀，所以伫内底唔对。那么身心相知在外非异。身心身跟心相连结，都会知影。安尼心伫外口嘛唔对，跟道理无合。心相知故，即嘛因为拢相知，腹内无见，内底佢看袂到五浊苦，当在中间，一定伫咧中啦。即马阿难佮好伊是一定伫咧中。佛就讲，如言中间终必不迷。你讲伫咧中，安尼中一定无迷糊，一定真清楚伫咧中。那么非无所在一定中无一的地方所在，就是有它的地方所在，会当该指明出来。那么今汝推中即摆你伫咧讲中间，中和为在，中伫倒位你讲我听看卖，中和为在伫倒位为复在处为当在身，是伫咧地方所在，是伫咧身躯的，那个佛呢跟阿难讲，那个处就是地方所在，那么为当在身，还是伫身躯的。若在身者，假如说伫身躯的呢，在边为中，那身躯一定是伫咧边是中。若是伫中都甲内底共款家己咧身躯内底会当看到五脏六腑共款。那么若在处者假如说是伫咧地方所在未有所表未无所表，是有表示出来，还是无表示出来？那么无表示出来，甲无共款。若有表示出来伊就无固定啦。表示出来迄个中间没有这个固定。何以故？为什么呢？如人仪表，较需要有人已经甲伊表示出来表为忠实表示讲伊就是伫咧中。那从东看它变成西。南观从南边看它成北。那个表体表示出来迄个体真混乱
心应杂乱，那么心都已经乱了，所以中表示出来拢会变化。那么阿难言他就讲，我所说中呢，非此两种，我咧讲的中不是这两种，如是真言，刚才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讲，眼跟色为眼，是眼识眼有分别，目睭伊有迄个分别的作用，然后色尘无知，外面的形象那个色尘没有知觉性，然后事生其中则为心在，所以他呢把那个事当成心是心是心，是心不是真心是心就是生灭的妄心，这样知道吗？他属于妄心，所以阿难呢讲那个事生呢其中则为心在。那佛呢就讲，汝心呢落在根尘之中，你的心在六根跟六尘的中，那么此心之体为复兼二，为不兼二。这个心体是有兼项，兼六根，搁兼六尘，两项是空无兼。若兼二者较主要两项拢兼，物体杂乱，迄个物体迄物件，那个尘尘就是物，然后根就是体那个物跟体已经杂乱，物非体之，那个物件六尘伊无都知影，迄个知觉性唔知影，然后体六根六根知影，所以两项合起来，一个知影，一个唔知影，安尼呢成敌两立，变做一个知一个唔知，就变成那个对立敢若敌人。那么以而为中，安尼什么是中？那兼二不成，为六根甲六尘项甲兼咧，袂当甲精密相合，那非知不知，那个非知就是尘非知，那个呢根不知，因为已经呢分开了，它就不知，即无体性呢，综合为相，安尼都无体所以那个妄那个我们那个妄，就是呢根尘相对所产生的那个六识叫做妄心，妄心无体，综合为在，综合为相，那个中是什么形象？是故呢应知当在中间无有是处，你讲伫个中无一块着，已经拢无符定律。那我们呢今天就讲到呢这个地方，剩下呢这个10分钟呢给各位提问，剩10分了，各要踊跃能够呢把心里面的疑问能够提出来，也可以就我们今天所讲的不了解的地方呢说明。好，请说。第二个问题是：能生万法者，均为生灭法，非不生不灭法。本性心境，最终还是要证无疑之境，不生万法才是真如来。这个要怎样解释？因为你讲的这一些我们就是了解到已经到蛮微细的程度，所以或者刚才有讲，就是我们认为说心在身内不对，心在身外不对，所以它是属于不即不离。那个呢，我们要知道说
不是呢要生出如来了，那个是我们的那个知觉性啊，能够呈现，然后发挥啊我们佛性的那个全体大用。因为问的比较详细那比较高的一个程度了，所以讲解的时候啊，就是要详细去讲解，所以问的时候你就问题不要太长，太长啊，会含混变作混合，混合答案正确的变作不知。好，再说。第二个问题，六祖坛经里面，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种戏，六祖还在门外吗？因为他是对着神秀啊，那个句而讲的。神秀呢，那个这身是菩提寺啊，心是明镜台，然后时时勤拂拭啊，勿使惹尘埃，这个是早已相。然后六祖所讲的那个句呀，菩提本无事啊，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啊，何至惹尘埃？那个是着空啦，神秀是着有，然后六祖啊是着空，两个把它合起来，既不着有也不着空，就是中道啦，那就是佛。可是我们一般的解说啊，都会把那个菩提本无事，明镜啊亦非台，本来无一物啊，何至惹尘埃？认为啊都是已经是见性啦。可是我们从那个句的本身啊，来探讨它的意思。当然啦，菩提啊，本无事不错就是觉嘛，哪有事？然后明镜啊亦非台，也没有一个明镜台那个呢，我们要了解反而那个神秀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是努力的方向就是我们的心不要有尘垢，这个反而更让我们能够受到利益。那假如说本来无一物啊，何至惹尘埃？那个是修持的程度。那假如说我们在开始毛病脾气很多的时候我们又讲本来无一物啊，何至惹尘埃？都什么都不用修，等于是脾气毛病都不要改，安也行得呗。所以着有对，着空更不对佛就讲，宁可着有如须弥山，可着空如芥子许。那个着空很危险，你什么都不做了就消极那么真正的到达那个道的时候那个是在讲我们那个真心真心是无所不在，真心它是这个尽虚空遍法界那个真心尽虚空遍法界有另外那个讲的方法不能就讲本来无一物何至惹尘埃？你这样一讲的时候我们都什么都不用做，都不用修，都不用改，那这样可以吗？可不可以？要修要改，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它那个含义一个就是着有，六祖是要把那个有对把它去掉，不要着那个有，它是用空来对掉那个有，是两个相对的。你了解不？说我们生死跟涅槃，没有生死就不用涅槃，因为有生死才要涅槃，你知道不？所以生死是假的，涅槃也是假的，所以才讲生死涅槃等空法，相等，都是空中的花。那我们假如说看到涅槃前面加一个大涅槃，那就不一样了大涅槃就是佛性本体的状态，跟那个涅槃跟生死相对是不同的。
很有了解不？嘿，所以要了解到他讲的那个方向，他在讲的是相对的，还是一个绝对的？你像说那个智贤禅师啊，那个一即忘所知，更不加修持。他那个更不加修持啊，就是本来无一物啊，何次而成来？可是他是在他用那个镰刀啊，在割草，镰刀去打到小石头，小石头去撞到那个植子，然后发出声响。他是从众缘际会领悟说凡尘的万象万事啊，都是这样，所以才讲一即忘所知，就忘掉能知跟所知，没有能知所知，没有能所，就是已经是一体的，就是佛性整个呈现，所以更不加修持，没修已经到了。动龙养骨鹿不斗萧然机，然后呢这个次次无踪迹声色外威仪，知方达道者显远上上机，那个才真正的是本来无一物，何事的尘埃。你知影不？他讲的背景要了解，它是相对的呢，还是绝对的？绝对的会讲到佛性本体。那讲佛性本体是什么样的状态，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袂使含理糊理。像智贤禅师就讲得很明白，为什么？因为那个龟山那个和尚就跟他讲说，还没有入胞胎之前你讲一句来，我要记你就是受记你讲一句，你也未进入胞胎，就是还没有投胎啦。你也搁伫咧空中你的佛性还没有进入胞胎，还没有投胎。那个之前你讲一句来，我们会有吗？我们还没有进入投胎的时候我们是什么状态？我们会讲说他的中阴身中阴身是状态，可是他那个心意你是什么心？你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所以那个智贤禅师他讲不出来，讲不出来请龟山那个和尚告诉他，龟山和尚说：“我讲是我的跟你什么关系？你讲才是你的他回去一直翻所有看过的书经书找不到答案他就收拾行李回家了，说我回来吃饭就好无饭通吃，我回来吃饭啦。一回去以后整理环境才产生那个那一个现象所以他就体会到完成的万象万事都是演寂则生演散就灭。你看他也不知道叶念力得镰刀会去那个扎到小石头，小石头会飞去撞那个竹子，全部都不知道可是整个都呈现，咚一声那一声促成他领悟了。所以说一即就忘所知，不要在那个相对的里面去用心，已经是一个绝对一即忘所的，没有能知，没有所知，没有能所，能所双明，所以更不加修持，那个才真正的可以本来无一物何次的尘埃。这样了解意思吗？在相对的时候不能讲成绝对，在绝对的时候一定要有前因，它之前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讲绝对？一定有它的根据，不能含理糊理。所以或者都一直说，我们研究真理一定要透彻了解明白，讲清楚说明白才可以。不能呢含混不可以的，所以有疑要避问，
所以问这个就很好。哦，你看我们一般解说啊，都说哦六祖已经见性的已经很高，那你跟前面那个那个神秀那个怎么说？就呢怎么样对不起来了？他们是相对的。那个生死跟涅槃啊是相对的，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就是要有那一种实事啊，求实，实在的事情要去求它真理所在。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贤，大家好。多谢占道天师德老先贤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前贤给获学机会学讲。我们听楞严经有没有心得了？会不会感到很深？没有声音吗？比较小声哦。这样。有了，比较大声的。我们呢从这个楞严经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那呢大部分呢那个明心见性一定可以很透彻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前面这一段有关于我们要这个明心的部分，我们的心呢有生昧的心跟不生不昧的心。上个礼拜呢，我们也有把它呢讲解出来，各位有没有听懂啊？它有生昧跟有不生不昧。我们从那个嘴巴的那个舌头舌头呢，它不变之体，不变之体呀，在经典里面它的字叫做极，极见的极。那我们呢这个佛性有随缘之用，那么随缘之用在佛经里面呢，它有照，它极而常照，照而常极。有没有听得很奇怪？有。那我们呢要了解到，它极而常照，就是佛性本体本身，它如如不动，可是它可以对万象万事全部呢都能够呈现，全部呢能够包含。所以那个整个出来的那个功能作用都从如不动的本体出来，所以那个叫极而常照。那我们从文字呢不太容易了解意思。假如说或许说那个极就是我们舌头本体，然后那个照就是我们吃花生有花生味道。吃梅子有梅子味道，吃饭有饭的味道，吃面有面的味道。那个呢，很多味道，那个就是我们不变之体以后呈现的那个随缘之用。那么用了以后那个叫做照。那照以后它又会回归到本体回来，叫照而常极。那么照而常极呢，就是我们花生吃完了，花生味道就消失，对不对？换梅子吃的时候有梅子味道。那饭呢，我们吃饭有饭的味道，吃面呢有面的味道，是不是我们一吃完以后那个味道消失了，消失了以后它又回到本体回来，这个叫照而常极，这样的意思吗？我们从文字一听起来，极而常照，照而常极，好像跟我没关系。可是我们一分析以后，原来关系这么大。那个我们研究六祖坛经六祖不是讲说
不断摆思想，有没有？那个习而常照，那个就是不断外面的摆思想。我们起心动念它都不断。我们对万象万事的认知啊，我们都能够发挥从不变之体出来。所以那个习而常照，然后照以后，它又回归到本体，叫照而常习。然后习照同时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有一点了解无？所以啊，我们平常就是少接近心理心法，不知道说原来跟我们这么亲切，日常生活之中啊，我们都在用，那个急躁同时啊，佛性的本来面目，那我们从这个念经里面啊，我们来这个了解到佛所阐释的那个心。他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心，所以在前面这个地方就已经明白的讲出来。可是各位假如说住在文字那就完全都不了解。他言在此意在彼，知道意思吗？文字讲话是在这里，可是它的意思在别的地方，那我们先把前面这7次，那个我们那个心的地方所在，先把它了解以后，我们再说内容。我们讲到第6，对不对？20页。20页，阿难白佛言，这个阿难向佛这个讲说，世尊，我昔往昔见佛以大目连见言，须菩提富罗那舍利佛这4大弟子。因为他们都跟随在这个释迦牟尼佛身边帮助释迦牟尼佛大转法轮，所以常言皆知分别心现既不在内，亦不在外，不在中间，既无所在一切无着名之为心，则我无着名为心不。这个阿难他一听了以后这个所说出来的地方所在都被佛驳斥了，都无一对对，都不对啦，说无有是处。那么现在最后一个就讲说呢，这个之前曾经因为阿难侍奉释迦牟尼佛，所以都时时刻刻在身边。那么对那个佛所讲的一些那一些经典讲出来的话，阿难都记在心而且阿难记性很好，只要一听进去他都能够记住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跟这个4大弟子讲说，心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中间，那阿难他就想出来说，既无所在，我一切都无着，都不要着相，这样名之为心，这样就是心，得我无着，名为心不，说我都无着，这样是不是心？那么佛就跟阿难讲，佛告阿难。汝言皆知分别心性，既无着者，世间虚空，水陆飞行，知所物象名为一切。汝不着者呢，为在为无。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问阿难，
说你现在讲我们那个觉知那个分别就是了了分明了觉知了了分明的心性既无着者全部呢都无着那么底下呢佛就讲说世间整个所有一切虚空以及呢水陆空中的飞行，水底的、陆上的、空中的知所物象，所有有形有相，名为一切叫做一切。那么汝不着者现在你不着为在为无，你不着呢是有形象还是没有形象？这个释迦牟尼佛呢问阿难那底下呢佛就讲无者同于龟毛兔角。假如说是无这个没有全部在完成没有那么就像呢龟毛兔角，这个有名无实，只有名称没有实在的龟没有毛也没有角啦，这个只有名称而已，这个真的就是没有无云何不着无的无没有不着啦那有不着者不可名无。假如说有不着的话呢不可以讲无，那个无相才可以说无然后呢无相则无没有形象才可以说没有。那么非无则相。那假如说呢不是像龟毛兔角，那么就有相。像我们语言文字也有相。各位先生，这个我们以为语言没有相。各位先生，语言有没有相？有。就是有。语言一样有相，一讲出来了有声音有这个所在，所以语言有相。那么相有既然有呢则在，就已经在了云何无着？已经在就不可以说呢这个无着。那么是故应知一切无着，名觉之心呢无有是处这个时候这个佛就跟阿难讲说呢这个一切无着你认为它是觉之心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那么我们回顾从头开始从第一个那个心在我们身内第一个，从佛问为细目今何所在？那我们现在各位先生来领悟我们心在哪里，好不好？很奥妙因为我们都认为完成所有人都认为心是在身内，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而且大家都共识认为心就在我们的身内因为我讲心有灵知的作用，灵敏知觉灵知凡心所在之处，你的心在哪里你一定对那个地方一切都能够分明了知，就是能够了了明。你的心里头那个所在你都真了解。所以佛讲，你既然讲我们的心是在身体里面，那么一定可以看到五脏六腑，一定也可以看到指甲的生长，头发也一样在生长。各位先生，我们可以看到吗？看不到，对不对？所以佛就讲，既然看不到那心的灵知作用就消失了，就不是了。这样了解吗？这个就是否定
心不在我们身内。那底下的6个地方那个是被迫，然后能够把想到的全部讲出来。第二就心在身外。那佛就讲，既然心是在身外，那身心就已经不相干。这个心有所知身不能觉。这个身有所觉心不能知，就身心都分开了。然后佛就拿手给阿难看，说你看到我的手吗？阿难说有。因为手我们看到手是眼根眼根属于身属于身体方面那么心分别吗？阿难说分别。那我就讲，你既然眼睛看到属于身，心能够分别属于心身心相知，为什么在外？所以又把外拼除掉。那阿难又被迫那在眼根里面眼根就是潜伏在眼根里面而那最大的问题是第一个在身内，那底下都是无法度唔对然后再想出来然后佛就说既然是潜伏在眼根根眼根合在一起就像我们这个戴眼镜他就问说，当见山河之时你看到山河，难道看到你的眼镜吗？阿难说有看到。然后佛就问他既然是潜伏在眼根跟眼根合在一起那么向外的时候可以看到山河大地，然后那个回来，我们自觉心回来，一定可以看到自己的面孔。他问阿难说，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面孔吗？他说看不到。那佛就讲，那你潜伏在眼根就无有是处，不对。然后阿难又想这个也不对，那个不对，到底是什么？就想所以各位先生，那个前面的这个已经要把我们那个整个真心都呈现出来所以那个第4个那个阿难又讲他又一直在思维，用我们的生灭心一直在思维他是的都一样在哪个地方呢？各位先生，在哪个地方？无所不在那个还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是等一下我们要透彻了解明心见性了以后才说的。那个中间的过程就是把完成所有的物象，全部都用我们的那个生灭心去思维，它到底在哪里？这样的话就会把我们整个，我们不是要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吗？对不对？要把我们整个妄全部认识，它什么不正确到底是哪里不正确？都要唔对都要出问题，是哪里不对的？所以他就一直在想，用生灭心一直在想想说我们凡尘所能够这个知道的，就说呢，开眼见明，然后闭眼见暗。那佛听呢开眼见明，他跑到外面他闭眼见暗就跑到里面他就问说，你闭眼见暗的时候到底跟眼根相对还是不相对？我们闭眼见暗，那个暗有没有跟眼根相对？有没有？有没有？有嘛唔知
跟眼根相对啦。啊，你若目睭无看，你哪知影暗？有相对，就是跟眼根相对。所以那个佛又讲，你说开眼见明啊，名为见外；闭眼见暗，名为见内。那个无有是处，不对。然后那又想，无要讲啥？你讲随手合啦。就是看到什么啊，就知道什么；看到树啊，就树啊；看到厝就厝。随手合则心则随在啊。然后佛就讲，那个随手合啊，你就是把认为那个我们的妄心啊有体。那假如说妄心都无体，那就变成了那个9界，然后7层合。那只有3、6、18啊，6跟6乘64，没有19啊。然后只有6者没有7啊，所以佛又讲，所以那个随手合啊，无有是处。然后阿难想一想说啊，我知道了，我知道，说说看，在中间。然后佛就讲，那个中啊，一定有一个地方所在。你把它标示出来，哪一个是中？我们把它标示中，从东看呢，它不是中了，变成西了。从南看了，变成北了。中啊，就变无定位。所以我就讲，你说那个中间就是佛性所在，无有是处。然后我们刚刚看的那就是最后一个。第7个，既无所在，就是我的心。这样了解吗？我们看经文我没有讲了，可是那意思啊，已经整个呈现了。所以或许把那个我们最重要的要认知的把它呢呈现出来。因为生活之中呢，我们所用的都是根尘相对，根就是6根，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6根，然后尘呢就是6尘，色声香味触法，根尘相对产生6识。那个6识我们把它当成心，因为尘相啊会一直变化，所以我们的心啊也会跟着一直变化，所以叫做生灭心，也叫做识心。识心啊它是生灭。这样了解吗？这种爱听清楚因为关系到我们领悟以后进入真理世界。所以这个是属于生灭心。生灭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不要去除它了，只要它知道它是功能作用。那刚才我们有讲，是不是功能作用只有一次？吃土豆米对不？土豆吃完就无啊，伊就搁回到本体回来，对不？所以功能作用就是这样它呈现的只有一次。我们看到万象，看到一个相然后你转个头，形象不一样，它刚才的相已经消失了，对不对？所以也只有一次了。然后你转了以后，它又回到本体，佛性本体回来。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是属于生灭的生灭心。那我们要了解到为心与目今何所在？心跟我们的那个觉知性到底在哪里？那我们就回来第一个在身内。那不是不是在身内。然后我们从真理来分析，身体是水火风土4大呢这个外面的物质然后集合借我们用，对不对？然后水火风土它没有知觉性，有没有知觉性？水火风土那个是无知之物，不知道。可是我们现在的身体知不知道？拢了了不明，对不？所以在这个地方佛已经把那个真心就讲出来了。在哪里？就是把那个觉知咱古的拢给抽出来。
春辛苦的水火风土，水火风土我们想一想看，一口气不来，水火风土到哪里去？归还给天地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那个知觉性是不是还在？因为它没有形象，不会死啦。它也没有生也不会死。可是就是了了分明所以我们都会讲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既无所在。然后我们就会讲说都尽虚空遍法界，有没有？所以我们就从我们的身体最亲切的地方着手。我们的身体有四大假合水火风土就我们用，然后有不生不灭的佛性也一样在我们身上。所以它的那个答案不急不离。不急就是不住在身上，不离也一样从身上发挥知觉性。这样有没有一点了解？就是我们把整个身体的构造那个水火风土重点记我们用我们现在把水火风土整个能够分析得出来，它是没有知觉性。然后我现在的身体有知觉性，知觉性就是佛性。那我们的佛性不生不灭，现在跟生灭的身体合。那我们修呢，就是要把生灭的认识的透彻，然后呢能够住在不生不灭那个真心佛性上面。这样了解吗？有一点点可能不要紧那假如说一听就能够完全了解，那根基太好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原来那个尽虚空遍法界不是骗人的，因为知觉性我们看到什么知道什么，全部都是佛性本体。宽不宽？不宽广？很宽广的你为什么知道？灵知为什么有灵知？佛性本体不是身体知道，佛性知道。这样有没有对佛性认识了？所以领悟就会从这个地方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假的，要还给天地，一口气不来都水海啦。可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都不用还，为什么？没有现象，可是了了分明，切实存在，对不对？我们就要这个切实存在、了了分明的这个知觉性我们能够守住它。这个叫做气生灭守真常，常光就现前。有印象无？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研究一定要从这个地方下手。我们的佛性尽虚空遍法界，不生不灭，如如不动。我们一再讲说我们有玩过相机的人都知道，照相的时候那个按快门的一刹那，绝对不能晃动。晃动的话，洗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那我们佛性在身上，假如说它是在玄关，我们玄关不是一直在动吗？那假如是的话，那我们看的形象一样模糊不清。可是我们头动形象都很清晰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佛性如如不动。然后我们到哪个地方去都不用带佛性去，对不对？像慧学在基隆下来，也不用把佛性带下来，对不对？在这边就有了有没有？而且都圆满不缺，对不对？有没有欠缺
哦，都圆满不缺。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动的是身体，不动的是佛性。不管你到哪个地方，纵然到美国、到大陆中国大陆一样，佛性都在。有了解不？所以很奥妙。那我们就是住在身体，住在身体呀，身体呀有变化，会很大。身体的那个快乐，身体的痛苦啊，对我们来说啊，比佛性都还重要，重不重要？我们都看得很重，对不对？那个叫做本末倒置啊。该注重的我们都没有，不该注重的我们很注重，很注重的我们一直把它调养，直直补，直直补，会死无？一声迄叫做忘恩负义，对无？拢无想讲咱直直顾，直直补，结果伊一口气啦，唔来就是唔来。是不是这样？爱个直直照顾下面。正确，无照顾有法度修德。就是要啊，要他能够正常的能够吃饭睡觉。那我们才能够修啊，才能够成。所以就是要抓对方向，唔通中央一寡手机树叶啊，甲咱加倒，无应该注意的，咱拢足注意，有没有？我们想想看有没有？唔免注意的咱足在意的，这应该爱努力拢甲挂一边啊，有没有这样？咱真巧也真戆，承认自己很笨吗？一定不承认的。我上巧，拢唔蒙屁，有没有啊？红屁也真欢喜的，阿妈滚天大细条，对不？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经亲切就显现在眼前，有没有？你看身躯是天地物质，智慧风土，它没有知觉性为什么有？有就是佛性所以佛在问唯心里目，今何所在？知影无？知道在哪里了吗？我在我讲几波，还不了解呀？就是那个知觉性，它既无所在。所以我们不是有听那个《金刚经》吗？《金刚经》不是告诉我们说应无所住，然后耳生其心，有没有？无所住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不能落入形象，不要住在形象都没有住在形象，那没有住在形象我们能够做到了就进入空了。那空的时候假如说没有耳生其心会变完空了。那耳生其心在空中能够生心就是有，它有呢就是佛性本体。所以我们研究道德经不是讲常有跟常无吗？有没有？两个合起来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佛性就是常有跟常无合在一起。有看不见，无可是了了不灭，对不对？你有一点了解无？明心的部分我们就是要知道生灭的我们日常都在用，应对进退都用生灭心起心动念也是生灭心可是要知道它是用一次就好。我们不是有用了就丢吗？有没有？不
不知道什么产品呢，就用就丢。那个就告诉我们了，生灭心啊，就是要用一次，你丢了它就回到本位了，你不丢了就把它当成本体了啦。这样了解吗？所以今天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有没有？佛性呢不住在我们身体里面，因为它的灵知作用啊，唔知影我总了夫，无看真假咧等，头毛咧生，拢无，但是伊有咧等有咧生无？确实有啊，咱哪都唔知，就表示啊，我们的心不在那边，不在身体里面，就在灵知作用。那我们的灵知作用啊，是不是已经可以拓展到整个虚空，对不对？怀疑啊，有没有？就是要相信我们那个知觉性啊非常宽广，这个所有的完成的万象万事，整个呢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宽不宽广？那我们就不必在这一些万象万事产生分别，因为它全部都是我们真心所呈现。没有心哪知道相？知道相是不是都是心？所以心跟相它是合在一起。那之前我们有讲这个心静一如，不患思维，但不持善，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谓之有也。有没有？还记得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心静一如，我们心跟外面的环境就是现象它是一体的。那我们能够进入到一体要不要分别？不用，不用分别，一体了，没分别也不会产生喜欢讨厌，对不对？没有喜欢讨厌就不会取舍，不会取舍就不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解脱了没有？就解脱了。可是我们分别心强不强？为什么很强呢？就是从我相住在我相，把这个身体的我当成真的，住在这个身体，要给他利益我们这个六道轮回太久，既得利益已经蛮固定了，有没有？现在要把它呢这个既得利益全部都去掉，不容易，就是不容易所以修道是难在要跟自己作对了，毛病都吃在自己本身身上。只要我们把不正确的观念全部去掉，就恢复本位。本位就是佛，就是菩萨，就是摩诃萨，都是菩萨做大菩萨。那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呢？愿不愿意呀？所以就是要认识，我们认识真理了，就可以回到本位。我们都是佛，我们可以跟南极老仙翁一起站在高高的地方来看大地的混沌。第几次了？第8次，我们一次也没看到现在记得要看，站在南极老仙翁身边来看，看第8次，大地混沌，也就是圆会第8个圆会。那我们了解到，南极老仙翁还没有得到之前，就没有圆会吗？有。那我们有没有圆会啊？有。
所以啊，它绵延不绝，哦，没有一个开始，也没有一个结束，都一直啊，这样延续的。然后呢，沧海桑田，一直啊变化。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地球啊，我们经过下一个缘会，不知道是住在哪个地球，不一定是一样的啊。它所以有无量的佛世界，我们为什么都不去啊？去不去啊？没有勇气啊！我的家就加混乱了。所以要了解到所有的佛世界啊，我们成就的都可以去，可以去啊，所有的佛世界度化众生。那我们呢，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就是因为啊，善恶都分明，善的很善，恶的很恶，所以呢，活菩萨他们都到娑婆世界来示现，就是在这边呢，行功立德啊，会比较快。假如说我们到北俱泸州啊，北俱泸州呢，跟长寿天啊，他们的寿命平均都1000岁啊。我想想看，1000岁是多少？是我们人生的几倍？为什么有办法生存了那么久？有它的条件就是大家都行善，那个善能够使这个地生长的万物啊，都是养生。那因为我们凡尘有一半是恶啊，所以地长出来的有一半是养生，有一半是有毒啊，生。它刚好养生也害生，一半一半，所以我们就寿命只有100岁。要吃到100岁还要有条件，对不对？还不容易啊我们就想一想看，吃到1000岁，然后女孩子结婚几岁啊？竟然也知道就是500岁，500岁才结婚啊。我们现在啊，假如说500岁结婚的话，那所有坤道都不用结婚了，要没结婚的死翘翘啊所以我们了解到，那个啊，整个那个凡尘的善跟恶啊，鲜明。那假如说我们一直啊，又经过到那个生会的时候啊，人要灭了，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只有10岁啊，10岁啊，早一那当时要结婚，10岁就死啊，无较紧结婚的嘛袂负担分就跳跳，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外在的环境啊，随着我们众生的造业而决定众生都是行善，寿命就很长；众生呢造业恶很多，寿命都很短。因为地生长的万物啊，随着我们众生的那个善变化，这样了解吗？那我们假如说一直善都多，那呈现的是一些宝物啊，那个七宝，它就会很多。那假如说我们都是作恶，是一些七宝存入地下，然后呢沉入海不见了，我们众生呢见不到，因为都是恶。善的时候啊，它都浮现，都浮现，了解吗？所以我们共业非常重要，众生的共，大家都认为这样是对去做，大家认为这样错不做，那个共业就是很重要。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业的那个生存。那所以现在啊，我们从大的来看，10开天，然后5会观。
不会过去了啊。哦，现在已经走到未会，然后呢，哦，此会开天，口会辟地，隐会降人。哦，然后哦那个丑会辟地的时候，现在又进入地呀，要混沌。那所以往后的108年啊，地呀一下沉，不是说50年后啊，那个哪一个国家现在淹水那个国家？泰国。50年后啊，泰国整个在海面底下，古个拢去海水淹去，已经无陆地了。整个东南亚也一样，一直海水上升，陆地下沉。这个是大的啦，大方向。所以我们要了解以为说这个是我们什么减碳啊不减碳造成，其实那个是一个定数啦，就是会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啊，很少去研究这一些道理，而这个呢，就是在那个小图验师真啊，那里面有连带一篇啊，老母13叹，那里面的一叹就写出来，然后讲出来，说呢这个只会开天啊，5会关，天已经关了啦，那接着地就混沌，接着人就灭，人灭以后啊，混沌进入下一个缘会，那下一个缘会出来以后啊，又是只会开天，丑会辟地，到隐会的时候啊，人又降生了。那我们看老母那个续持戒，会说，我们在洗澡啊，老母把我们衣服、鲜衣鲜血啊都收回去啊，把我们赶到凡尘来，对不对？有没有看啊？其实那个是讲得好听啦，是我们起心动念，然后才降入凡尘。而且现在不是有很多求了道没有修吗？那个种子不灭啦。下一个缘会啊，比较清醒的都不愿意到娑婆世界来，不愿意到凡尘来，不要现象，不要太苦了啦，苦不苦啊？凡尘都是苦，只要落入现象啊，都是苦，所以都不愿意到凡尘来。那有求没有修啊，他就没有主宰的力道，他自己没法度主张了。那个业力啊，把它推，你不得不来。就像我们现在啊，业力把我们推到凡尘了，我们不得不来，来不来啊？为什么要来啊？这么苦，就是被业力推来的啦，我们都不知道，他都按你生出来。有原因的会升到凡尘啊，有原因的然后呢，我们一落入凡尘啊，是不是都不一样了？有的人那个呵护长大，有没有？有的人啊，在地上抓那个鸡食在吃，有没有？为什么会差别那么大？就是在凡尘的所作所为。我们都一直在利益众生行善。他出生的时候呢，人家都呵护，一直保护你长大，好不好命？有一些父母亲很忙啊，生下来以后你自己啊，自立自强，有没有？就让他放鸡去吃草，鸡无要吃草都爱牛在要吃，放牛去吃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落入凡尘啊，都有其因果啦。所以或者说我们老师那个谢谢你那一首歌啊，感悟啊生命有没有？因果谦虚，也是心念的累积，有没有？老师那个谢谢你，真的是可以说谢都给起啊。他的整个都讲出来了，只是我们都没有去体会而已。体会了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那个韩剧那么多人看。
因为他把握就是分相继相交替这几个字咱就围笑围靠跳无。不过大家看下美美有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最后那2句就体会到能够爱人是很福气，有没有？然后学会了圆满生命里面的圆昧缘起，圆昧煞意我们跟家人有没有煞意的时阵？有没有结缘的时候？所以那个圆昧缘起就是我们在凡尘的所有遭遇都点老师都把它点出来，所以有了道，让我们永远不孤寂，有没有？就是要研究这么殊胜，这么好的，不研究太可惜了，可不可惜？所以要从心理心法进入，这样听懂了吗？所以这个唯心以目今何所在？知道它在哪里了吗？这个还不肯定呢，要搁甲大身躯内底，对不对？大身躯较惯势已经那么久了千万要甲赶出去让它无家可归。所以要了解到我们把它赶出去不住在身上，就变成整个虚空都是家。我们不是唱一首歌吗？好大的一个家，有没有？真的好大的一个家，我们都嘴巴会唱而已都没有体会所以要了解说，我们现在的努力的方向，就是把灵知的那个真心能够启发，能够守住它。那个叫气生昧，守真常，常光就现前。常光就是我们本身佛性本体所发挥的光芒，那个就会呈现在我们眼前。所以成道成佛都不用怀疑。我们一研究心理心法，各位有没有这个信心就是了解到原来就是这个要成道要成佛就是这个尽虚空遍法界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都能够在日常生活之中能够体会，能够呈现，就已经努力在修道。还在不？而且这个上个礼拜回去在高铁上面看那个新闻，那个美国弥勒宝堂出的新闻嘛老师不是一直在强调嘛，一定要研究心理心法，可以让我们超生了死，然后可以成道，可以成佛。各位有没有看？真的有以后学的感觉论文拢讲到遐深，摕到拢甲束之高阁，迄上实在啦，食饭重要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前面这一段那个佛在问阿难唯心以目今何所在？那个是要启发我们对真心的认识，然后对真心认识那个真心即心即佛，那个心就是佛了所以成佛一定没有问题。所以前面才讲这个十方的如来同一道诸理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终始地位
中间永无知为趋向，有没有？这看过你还没记啊？我没看过而已啊，在前面哦，没多远的地方啊，哦，这个十方如来同一道，都相同的哦，这个道啊，然后出离生死，脱离呀哦，这个生死，脱离六轮回，皆以直心呐，这直心呐，就是正面真如，正面哦就是没有念哦，我们有念啊，叫做哦这个邪念，已经不对了，不正确了，哦，所以正面真如，那个呢叫直心，那直心呢，也就是我们的真心，也就是即心即佛，所以只要我们肯用用我们的直心呐，就可以成道。这了解吗？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啊，抽离了所有风土，已经呢不跟所有风土混在一起的那个知觉性，就是呢我们佛性本体，那个呢也就是真心，也就是直心。它同一道呢处理生死，就要用这个直心，用这个真心处理生死，心也直故，心也直，然后讲出来的话，也直。各位先生，我们日常生活讲出来的话，直不直啊？不直哦，不直在哪边啊？都有自私自利的气质在里面，对不对？所以心都没有直啦，讲出来的话也没有直。我们在那个应对进退，那个都是我们讲说都应付就好啊，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所以离修道真的还有一段距离，那我们心直言直，如是乃至终始地位，终就是结果，那已经成道成佛，始就是开始。我们开始修道，如是乃至终止中间，这个的中间呐，永无，永远都没有伪趋向，微婉曲折啊，我们现在那个看那个电视剧啊，它都微婉曲折，我们才喜欢看，对不对？那一个滴滴的要看不？你切到以后啊，切掉，这免看，一样会做结果你就知道，要不要看？因为没有微婉曲折啊，所以社会教导我们就已经不正，教咱都爱微婉曲折，要修成道，就不能微婉曲折，就是要直心，就是要真心。那我们开始当然有一点吃亏了，可是没关系啊，吃亏就是占便宜，一劳永逸啊，吃点亏成佛了，成道了，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所以吃一点亏没关系，真心一定吃亏，因为现在凡人那个私心自私自利的心都很浓厚。我们要知道，准备给人骗呐，会不会？我不管了，准备给人骗，佫真欢喜呀，绝对幸福的，绝对成就的。我们就是不甘愿。其实你看不甘愿是不是假的？对不对？给人骗是不是真欢喜？欢喜不出来。了业上的最好方法，敢给人骗？知影你咧给他骗，我嘛欢喜给你骗。你看会不会起冲突？不会高不高兴？
所以我们这个观念要改变啊，还真不容易呀，那我们要了解到凡尘啊，都是虚幻不实在，只要落入现象啊，纵然我们很会赚钱，赚到整个世界，一口气都不来了，要送给谁啊？带走嘛？他不走要不要送人？你不送人都不行就是要送人，那干嘛去争呢？要不要争？真的不要了吗？记得讲的以后不跟人争了，都会让人。所以而且就讲修道就是跟自己作对很多事情呢，自己能够放下身段了，自己能够放得下了，就海阔天空真的都是无忧无虑了，所以那个施主跟那个法龙禅师讲，各位都还记得吗？一定忘光光了啦，你脑海里啊，好我去早登去给人。那个施主讲，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住记住尽在于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皆思绝虑，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缺少，与佛无失，跟佛一样没有差别，更无这个呢别路，没有别的方法，就只有这个方法。汝但呢任心自在，莫起观行，然后呢这个莫怀呢那个愁恼，就是不要有那个烦恼，然后呢这个不做之善，不做之恶，行之作恶出目一言，总是佛之妙用然后快乐无忧故名为佛。这个是世祖跟道信世祖道信祖师呢跟那个法龙讲，那法龙的那个句各位还记得吗？对，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现在可以体会这个意思了吗？那个呢，我们呢就是恰恰就是刚好要用心的时候恰恰用心时，然后恰恰无心用，没有心可以用，所以各位姐姐，无心可用的心就是直心，就是真心那所有的生灭心都没有了，所以无心。我们要这个无心，生灭都不要了，无心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那个法龙讲的恰恰用心时真的恰恰无心用，然后无心恰恰用，无心的时候刚好给我们用了，都是用直心，都是用真心。那当用恰恰无，当我们用心的时候恰恰都没有生灭心。你有古人意思能造出来吗？有没有？所以那个法讲的就是帮助我们不要用生灭心，要用直心，要用真心。你有带吗？所以我们只要进入真理世界那个宽广无比非常宽广，完成所有一切万象虚幻不实，都假的啦，不要呢住在呢完成的万象，
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问阿难德：唯悉尼木今何所在？然后呢，这个7个地方呢，就是把凡尘所有的万象万事啊，不管是有还是无啊，全部包含在里面。那我们把这个7个地方所在全部都破除掉了，不住在这个7个地方所在啊，我们呢就尽了啦。所以那个万缘放下，就是放下这个7个地方所在啦，知道吗？有内容的哦。你用万缘放下，放下什么？放下这个啦。放下心在身内，心在身外，心潜入眼根。心见明暗。心随有，心在中间，心无着，全部去掉，忘尽。忘尽接着怎么样啊？对，忘尽了真就显。那个真显呢，就是直心，就是真心，就是即心即佛。司空山本净禅师不是教导那一个皇帝要他去找那个常春藤的那个吗？说你要问道呢，还是要问佛？他说佛跟道不一样吗？他说你要问佛的话，即心即佛；要问道的话，无心是道。有没有？都没有印象所以我们都可以一个一个把那连贯意思都呈现。在讲的时候有时候是先讲一些纲要，然后呢把那个内容慢慢我们往后解说。那解说的时候因为虚习的时间久，然后呢了了分明就呈现。有没有这个感觉？所以我们刚开始没有讲那么详细啦，可是现在越来就越详细，有没有？都愈了解对不？所以我们就了解原来万缘的放下是放下是一些凡尘的万象万事，不管是有，不管是无，全部放下，全部放下，忘记，然后真显。所以那个一念不生就是真显。那个真显那真就是佛的本体。咱就是要爱追求这个啦。追求这个才是正确的方向。不然呢，我们呢中间都有很多不该努力的，很努力甚至跟人家吵得很厉害。有没有？点滴在心头。知道就好了就不要讲。所以我们往后就是朝心性的方向来努力。努力的把心呢整个呈现。要记得心有灵知的作用，凡心所在之处一切均能分明了之。安尼样未？我感觉清楚。心有灵知，灵明知觉，灵作用，凡心所在，你的心里都有一样。你一切呢均能分明了之。安尼样未？对啦，就是这样心里都有一样，拢清清楚楚。所以或者一直讲说我们时事古今不离当下。有没有更详细的？那个时事古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它各有3世就9世，加现前一念就10世。那10世的古跟今是不是显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不要起3心就没有4相，没有3心4相，3世摄受我们不住，我们就不进入6轮回。过去是吸咱未着摄受我们不住了，未来世也摄受我们不住，现在世也摄受不住，都没了。我们就脱离6道轮回了。这样了解吗？
有没有一点困难？好像不止一点哦，是很困难。不过哦，不是不能做到，而是看我们有没有心。哦，有心做的话，一定可以达到。哦，我们也都有看那个弥勒鲁巴，有没有？弥勒鲁巴那个修哦，那个苦啊，为什么要修那么苦呢？就是因为他害人，害死人了。哦，还要一个苦来磨练，把那个业障全部都磨掉。所以他一直就是能够撑过那一种很苦的那一种那个生活。他师父啊马尔巴，他故意的要他去山上盖房子，然后背石头上去，对不对？然后盖好了以后说啊，我说错地点了啦，是在这边山头，不是那里啦。你把它拆下来盖到这边来。他又把那个石头啊拆下来，然后盖到另外一座山过来，然后有那个师兄弟帮他。那个马尔巴说：“这个石头不是你搬的啊，这个是谁搬的啊？”都师兄帮我搬的。不可以，要你自己搬。就是那么苦啊！中间很多次都想放弃呀，可是他想说。这一生啊不能放弃，还是要努力修了。到后来你看没得吃，对不对？吃那个青草啊，就是那个野生的那一些就吃到全身啊发绿。那人们见到他，问他说：“你是人还是鬼啊？”他说：“我是人啊。”他怎么会变得这样？没得吃了，有没有？有没有看？那个弥勒鲁巴，所以他就讲，他说我们凡人在凡尘多生活一天多造一天的罪，然后入地狱唯恐不生，受罪的时间唯恐不长，是不是这样？真写实那个是老实话，因为多生活一天加足这生灵的对不？是不是多遭罪一天？有没有？命愈长罪愈大，爱较早死。所以我们不用那样，我们可以不吃那一些生灵的东西。不跟他结恶缘，我不跟你吃，你没当给我吐啊，对不对？像我们这个南部比较有养那个家禽我们自己养的要杀的时候不是要去称多少重量嘛？有没有？你自己吃了抬的话，那就过去，有没有？那个就是明白的跟他讲。我吃你的时候是几斤几两以后你要讨回去不能超过，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然后杀的时候做鸡做叫不了时，一刀送你去出世，让你去做好嘢，人会惊你。还有很多借口嘞，要杀就杀你，还有一些呢借口可以说。然后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有那么大的能耐，有那么大的功德吗？可以就是使他呢，能够超生。所以那些他就讲说有这个你有德的话超我身，你无德的话还我命，是不是这样？那我们有没有德都没有对自己也没信心嘛。自己要有，因为我平等了，内心之中平等了，德就出来。六祖讲的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你都平等了，没有分别心了，德就出来了。
所以在日常生活呢，就是要培养，尽量把那个分别心淡薄降低，然后这个利益众生，只要一段时间一样会习惯的。你习惯了无做会怪怪，对不对？做嘛也习惯，做嘛也习惯。那我们喜欢好还是喜欢坏？往好的方向。一生很短暂，一转眼就过去了。所以不知道哪一天这个把命要毁了。或者都在想那一阵子啊，我们休息50天有没有？看到或者徛都徛不掉有没有？你都想讲要来给他换一下。那个时候一口气不来啊，不见了，没去啊，很脆弱的啦，所以唔能靠势啊，唔能靠势，我只用我较老再来修，袂有你观察第死的唔是要第老的对不对？所以啊，有时候啊，那个年轻人很快啊，不见了，去倒位啊。所以我们凡人在凡尘啊，这个要把握，把握再生的每一天，就要赶快能够呢及时修道。哇，今天1个多小时了，时间过得很快所以我们呢这个接着啊，就从什么？聊30分钟啊，不过你都唔问呢。你都唔问，我唔再讲聊10分钟就好。要是你们像台北的前线我都要等你讲的都差不多问就抢着要问，那样的话我就会留很长，因为我们这边人多了，不敢说当下就可以问，因为安利也混乱，所以才留下时间。既然你们要30分钟，当然会满你们的愿，连30分。那我们呢就看那个耳识恶难呢，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啊，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啊，合掌恭敬，耳摆佛言，这个前面的叙述啊，那个惩罚的那个礼仪。我是呢，这个如来最小之弟啊，这个阿难呢，跟那个释迦牟尼佛是堂兄弟啊，释迦牟尼佛年纪最长，然后阿难呢最小，所以我是如来最小之弟。然后蒙佛呢慈爱，就是佛呢，都很这个照顾他。虽今出家呢，由是啊教理，虽然现在已经出家了，在修道了，可是呢，内心里面啊，还尝试着克谁啦？克谁公我的堂兄就是佛，所以那个骄礼，就是有一点骄傲，然后他的堂兄会可怜他，所以多闻，就是多闻，一直呢，听所有的修持法门，未得无漏，还没有到达那个无漏，所以那个无漏就是已经成就了，能够成菩萨成佛就是无漏，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漏，翻成中文叫做烦恼，无漏就是没有烦恼，那没有烦恼就是已经成佛成就，那我们了解说，在这个字面那个漏。那个漏就有一点那个精神外放，我们精神一外放就漏，所以那个无漏就是精神都能够回光返照，都能够收回来，那不能折伏
娑毗罗座，就是没有那个功夫，没有定力，那个大梵天的娑毗罗座都没有办法折服。那么为彼所转，被那个座转到呢那个灯阙的那个启示里面，逆于云舍，就是没有办法主宰自己，当由不知真迹守义就是呢我不知道那个真如实际它所在的地方，那个义就是呢所在之处啦，唔知讲真如实际伫倒位才会安尼这样凄惨去用安尼摆布那么唯愿世尊大慈哀悯开示我等奢摩他路，就是希望呢释迦牟尼佛希望他的堂兄呢能够呢大慈哀悯，能够可怜他能够呢开示我等，因为还有非常多的大众一起在听奢摩他路就是那个修道成佛的一条道路奢摩他路。奢摩他呢跟那个三摩地跟禅那我们之前有讲，翻成中文三个都叫正定。那奢摩他它着重就是领悟真理。三摩地就是实修实践实际去做。然后禅那就是已经有功效功效呈现，所以三个内容不一样。虽然翻成中文全部都是正定，是从佛性里面出来的正定，可是内容不同。那么毁灭律机这个呢奢摩他路令之忏提，忏提的是一忏提没有善根没有善根呢叫一忏提那毁灭律机就是毁那个毁就是毁掉灭律机呢就是恶知见，就是我们那个负面念头叫做灭律机那个恶的知见。那么作是于语五体投地两只手两只脚然后还有那个额头五体呢都呢碰到这个地上。那么集之大众这个亲可翘住，这个大众也很喜欢知道这个真理所在真如那个实际真如实际的地方所在各位知道了吗？真如实际知道了吗？无得咱讲讲话经，讲到拢就要无声。我们讲的就真如实际知没？那个换一个名词糟糕，都拢无去他讲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真如实际非常切实的它的地方所在。那我们都知道它的地方所在知不知道？那个灵知就是它的地方所在所以呢以大众亲可翘住都一直好像已经很口渴一直在等有那个饮料可以喝他一直呢翘住一直等安尼头也关关的等下亲闻是会，就是呢能够听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开示教能够教导那么尔时呢世尊
从其面门放种种光啊，其光呢晃耀如百千日。这个时候啊，释迦牟尼佛从那个面门，这个面门啊，就是我们那个五根啊，忌讳都会之次，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五根也同时在放光动地那个佛在那个放光动地我们一样在放光动地，只是我们都不知道而已那个面门就是呢要我们了解我们那个六根性上个礼拜所讲的那个六根性，然后放呢种种光不只有一种是种种光，那么其光呢晃耀那个光啊非常明亮好像有100个1000个太阳，我们一个就很亮了，对不对？它好像呢100个1000个，所以我们的佛性都是这样有100个1000个的亮，可是我们现在拢自己要看的，自己遮住它所以不见那个亮那个亮也都不见。那普佛世界6种震动所有佛世界6种震动如是呢十方围成国土所有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的围成国土，然后一粒围成就是一个国土非常宽广我们所看到的都太渺小了啦，咱敢若看到一个所有世界的这个国土呢这边呢就讲十方的围成国土一时开现能够呢同时能够展开显现佛威神令之世界合成一切，然后佛的那个威神力道令呢之世界，所有佛世界呢就合成一切那么其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有一切的诸大菩萨所有的这个大菩萨呢皆住本国合掌成天不用呢赶到那个普陀林来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我们一进入到正定以后自在本国，自在自己的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上面，然后呢就可以听到那个释迦牟尼佛讲说法。所以以后各位浅显修成了以后你就坐在你的家里就可以听到呢这个十方之佛在讲经说法，有奥妙听到像在说卡通确实他们都不用来来去去了只要进入自己的性温里面，然后在正定之中就可以听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免来来去去。这一段呢就是讲这样那么佛告阿难这个佛呢跟阿难讲说，一切众生呢从无始来种种颠倒业种这个自然如二叉戟我们呢这个众生从无始以来就是太久了啦没有一个开始就故为故拢颠倒，我们众生呢都是颠倒，然后业种咱种业种的非常多自一直在这个造业，然后呢好像呢那个二叉戟那个印度的水果一地有3颗一个地头有3粒就是呢二叉戟。那么知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得成声闻缘觉及成外道知天魔王及魔见熟
皆由不知啊两种根本错乱修习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佛就明确的把它讲，摸到根的成仙做佛啦，摸不到根就瞎修行啦，这边呢就是我们不知道那个根本，然后错乱修习各故都修不成啦。所以各位一定要了解成佛的那个那个因那个成佛的因就是呢我们的真心，就是直心那个才是成佛。那不是的话呢就不能成啦。我们从事从相或者都一直强调那个事跟相成不了的啦。你做啊足多做啊他都拢全累了那个只有了自己的业障以及跟众生结缘，那个跟佛成佛成道没有交集。可是我们现在好像努力的方向都是朝事跟朝相一直在努力，对吧？对不对？可以成佛成道吗？你看我们研究心理心法就了解，那个不能成的啦。事相变化无常，你伫个变化无常的内底，要让它成道，要让它成佛，不能成的，一定要不生不灭的，一定要如如不动。那我们对我们自己那个生不灭、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都认了，然后启发了，然后运用了。那我们就一定可以成就，时间早晚一定成就，这样了解吗？要听进去我们的佛老师不是说嘛要听进去然后要做，有没有告诉我们说一天20分、30分1个小时、2个小时，一定要挪出时间来做。不了解的话要先听，听了以后了解要做，就可以脱离苦海，就可以超出6道轮回，超生了死，是真的。或许上个礼拜六又看那个老师说的，在美国说的那么详细老师很疼爱他的，讲他叫详细，很多地方都一再讲。因为安尼再三交代，讲要半个小时了，现在一个看成29分了。好了，我们就留着这个下个礼拜再来讲。然后呢，现在就给各位提问，要问不然下个礼拜我们又收回去10分钟好，请说。第一个问题，后觉多苦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以法度更深一层，也就是处于快熟对紧的状态。换句话说是不行的事，可是并没有得罪，因为有人走过来，轻叫一下便醒来，但是眼皮很深，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通常30分钟以内会自动清醒，精神很好。请问是做对了，还是根本就算睡着了？因为呢，各位的用心程度啦，跟所报的那个方向都不太一样，所以呈现的那一些功效也不一样。可是只要我们心思一定要正，不能起心动念，不能胡思乱想，不能呢对自己没信心他不管遇到什么他都是野他把它放下，他是能睡就睡多睡了，睡了他精神就恢复了那个对我们身体有帮助还有吗？第二个问题，每一个大圆会都一样有阴阳、红阳、白阳3级，及像现在的普度众生吗？
那个大致上都是这个样子的，大致上都有青阳期，因为呢青阳期啊就是万物啊生发的时候，红阳期呢就是万物啊成熟的时候，然后呢白阳啊就是已经结果了，都有这个构成啊。我们所有的万物啊都是这样，有青，然后呢到红，然后到白，都有这个构成，大致上呢都是相同。倘若有招众生都度尽了，还会有大圆会吗？众生都怎么样？度尽了，众生度尽了，众生都成佛啊。那成佛到佛世界，所有的佛世界啊，非常的宽广。那所有的佛世界里面也一样千差万别，有全部都是菩萨，有全部呢都是阿罗汉，然后呢也有那个缘觉的一些掺杂在里面，所以要能够度尽众生都成佛啊，那个是要很大的那个心力，以及很久的时间，所以我们想象想得美啊。第三个问题，灵性和活性的差别之处是灵性有前世带来的气禀和世心，以及七情六欲来投胎是吗？这个呢，我们就是要因为跟各位都有关系。佛性呢，它是常住不迁，没有变化，不生不灭。可是我们的秉性跟习性，秉性是落入凡尘，接受气禀那个基数那个叫秉性。那习性是我们六道人为自己养成习惯性。那个习惯性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秉性就是我们接受这个气数。或者之前不是讲嘛说假如两个已经有相熟识然后见到面试验他有没有在气禀之性里面就跟他讲你今天脸色怎么这么难看你是身体不舒服吗？然后你会头摇一摇，有没有真的有一点头痛？然后身体摇一摇，不舒服那个就叫气禀之性。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呢，又然后他讲一个相反的方向，说你今天是有什么喜事啊？怎么满脸春这个时候你的反应，全身都轻了，减少10公斤了，那个走路都会挥了，那个叫气禀之性。我们有没有啊？这个不讲还不容易发现，说那个气禀之性都是气数。现在人跟你讲，你最近有那个灾难你要小心。然后你最近都诸事不如意，有没有？那个叫气禀之性，就是气数拔掉的啦。你知影无？所以这拢去互暗示伊甲你讲你会安那，你一直想讲你会安，本来不会啦，结果你想法全正是拢成事，那个叫气禀之性。习性就咱的习惯性啦。你用倒手食饭用正手，迄做习惯性。你若出事拢用倒手你就倒手管。这样了解吗？还有吗？第5点，在公司上班需要计划很多事情，是未来心事吗？那个叫做要吃饭。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策划，你在当下专一，专一就是道了。知得一万事毕。你知道这个一能够专一，你在策划的时候就全心投入策划。那策划完了，抛开，不再去管它，这样能够了解吗？了解。不是说我们不吃饭的啦，大家都要做便当，还是要吃饭所以上班赚钱还是要记得那个随缘之用，一次而不是本体。还有吗？最后一点，我们做万言放下，一念不生，所以连正念、善念都不应该有24小时保持无念，是吗？对，正确。那个所有的念都不要起，不要说我这善呢，我都要赶紧起那个善念，不可以。因为在真理世界里面没有相对，是绝对，是一体呀。你看老师说谢谢你，里面不是讲吗？造化之中我们原来是一体，有没有？一体呀，一体哪有善恶？所以连善都不要起。没了？还有请问刘讲师，大学首章大学之道能力的在心灵在行之上的解说和看法。那个大学大就是人得一人得一为大，然后就是学大，我们要学人得一得到大了以后应该要怎么样学到那个大。所以大学就是学大。那我了解这个大，就是记录性理心法。所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是佛性本体呀。那个在明的那个明是使我们的佛性能够光明，所以那个是修。在明德的第一个明就是要修。要修，我们佛性才会恢复光明。然后在亲民，那个亲民呢，我们要了解，就是发挥度化众生，能够呢自己当新民，新的一个人民，然后要使所有周遭的人也一样能够呢当新民，然后再止于至善。那个至善宝地我们就是要了解，要到达善之又善，至善，那个非常不容易还要自力，就是要一直努力朝那个向，这个就是大学的3纲领。还有吗？还有真的半个小时。有一些在说求道修道。办道已经好几年了，但是后来又去办青海无上师，又过了10几20年后归空了。请问这样的道心算不算反道？归空后又往哪里去？灵性要归去哪里？这个因为他心不定得到最好的还不知道是最好，然后还要再往外去找，他等于是说他已经迷失自己了。所以那个五祖那个对六祖用袈裟围着说金刚经，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呢言下恍然大悟，接着就讲何其自性本来见，有没有？那个何就是为什么啦，期就是期待。我们为什么期待？就等于是向外面去找自性啦。为什么向外面去找自性呢？因为我们自性本来它就清净，本来它就具足，本来就可以生万华。你为什么又要向外去找呢？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对自己要有信心。我们得了已经就是最殊胜的的受记了。那你还要再去别人再去追求，你就否定了，你把前面的都否定了。那你否定了去哪里？要去躲？去哪里啊？去哪里投荡？到处流浪，做游魂啊！还有吗？名字是这样，名字是否勾出天盘？啊？就是像他这个情形，他的名字是否勾出天盘？已经是当有粉了，够不够吃？他自己放弃了，不是我们不要他了，是他自己放弃。有吗？还有啊？归空后是否又要到地府阎罗王那里去？慈悲说你求道的时候那个表文都不升天，表文不升天呢，三官大帝没有接，三官大帝没有接十部没有除名，那你这个过往了归空了，你就地狱报道。那像他这种其实是九贤七祖也会被拖累吗？一样，你都没成就，有九贤七祖哪能沾光？都被你拖累了。本来还不错了，所以按那闭结转几堂课。最后一点，经线断了怎么办？经线断了怎么办？这个没有了解到我们的这个经线就是从无极、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它都相中相凑。它有我们要了解说有掌天盘，有掌道盘，我们都承续下来，这样呢就是一个经线，并没有说中间怎么样就断了，要跟等于。所以要了解到，全部都是在心你的心断了它就等了了你的心不断了你心中有弥勒祖师，我们老祖师，有我们济公佛老师，有我们掌道盘的老师它断不断？不断啦，哪会断？他自己断他刚才要断就没法度这样了解吗？各位学姐了解吗？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们都相信我们走的是正路是非常正确的道路没有拐骗没有骗人，很切切实实。有影呢，一个人就问要几要到20分难怪要30分钟。还有好，你说。有位学姐在说，在921大地震之前，后学在921大地震就梦见儿时棺木鬼魂飘飘。第二次前年梦见柬埔寨大水灾，今年金边和泰国又大水灾，最近后学又梦见忽听大水来了，跑出去外看，外面好多人手伸在水外头都趴在水下头往下都死了，我很担心众生受劫，又不知要怎么办。你是想一手把他们捞起来吗？只有祈求台湾平安，是否有什么方法？我们要知道这个仙佛在的告诫说，这个灾劫连连一直都接踵而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啊，确实啊，世界各地啊，灾难重重，都一直啊，一个接一个，一直逼到我们众生的这个现实生活来了，所以那个啊是告诉我们要呢赶快努力修道了。我们是以道来拯救天下，不是用我们的手去拉了，用我们的手去拉那个都有限了，而且也不成就，要用道，就是用真理啊来救度众生，那个才是正见啊，所以只要有缘，我们随缘，有缘呢，一喜欢听你就讲给他听。不喜欢有厌恶的神情出现，你就起都不，就不要讲，不要让他造业啊。他诽谤经典，诽谤真理啊，罪过很大。所以我们就随缘能够度化众生就度。那我们也讲了这么久，有六祖坛经，有道德经，有现在的楞严经，我们请他看，请他听。这样呢就帮助他了，真正的能够听得进去，看得下去呀，他就会改变，一改变了，就有成佛的希望，没有吗？没有了，那还有10分钟，好，请说。刘讲师好。好。刚刚讲师课堂讲说13探里面有智慧开天，五慧闭。那你刚刚课堂是说现在天已经关了可是在我们认识里面，智慧开天、所谓霹雳五慧生人，那后来的成语是灭人、灭地到灭天，那这两者之间会有冲突吗？没有，它是一个气数，固定的自然的变化。智慧开天，假如说各位有看到呢，那个黄母13探在不知道第几探，大概第7吧。他就讲智慧开天，然后五位观。接着底下呢，并没有讲地跟人啦。可是我们从那个真理来推敲，天，先开天，然后辟地，然后人加持。然后现在呢，观天一样的地混沌，然后人美，然后天地混沌。这是一个自然的运作，自然现象的运作啦。我们看那个科学家都说我们这个地球有几十亿万年，那我们也都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这么几十亿万年的过程，没有。可是呢，以现在的科学家所能够吸收到的知识就是我们整个天气的变化影响到整个冰山融化，融化整个地球水面上升，陆地下沉，就这样我们就可以判断，那个陆地越来越少，就已经沉在海底下。那我们人都当鱼爱成蚵成蚵来水底穿开，这是自然现象，那是一定的。不过你也不用烦恼，因为那个地混沌还有10800年，什么叫开始呢？到人类那么久，2万这个多年，21000多年，咱的福性拄会到咱的身躯拄会到啦。好，那第二个问题，好，请说。不是那我们换方向的时候，就是用恶念自己，然后正念也不要。可是我们又鼓励大家发善愿，那这样子会不会有冲突？你迄真爱吃菜米的你都把它混在一起要分开，角度不同。我们那个心存善念是在日常生活中，那个心存善念，那个不施恶不施善，是要进入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没有善恶的，所以那个是要进入佛性本体。进入佛性本体跟我们日常之中的应对一不一样？
哎呀，不一样的啊！你拢个搞搞做位，那我要怎么回答？就是说，当有时候我们静下来，我们念，说，比如说我想去化众生，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这个正的念，我们你说好，那我们就当下发3愿，而在我们里面就说，这个也要放下。好。这个发3愿。好，请坐。那你这样的话是常发愿的，不是发愿常。了解意思吗？你的愿不是咧发啦，所以不是无的，所以你那个愿是生灭的。一个愿下来不生不灭，一生都无够常来实行，都无够。过来生，过来死，拢还佫有你这个愿，那个才叫真的愿。你的念的都还佫发，念的都还佫发咯。那个生灭的，那个不要了。这样听懂吗？拢无讲，我咧讲拢无讲还有5分钟。好，那第3个问题。还有。分享生魂、觉魂跟灵魂。那因为我们对这种事情还是体验不太深，所以说能不能请刘讲师把这个稍微解释一下？那灵魂跟灵性之间是不是等同，还是说它有不太一样？好，请坐。我们也要知道说，那个生魂啊，生魂不只有我们人类，植物也有。我们植物啊，也有生。植物它没有觉啦，它只有生，所以生魂就是植物。然后觉魂呢，就是那一些动物，动物它知道饿，打它知道痛，那个就是有生魂，有觉魂。然后我们人呢，最灵，它还有灵魂，有生魂，有觉魂，还有灵魂。可是我们就是要知道那个魂怎么写。云鬼对不对？云就是佛说，佛在讲鬼，就是我们的魂就是走路6道轮回，在6道轮回里面轮转才叫魂所以我们都讲性，对不对？性怎么写？立心生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立志心，我们要立志，然后生。那个就是我们佛性，所以佛性跟灵魂，它呢各位要了解到不一不二，不是一啦，但是也不是二，因为我们到地狱去我们的佛性也陪我们去那为什么我们是到地狱去受苦？因为我们造业。所以要到地狱去，那佛性是无所不在。你到天堂，你到地狱它跟它都在，它都有。所以为光明权，这佛呢，那个身有光明，就是光明权。然后呢，照耀我的心目，和我的心跟我的目睭拢真光。那佛又问了：如江水见？你看是不是很明白？泥江水见，什么人看到？你问什么人看到？跟阿难讲，已经针对阿难，还在问他泥江水见。然后阿难回答我以大众同江远见，哇，水声会挖去是眼见眼见是什么？就是见成伊无见性伊见成。你看安尼还有够远无？所以我们就发现说阿难比我较戆，我就知影讲见性伊还个伫咧见成，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阿难是悉地非常的善良。要引导末法众生来修道，
所以视线啊都很低，程度很低。但他已经得到出国须陀洹，已经那个见后都消失了，怎么还会呢？用眼睛来看，不会了。所以我们从这里的角度来推敲，就知道阿难是故意示现，要佛来讲，把那个真理讲出来。所以我们不要说阿难比较较戆，较巧较戆。所以那个心地很好。佛的话众生相信的程度高了。那阿难讲大家相信也阁无遐悬，要佛来讲。那么佛告阿难，佛要跟阿难讲，汝今答我，说你现在回答我，如来屈指为光明泉，耀汝心目。这个都是现象实际就是这样。那么汝目可见你的眼睛可以看到，以何为心？当我泉耀。你是用什么心呢？来看我这个屈指这个光明泉。这样了解意思吗？了解。这个呢就是已经呢把它点明。说呢，以何为心你这个心是什么心？所以我们了解说，心有四心，有生灭心，然后有我们日常生活应对的那一种的妄心，都是心嘛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研究了以后来看那个法龙讲的话，恰恰用心时那个什么心？黄用什么心？那已经呢，就是把这一些妄的心全部都去掉了啦，全部都去掉，叫做无心。我已经无心了。没有心，那没有心就进入真心那有心的心那个有企图就是有私心，那就有喜欢讨厌的心。我们在生活之中是不是都这样？喜欢讨厌很强烈，喜欢想拥有，讨厌就排斥，然后所作所为就造业，造了业就受苦，自然形成了。那我们了解说，把这一些四心、生灭心全部都去掉，没有了，那个7个心的地方所在，全部都去掉了，叫做忘尽，叫做万缘放下。你念起来没？意识拢甲念起来，万缘已经放下了，一念不生呢，就是无心了，无心真心呈现。那真心呈现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心脱离生死。还有了解不？非常的清楚明白，所以这个佛一直要把那真心征出来，征召出来，一定要切出来。说以何为心？当我全了。阿难就回答说：如来现今真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穷行主即能推责，我将为心。假如说我们在文字里面看一看阿难有跳舞，那个推穷行主我们凡人不是都这样吗？会晓推穷行主是不是拢真跳？对不对？结果你看推穷行主是不是离真越离越远？所以真呢就是要放下万缘，不能呢再去推穷行主。推穷行主就是自以为是自己一直找
那个理由，一直找理由，那个推崇行主啊，就是那个六祖所讲的那个大家开会那个集思有没有？然后共建，大家拢用你的地位把迄个收到答案讲出来，安尼来迄个方法就真悬，就这样。推崇行主啊，就是集思，大家集合了、集会了，然后来提供最那个完整的那个整个意念。所以老先生时常讲，修道哪有开会？可是奇怪，我们时常都在开会啊，有没有？我们开什么会啊？以真理的角度来讲，我们那个就是检讨过去，开会就是检讨过去，策划未来，对不对？那检讨过去，策划未来，把握现在，是什么要用？就是现象要用佛性要不要用？佛性不用，所以我们一开会以后就落入那个集善，收集那个善，所以叫教化。老天时常讲，我们负担的使命不是教化，是传道。那传道唯有我们老师掌道盘才可以。你宗教它只有劝善，你行善了它宗教的目的就达到了，没有再往上推的那个前辈。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是办道，就是传道，不是呢在那个宗教方面的那个就是集善。把大家呢都能够善心培养，就完成了。所以完成很有名声的都是大家拢捌，那个就是一种教化，行善的教化，这样了解意思吗？或许是把那个老前人的那一种理念呢把它推广出来。所以我们一定呢，要秉着现在呢，沾到上天大开普渡，佛老师掌道盘，将道呢传给我们，我们也要继承老师的意思一样传道，不是呢在劝善。当然劝善的我们也要去做了，只是目标一定要了解，就是传道，传道一定要有。那个掌道盘的祖师才可以，了解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都很辛苦的，我们都是人在福中不知福都不知自己很幸福转世在这个最理想的那个修道环境。个个都具备了我们所有好条件都具备，再不修就可惜了所以要努力修。那么接着释迦牟尼佛就讲一个字斗，那个斗就是骂人的意思啦，那个佛在骂人不会脏话。不会用脏话所以他只有讲斗，说阿难此非汝心，这个不是你的心因为这个都是变化无常不是你的真心不是你的直心，你要用这个心呢，没有办法脱离生死，没有办法呢
走路啊奢摩他路，没有办法。那么阿难呢，觉得必坐合掌，就害怕，阿难呢害怕，然后避开他的座位，然后合掌，起立啊白佛，就是站起来，回答这个释迦牟尼佛，此非我心啊，当名何等？说这个啊不是我的心，那么这个叫什么？阿难呢说这个不是我的心，那这个叫什么？佛呢就讲，此是虔诚啊，希望相想，显现在眼前，凡尘的景象叫做虔诚。那么这一些凡尘的景象，它都是虚妄，都是变化无常，都是假的，所以啊，那个相，你从这一些虚妄的相产生的念头想，惑入真相，迷惑你的真相，这样了解意思吗？一个字一个字那个含义呀，我们都呢把它呢这个详细说明，说显现在眼前凡尘的景象，这一些景象呢都虚妄不实在，那么这一些虚妄不实在的相，你产生想就是念头，它迷惑你的真相。那么犹如无始，非常久远，那个开始，没有一个起头啊，也就是一直这样过来，自今生一直到现在，认贼为止，就是认这个虚妄相当成你的真心，就是认贼为止。所以啊，失掉你的延长。言就是本来，常呢就是常住不迁，如如不动，故啊受人转，所以才一直六道轮回。这样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六道轮回了吗？我们就是跟阿难讲的一样啦，就是因为啊，显现在眼前啊，凡尘的这一些景象，我们都把它当成真啦，所以迷惑我们的真性，我们真性呢都已经不明了，不了解了，所以无始一直到今生，都一直认贼为止。我们有没有认贼为止啊？没有啊。我们都认为那个心呢，就是我们真心呐，这个就叫认贼为止。他听没有？没有，刚才真心都听没有？非常的喜欢他，爱他，结果有没有被他害了？害得很凄惨有没有？已经安尼千千万万世啊，安尼害到咱拢袂醒，对不对？所以我们佛老师才讲深信我们人生可以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我们这么久了有没有留下一点点记忆啊？有啊。我们前生做什么啊？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不研究真理的话，还不知道说一直在六道轮回，经过这么久我们讲6万年只有这个缘会啊，那之前的6万年几千个、几万个、几亿个6万年，我们都经过了，有没有一点记忆呀？老说深信可以耶。所以要了解说，老师鼓励我们研究了说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在六道轮回，时间竟然有这么久，都还没有清醒，清醒了没有啊？
还很少了哈，清醒的都还不够，可能刚眼睛睁开了哈，睡觉的时候啊刚眼睛睁开一点点，还没有大醒过来，所以我们要深入就是在日常生活，老师教我们10分钟也好，20分钟也好，30分钟也好，要把它固定做万年放下这样的话呢，一定有功效你一直做一直做，你看直心出来了，然后身心，然后大心然后脱离生死苦海。我们不是那个时候讲吗？司机而龙现淹没而雷声，然后神动而天水那个都很有深度，有没有？我们在家里面做司机就是静居在家里啦，龙现就是神通万物。你看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会不会神通万物？就是可以神通万物。为什么呢？全部都是佛性整个天地的造化造呢就是从无到有，化呢从有到无，都这样一直在变化，对不对？可是我们都不知不觉，都不怎样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呢，慢慢那个知觉性佛功能作用，全体大用都会呈现。呈现以后那个时候内心了了分明就不一样了，不是这么粗浅的人生了是很深入的一深入了以后那个是无言之法都能够得到的，非常的有内涵，所以表现在凡尘人格都很切高那所有的容量都很大。我们现在容量大不大？都不敢讲，还佫加2家大，大概不会了吧？都宽广了量都宽广了，是不是自己可以发觉？度量大不大？自己是不是可以发觉？家己多细？都不敢讲所以那个现实生活里面我们要借着借假嘛来修真现象都是假那借这些假的现象，把真的佛性修正出来。那真的佛性出来，我们自己了了分明，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啦。所以自己修到什么程度，自己一定知道。要自己力。所以我们佛老师一直鼓励或者看那个美国那个弥勒宝塔那个新闻，有没有？老师说，能够戒教的时间都很短，可是里面很多段都一直鼓励研究心理心法，一定要研究10分钟、20分钟、30分钟要固定一天。老师说100天各位有没有看有有看的人很少了，2、3位没看的人多了因为都要赚钱没用没用通看，所以有一天那个无常来召唤的时候你要记得跟他讲，我没用唔通一声伊来招你就去你要讲我没用。像这一次我们不是休息50天嘛我嘛甲讲我没用我讲我足济愿拢爱了我没用，袂使甲我带去，所以他又放我回来了。我们才有资源共同研究
棒不棒？很棒哦。对，所以要你哦。这个假如说再来一次的话，可能他就不讲情了。你袂使大概都无赢啦，一定要有赢的时阵。无赢，你看老师拢叫我要记得要休息。迄就是爱有赢，有赢才会当休困啊要休息，记得要休息。可是或许是越讲的话会越高兴看大家都能够走入真理世界能够明心见性能够走入修道轨道无比的安慰所以大家要努力。阿难白佛言，阿难呢他又回答说世尊，我佛从弟因为这个阿难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阿难是最小年纪最小，释迦牟尼佛年纪最大，一个最大，一个最小，所以他讲说我是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很宠爱的弟弟，就是都安尼互伊照顾。那么心爱佛故就是心很喜欢佛那个32相80种好。那么令我出家就是心爱佛才呢令我出家，让我能够呢离开这个烦恼的娑婆家进入呢真理领域来修持。那么我心何独供养如来我的心不只有来供养如来，乃至就是中间有非常多的他都在供养遍历恒沙国土经过非常多非常广的地方所在，曾是呢知佛，就是那个佛交代的事他都成事，他都去做那个成事呢知佛，极善之事有那个呢在凡尘一直在引导众生修道的都叫善知识那我们了解说凡尘有很多的修正者他发心再来，那些呢都是善知识。那么花大勇猛阿难说他花那个很勇猛的心行之一切难行的法事去做呢非常困难的这一些佛法方面的事情，皆用此心都用心，都用四心都用推穷行主的心。那么纵令办法先下面讲反面的这个前面讲那个正面，那么办法这个是反面。纵令办法永退善根亦因此心。假如我会毁谤佛法，善根都退掉了，也是这个心。若此花明现在释迦牟尼佛把我所用的这个心把它发现明了，不是心者，这个不是心，那我乃无心我就变成没有心了。同知土木跟那个土跟那个事木已经相同了。那么离此觉知更无所有。我离开这个世心的觉知已经都没有了啦，我全部都没有了。那么允何如来？为什么现在呢？释迦牟尼佛说此非心，说这个不是我的心我实惊怖我实在呢很惊讶，很恐怖坚持大众无不疑惑。这个阿难要拖别人落去死家己讲的也无够还佫拖一个大众来斗，安尼较有力所以坚持大众无不疑惑，他们呢也都很怀疑迷惑。
那么唯垂大悲啊，开示为悟。希望释迦牟尼佛能够呢大慈大悲，能够开示啊，还没有领悟的部分。那么尔时世尊呢，开示阿难及之大众。这个时候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开示呢这个阿难以及呢对大众讲，意令心啊入无生法忍。要所有的大众以及阿难让他们的心啊进入无生，进入啊没有生没有灭，无生无灭那个法，人就是安住不动，进入啊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法，然后安住不动，叫无生法忍。那么以狮子座摸阿难顶，这个释迦牟尼佛坐在那个狮子座，然后呢那个用手呢摸阿难的头顶，那个就是安慰啦，讲你免惊，不要呢这个惊怖啊，那个怀疑，而告之言跟他讲，说如来常说，这个如来呢时常说。那阿难呢奉事呢，释迦牟尼佛他就呢常听到，知法所生啊，唯心所现。我们凡尘的所有万法之法，知就是很多，所有的法，也就是所有的一切，所生花的，所有一切所产生的，都是我们的真心呢所呈现。那么一切的因果世界，大到世界，小到微尘，因心成体。因为我们有真心呢，它才成就现象。所以一切的因果，凡尘说一切的因果，以及最大的世界、最小的微尘，都是因为心它才能够呈现。阿难要跟阿难讲，若知世界啊，一切所有，这世界，世呢就是时间，界呢就是空间，世呢有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那界呢有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叫做世界，一切的世界，知世界啊，知就是很多。有很多世界，一切的所有，世界上呢，一切的所有物以及事，其中乃至就是讲那个所有的内容，草叶缕蕨，就是很小的草，以及叶，那个丝线，我们呢缝衣服的那个丝线，蕨打蕨。那么崛起点觉就是质问，我们来追求它的根本缘由，显有体现，它们呢都有一个体，也有一个物质的现。那么纵令虚空那么讲到虚空方面亦有名貌，虚空也有名，虚空也有相貌，何况呢？这个清净妙净明心，虚空那个都有名貌的。那我们清净妙净明心那更是有切切实实存在，性一切心，那个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凡人所有万象万事的所有性就是一切心而无自体。它为什么没有本体？一定有，所以这个本体就是无形无相，可是切实存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体会，我们佛性在我们身上了了分明确实就是存在。若汝执力，假如说你执着不肯放舍，吝就是吝啬。不肯放舍，执着，分别结观
就是分别，分别就是了了分明，墙是墙壁，花是花，窗呢是窗，门是门，那个叫分别。然后觉观，你的感觉跟你所看到的那个所了之性啊，你的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性，必为心者，你把它认为这个是心，一定是你的真心。那么此心呢，即应离诸一切色香味触知成事业，别有前限。你这个心就是要离尘，离尘有体，那个才叫你的真心呐。那离尘无体呀，那个就是假的。所以那个离尘有体呀，跟那个离相这个无体，我们之前也都有讲过各位都还记得吗？或者再重讲一次各位就会有那个印象回来那个时候用的那个茶杯，我们把这个当成是古董。各位浅浅，这个是古董的话，它大概要多少钱？有价啦，这个有价可以买到，大概是10万。看它的年代越久的年代越贵那越接近我们这个现在时间短就越便宜古董的话它越少，东西越好，只有一件，全世界只有一件，那更贵了那假如说有几件它平均了以后就开始几书要比较便宜。然后我们因为贵，我们就很喜欢想保有，是不是心？想保有就是心。可是这个是不是很容易这个破坏？一个不小心它就碎了，对不对？那已经被我们摔破了，我们那个爱那个心跑去哪里？找得回来吗？所以那个叫做离尘无体，这样知道吗？那我们在凡尘应用，是不是都这个心？都是这种离尘无体的心，对不对？我们的世心我们的生灭心是不是离尘无体？所以男女之间的恋爱黑暗的爱个你死我活有没有？那个为他生为他死都很甘愿你说那个是假心吗？我是真心爱你的，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讲过没有没有怎么结婚呢？所以真心建筑在世心上面因为世心随着环境变化，时过境迁，时间经过了，环境改变了，我们的心跟不跟着改变？所以那个男女之间情变了都做兵啦，无在身边你看会不会情变？还真容易变是真心还是假心有的维护好不变搁等你看你做偌久，3年2年，等你回来，结果回来了以后男生又去吃头路进入理想公司里面有很漂亮同事，糟糕了，你的心没有变，男的心变了，又怎么样？哭死了，会不会？不会心要硬所以我们就了解到妄心无体，没有体了，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用这个心来修道，会成道吗？绝对不会啦！
所以你再修个像迄个金刚童子啊，有没有？迄个土地拢咧打水迄个金刚童子去路拢甲铺平平有哦。因师傅一个转来讲，你有甲嫌无有？然后你看到什么？看金刚童子。伊讲你讲妄言，说真的啦，我现给你看。金刚童子就出来，主人你有什么吩咐？那个老师傅说，金刚童子，我都已经送40年了，你连一次都不给我看。那个我那个弟子啊，一次也没送，他竟然一翻你就出来，还问他说有什么吩咐？那个金刚童子说：“你才40年呢，一生都还没到，你的弟子已经40世，40生啊，40世，40岁，40年都还是40世多，40岁还久所以你看，我们之前我们送了几次了。”那边后学还看到还有《金刚经》，记得拿回去送。最起码我们这一生这一世我有送，不然金刚童子说：“你一届也无上，一世内底一届也无上，那都不算。”所以我们要累积啦这个累积下来根基就好一点就懂，没有累积下来，都点都点10年啊，都要不懂嘞，懂了没？我们懂几年了，已经好几生好几世啊，都累积，所以现在都懂了，一听就懂了所以要了解说这个是自己努力的啦，别人帮不了忙，也不会说明天早上睡醒过来全部了解，会不会？我们等待明天早上醒过来，真理全部了解了，可不可能？大概不可能了还是要努力。这个1分耕耘就1分收获，对吧？所以一定要努力你用多少心啊，就是了解多少。一了解了越宽广越宽广以后我们那个领域就越不一样。然后呢，所想所做一定也不一样。那我们周遭亲朋好友看着我们变化，看着我们变得非常殊胜，想不想跟我们修道？渡人容易，就很容易的度。无咱啊足够甲人计较你若去渡人，伊讲心肝咧讲，我才无爱像你安尼。你遐老甲人计较，我若甲你行我还真好甲人计较。所以我们了解有一些不用讲你做了就好，你做出来了，人家都高兴。所以我们了解说。这边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这个心要离开所有的6尘色声香色声香味触法那个知尘事业都已经离开了。离开以后呢还有了了分明的那个前性离开凡尘了离开景象了，离开事情了，我们还了了分明的个，是不是就是真心的？你有体会不？有没有？所以那个妄境真就显那个妄都是有形有相，境界相着有着空，空也一样是形象我们全部都不着了。不着境界相，不着有，不着空，什么都不着，都没有了，都没有的时候一念不生，那个就是真，那个就是即心即佛，
那个就是真心，所以就在我们身上了，没有离开，1秒也没有离开，所以才有那一句话，说妄想原来本是真，有没有？我们的妄想原来本是真，是我们的活性生发的啊。除死又起一重尘，我们要除掉妄想，要增加一个念头，言思动静成水力。仔细看来，无别人，是我们自己呀，有没有？所以很多句之前我们不是都在背吗？有没有？忘了。你等于我就害你啊！这个大家真这不缺欠。讲我无欠你你等我谁害你安尼就无采我的好，你寄来我家来，是讲你蛮严这个想一想还真蛮严。我还一早从基隆，然后坐车到那个台北车站去等，然后从台北车站再坐到这边来，然后回去就又呢，一样的路线又回去，这个目的就是大家都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这个花的也蛮大，所以都讲，只要这个一口气在都会讲，一口气不在我会再来，我会再来，再来的时候可能各位也会有印象，有啦，这季节捌讲过。那么释迦牟尼佛就跟阿难讲。说如汝今者曾听我法，在听我讲经说法，此则因生而有分别，等于说我现在讲的这一些话，是因为声音，然后你才能够了解里面是在讲什么，这个也是妄，这个不真，了解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完成这个真的它不落入语言文字。那么众灭一切见闻觉知，我们呢，那个凡人打坐，就是要灭掉一切的见闻觉知，然后呢，内守悠闲，就是打坐以后，什么都袂使修，什么拢无啊，伫咧咧修，迄个内底家己迄个悠闲，幽呢幽暗，无快，闲就是讲什么代志拢无。咱凡人打坐是不是这样？拢甲修甲安尼什么念头拢袂使有对无？那个就是灭掉见闻觉知，然后内守悠闲，咧修咧修，安尼成道呗。我们知道说那成不了佛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从根源，没有从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来修那个佛就讲说有为法尘分别影视，就是法尘。法尘呢，就是我们色声香味触法，最后一个有没有？色声香味触6尘的最后一个，因为眼耳鼻舌身它没有藏意念的地方，咱目睭看咧要教啥人？目睭看要教啥人？甲咱记的，是不是意念？意就是第6个啦。第6个6根的第6个就是意念。耳朵听以后所以我做啥物嘛爱甲记的就是我那教第6个意念。意念要收集遮你目睭看耳孔听，鼻孔闻到，嘴食身体感觉，皆叫做华。所以这个第6层的第6个那个华，它就比较范围很小，有
我们那个五根肉屑的影子，底迄个意念的内底，都滑，安尼知无？因为我们比较少接近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唔知影。即马咱就知影讲，目睭伊无藏意的地方，目睭看看的伊是放了了，就爱咱的第六个意念甲伊记咧。即马第六个意念记咧，迄变做影，个影啦，有你有教我你看到你有教我你听到你有教我你闻到味你有教我什么味你若搁来中间我会甲伊显出来你会知影讲迄就是什么味那个华，它的华的范围就只有这样，就是影子了。所以佛就讲法尘分别也是，就是我们交给那个意念去管辖，你给他顾咧。我看到，我听到，我闻到，我食到，我身躯感觉到，知觉到，你拢给我记的，迄叫做法，安尼知无？所以我们了解佛就讲，你若内守悠闲就变做法尘分别有事啦。敢若像咱的意念伫咧记讲，咱看到、听到、闻到、食到、身躯感觉到，敢若迄款代志安尼尔啦。安尼范围是不是真矮？对不对？所以我们假如说没有这个咱上天大开普渡没有遇到我们的郭老师掌道盘，我们就没有办法研究这么深入这么透彻。都唔知即马咱就是讲爱了解爱研究。我非次女子为非心。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我是讲命令你执着讲这唔是心啦。但如疑心但是你得爱伫迄个心微细揣摩，得爱微细真详细来甲伊揣摩，肉里前尘有分别性，即真如心。已经已经离开眼前凡尘的景象，它还有了了分明的那个知觉性，分别性就是了了分明啦，了了分明知觉性，离开凡尘的那景象，已经都没有景象一个无即真如心，那个才是真正的你的真心啦。我讲了清楚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佛在讲，他也不会含混因为那个妄的话，离尘就无体了啦，这个离尘有体就是真心，离开凡尘它还有体，就是真心，这样知道吗？我们在凡尘看到万象，看到万事那离开万象，离开万事呢？我们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知觉性是不是还很清晰？对不对？那个就是真心因为它不管你用，不管你不用，它都在，不会说离开凡尘就没有了。假如说离开凡尘没有了，找不回来，那个叫妄心。不真，那个就不要那个生灭的生灭的我们不要，我们要呢不生不灭。肉分别性一尘无体。假如说我们了了分明的那个分别性离开凡尘已经没有了都无去刚才像咱拄则咧讲迄个孤独摔破我迄个要爱心都无去找过甲找嘛就袂转来那个叫离尘无体啦，这样了解吗？所以佛就讲师则前尘分别影视假如说离尘无体，离开凡尘它就没有了，那个就是显现在眼前凡尘的景象我们呢从那个景象
去分别它里面那个影子的事情，影干那一个影安尼尔，过去的无呀，那么尘非常住那个尘完成的景象，它不是常住凡尘所有的看会到的物件伊拢寿命真短。以今来讲呢，拢100年为准，100年。像水泥的寿命就是100年，经过100年它就腐化，就腐去啊啦。你摸伊就腐去啊。迄个钢筋100年伊生锈，就你甲压，本来足硬你这么个压就变软软。之前不是有很多桥梁，那个钢筋都跑出来对吧？咱去甲伊摸迄钢筋拢剥落。就是它有现象，能够就马上没有办法来指挥它的中阴身。所以我们呢，就是假如说有我们的亲人已经呢过往了一口气不来的，那个时候我们要了解说他的那个第8阿赖耶识那个中阴身都还没有离开身体，都还在只是它不能动了，可是它都还能够了了分明。那祖孙咧争财产祖孙咧哭啦咧讲什么话，伊拢知影，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反应啦。那到晚上的时候小孩子睡觉那个中阴身会去照顾小孩子。小孩子他会看到，看到长辈回来这个照顾他们。可是我们大人因为精神外放，很厉害了，我们很少说都回光返照，照顾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所以那个阴身的活动，我们大部分都不知不觉。那假如说我们在修持方面要用心努力都能够回光返照，那中阴身的那个动态，我们会感应，会知道它的活动。可是呢，毕竟也是很短暂它要归位，看它完成所作所为要归哪里它会归位。那个最久都是49天。那之后就看他所作所为的变化。那一直到他在比如说天堂享福，地狱受罪，到的时候他又要来投胎转世。那么要来投胎转世那一段也叫中阴身。那个一投胎来的时候就是要跟他有缘分的。有缘分呢，就有亮光。那假如说没有缘分大地就好像那个黑墨水，黑漆漆的漆漆的，它的中阴身它就不会去依附。那看到亮光，就是跟它有因缘有那个因果关系它就从那个亮光里面就一直追那个亮光。那个时候就是他的父母亲在做爱，所以他就投入以后就怀孕了，就是他已经进入了，借着他父亲的精子进入母亲的那个腹中，已经怀孕了，那个也是中阴身。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断气了以后的中阴身，跟来投胎的中阴身它是一样的。可是投胎那是已经他已经受完他应该受的罪过，或是享完他享的福报，都已经完了，然后才来，又来完成又来示现，又来呈现再完成，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因都蛮多了，会结成一家人都有因缘所以一定我们都要去改变它，来有善缘有恶缘
有的结是恶缘，有结善缘，那怎么看呢？看他一出生了以后啊，一直要我们用心，一直要我们用钱，他是老债。那他来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事业，我们做什么事都很顺，他是来还债，是不是很容易去体会？只是我们都没有去想到这样了，被安尼去体会，所以就不知不觉。你会说，我生出来的我的囝我的财产啊，是吗？生出来是不是咱的财产？不是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一定呢，来了，假如说是来讨债的，我们也要欢喜心呐。半暝啊，爱抱去先关了金宝。若咧哭会吵到别人了，紧甲抱起来腰。然后外口讲，不是时常遇到吗？有没有？那个你就是要欢喜心，感恩受，加油！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贤，大家好。谢谢占道天师指导千年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先贤给获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这个讲到第几页了？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其随修正无生法忍，对不对？我们讲到这边，因为阿难呢怀疑他的日常所用的心都被呢释迦牟尼佛破斥掉，就说那个不是，所以阿难呢就很恐慌，惶恐。说这样的话我就没心了，他说佛跟他讲，说呢你用的心就是生灭无常变化，那尘呢它不是永远都不变常住的，那假如说尘已经变化了，那谁要来修正这个无生法忍？这个无生就是没有生。那没有生就没有灭，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叫做无生法。那人呢是安住不动，我们在无生法已经安住不动，叫做得到无生法忍。那无生法忍一得到以后，就进入阿罗汉，然后呢接着进入菩萨，一直到佛。全部都有得到了无生法忍，所以这是最基本的无生法。那我们在做呢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呢，就是要进入无生法，那个能够让我们这个很实际的体会完成的所有万象万事，那个灵知的作用就是我们真心，也就是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可是我们因为平常对这个凡尘的事项都太注重，被呢凡尘引诱。那凡尘引诱了以后我们对我们自己本身那个灵知那个真心都忽略，就呢不感觉到存在。那因为感觉到它存在，都注重在身体，所以我们研究这个楞严经，就是要把这个关系厘清。身体呢是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一定要还给天地而且水有风土没有知觉性，它呢无知东西那我们的佛性是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呢，不容易我们去把握，我们去依赖。那现在我们研究就是要把这个不生不灭那个灵知全部都呈现。所以我们这个上几个礼拜
都一直在讲这方面。所以我们常生活之中，有生灭啊，有不生不灭。可是我们对生灭都很注重，对不生不灭啊，因为没有形象啊，都看清了。那我们最大的那个错觉啊，错误所在，就认为啊，佛性是在身上。这个是所有我们落入凡尘现象，所有众生啊共同的认识，都说呢佛性在身上。然后我们到哪个地方去啊，就把佛带去了。这个也是最大的错误的见解。要了解我们佛性啊，它是常住不迁，没有搬家啦，没有来来去去，它都永远啊，常在，没有来也没有去，如如不动。我们对这个如如不动的那个佛性本体啊，或许以前都用照相机的原理来说，所以我们有玩过相机的人都知道。按快门的一刹那，绝对不能晃动。我们的手一晃动啊，照出来的影片那个相片啊，会模糊不清。那可见啊，假如说佛性是在我们玄关，是在我们头上，那我们头一直在转动，那看到的影像啊，都模糊不清。那不会啊，我们转动得很快，影像也看得非常清晰。那为什么呢？因为佛性本体啊，如如不动。那我们已经先把它确定，佛性啊常住不迁，如如不动。那这样呢，已经确定了以后，我们再来研究心理心法，很容易进入状况。身体是天地的物质，不管再怎么养生啊，不管你再怎么照顾啊，一定要还给天地。纵然我们多活个1辈，我们现在是100岁，活到200岁，会不会死啊？会，一定会死的。那死了以后啊，就还给天地。我们身体啊，水火风土啊，还给天地。那我们佛性要还给谁啊？我们佛性不用还，就是我们当家做主。所以现在我们把它启发了，那个就是成佛的那个最重要的因，找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那个本体啊就是成佛的最重要的因。那我们因果同时啊，你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心啊，就已经成就到达不生不灭佛的果位。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本来都是佛，那为什么没有成佛呢？被我们自己啊不正确的见解障碍，我们的观念啊不正确，把外相外面的形象啊都当成真啊，不知道说外面的形象都是假，因为它无常变化。我们看到了以后啊，它很快啊，又不一样的那个景象呈现。那我们住相呢，还住在旧的那个记忆里面，可是啊，真正的外面的环境已经都改变了。我们没有了解到这一层，所以呢，我们就被现象迷惑。那起惑就造业，因业就受苦，就这样没完没了了。所以六道轮回。刚才呢，我们唱那个歌啊，或者就讲说，我们佛老师啊，把凡尘所有的道理啊，都浓缩在这首歌里面。所以深信啊，深深的相信啊，我们的生命可以留下累世的记忆。累劫啊就是缘会，累世呢就是六道轮回。那各位有没有对缘会对六道轮回留下记忆啊？都没有了，因为我们从第10殿出来的时候啊，经过孟婆庄，让我们喝了忘魂汤，都把以前的忘光光了啦，然后才来完成降世。降世了以后啊，重新来，重新呢再这个过一生。
就讲混乱了生死。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一降生了以后啊，就有它的那个因果牵续啊，会有什么因啊，就呈现什么果报。有的一出生了以后啊，人家呵护的长大，那有的一出生这个地下爬，乡下孩子的你给在的家，这个没有父母亲主导，没有父母亲没有时间照顾他，那有的那个人家呵护啊，而且你生出来那几十个在顾，有好命无？咱哪会无安尼？我们就是没有种那个因呐，那个福报的因我们没有种，所以就没有办法享受人家呵护的那一种环境。可是完全都是相对啊，从小都一直呵护长大，到长大以后啊，连穿个鞋子都不会，然后穿个衣服也不会，这样好不好？变成什么木偶人，对不对？红压压的剃头的长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上天给我们在凡尘磨练的机会，所以遇到挫折，遇到不如意啊，不要难过，要感谢，感谢上天成就，感谢上天让我们坚强，让我们独立，这个是最好的。那最重要呢，一定人生的方向要正确。像以往的这一些圣贤，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拒绝邪，为万事开太平。我们现在哪一个众生有这样的心胸？都没有。照顾家己都袂负啊，还照顾别人，是不是这样？自私自利的结果就是一定溜到轮回之中。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是千千万万年，是亿万年的都存在，不生不灭。那我们溜到轮回太久了，就每况愈下，越来就越不理想，也不想追求，就得过就且过。很快一转眼一生就过去了，对不对？要把握，我们要把握所以我们这一段期间所讲的，就把我们在生活之中什么是生灭，什么是生不灭，都讲清楚说明白。各位回去有没有在听啊？有没有很详这个详细的知道了？因为要做就是要知道。知道真理了，才知道怎么做。怎么做不会造业，怎么做能够很快乐。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只要我们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当下圆满佛性都呈现。那整个都呈现了，我们没有一些杂质，那一些杂事就是烦恼的来源。我们为什么烦恼？就是因为念头太多。那为什么起心动念？因为我们没有回光返照，没有照顾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才起心动念。谢谢你里面不是那个心念的累积有没有？那个就是讲我们六道轮回的因种子。那假如说我们心念都不累积，没有心念完全都是正念就像释迦牟尼佛讲十方如来同一道处理生死皆以直心都是用直心那个全部都是真心，没有起心动念直心我们就了解到当下那个呈现的那个灵知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真心。那所以刚开始或许也没有把那个生灭的心跟不生不灭的心详细加以解说，因为那个阶段还不适合一解说了反而迷糊了。那到这个时间我们都研究2年多了，对不对？或许很赞叹我们这边那个很不错，
就是跟得上进度，大家都能够了解说，在讲的是讲什么，在真理方面呢是阐释哪个方向，都能够稍微了解，那我们一定呢要更深入，从直心，然后身心，然后大悲心，大悲心也就是菩提心，所以我们要了解，全部呢都是用真心。所以以往我们有讲过即心即佛，那个即心即佛，那个心不是我们日常用的生灭心，是不生不灭的真心，是直心。那直心在第8代西方第8代祖师马明菩萨有造一本《大圣起心论》他就详细解说，说直心就是我们正念真如。那正念就是没有念有念就叫邪念。为什么叫邪？因为念会变化，所以不正，叫邪念。那我们正念都没有念，那没有念的念就是正念。那正念把它呢这个延伸就是进入佛知那个佛见，佛的知见那我们每一位呢都是佛，我们都有佛的知见因为我们起心动念，所以佛的知见都没有呈现，不知道。那不知道的话呢，我们在日常生活起的念头都是私心、自私的心那都有企图所以用呢我们就用心意，用心意识的结果就是勾心斗角，就是怕吃亏啦。那我们要了解，我们越怕吃亏越吃亏，害自己六道轮回。那我们都能够去接受吃亏，吃亏就是占便宜，能够让我们恢复我们整个浩然正气。那浩然正气跟天地是一样的，相同的。那天地之气在我们这个身上，我们就可以发挥。那发挥出来呢，我们就是了解力量无量无边大，那个发挥出来的力道非常大。我们就是要自己勉励这一种心性的修持都不是要求别人，而是要求自己要求我们自己那个脾气毛病都能够改掉。各位有没有脾气毛病有。我们都会知道自己有，因为都有情绪上的起伏那我们了解说，修道不能落入情绪，一有情绪绝对不讲道理那不讲道理了我们就会胡作非为就已经都错了。源头开始就错了，尾巴更错得厉害自己就不管3七21一吃苦就来过真正的在受苦的时候又怨天尤人，讲那不是别人在吃苦，那是我所以就这样子恶性循环那我们研究就是要透彻知道知道说我们该努力的方向就是明心见性。现在明了没有我不是一直在讲嘛生灭的心跟不生不灭的心那我们明明心，因为心明因果不灭，不会迷灭因果，就不会造业。然后见性就成佛无疑，不怀疑，绝对成佛因为呢那个性就是佛的那个种子因子所以我们一定在这个方向一定要努力剩下完成事就让它过就好了。完成不是污垢吗？对不对？那我们佛性假如说沾满了污垢，可以成佛吗？成不了的所以我们就把完成事都放到背后备成，然后呢和解。我们现在是什么被觉合成，对不对？把觉性放到背后去了，把那个完成事拿到胸前来，非常计较所以颠倒。我都说我们众生颠倒
就是在这里，该注重的都不注重了，不要注重的我们很在意，有没有这样啊？不是咱的代志，要甲人钱啊，妈滚紧大细条，有无？是不是真戆？家己佫讲真巧对不对？都不承认说自己很笨，所以一定要知道说，你计较凡尘事，再怎么得意呀，那个都是在凡尘啊，在苦海之中。你心能够明了，性能够见了，明心见性，就脱离这个苦海，脱离六道轮回，真正的能够回归位，都是佛，已经到佛的地位。所以或许这个看那个美国地理频道，它在播放，2012 12月大概26。不是有那个行星啊，它会跟我们地球非常接近，因为那个接近的力道很强，会使我们地球啊失掉平衡，然后大楼都会倒，然后火山爆发，然后整个人类遭难。各位有没有看到？有的有，有的没有。不过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呀。说离12月26号还有，现在是民国100年的最后一天，然后2012的12月26都要过12个月过20天，各位先生，假如我们还有12个月又26天可以活。我们要怎么生活啊？11个月，只有11个月可以活，那我们要怎么活啊？花天酒地，才不枉费此生啊！不是很多人都抱这个态度吗？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找自己麻烦。假如说我们已经能够这个水有风土归水有风土，灵知归灵知，那我们都超出现象，已经超越所有现象，现象的灾难都达不到我们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地球这么的安稳，就是因为很多修正者都在护持，他都呢。保护众生安居乐业，我们才这么平安。稍微动一下，你看，都7级8级，7、8级的地震厉不厉害？很厉害可是那个在整个宇宙在整个行星来讲，那个7、8级的地震算什么？很微的微动，对不对？迄规粒拢拖咧上都无算什么啦。7、8级咧讲安都无够看。可是咱众生未堪的啦，未堪的规粒地球摕来想，想起来咱无了了，对不？对不对？我们没有那个能耐说超出现象。可是我们修道呢就有努力的把这个整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都能够抽离现象，就是气生灭守真常，现象都生灭，所以我们去掉不重视它，真常就是没有形象，可是了了分明，我们佛性就是了了分明，非常这个清楚的让我们都能够去感受。那个感受的那个强度在我们的修持来讲，越努力感受就越强。那越强呢，起步的时候我们那个第六感特别敏锐，那个是佛性功能作用的一些显现，很敏锐。今天遇到什么人，会遇到什么事事先
都有一个知觉。当然我们不炫耀，也不去推广那个了，那个是自然从佛性里面呈现。那我们要了解说，整个天地现象整个天地的事情全部都是从我们佛性本体生发出来。那既然是我们自己的佛性生发，我们怎么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注意的那个方向，注意力用错了。假如说我们注意力全部都用在我们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发生什么事知不知道？一定知道。在我们自己身上这个发生问题，自己都不知道。一定知道。一定会有征兆会知道。那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我们都没有回光返照，没有去照顾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才不知道。那现在呢，我们就是已经找对方向要努力走入修道的道路真正的明心见性见性就可以成佛。所以或许还发现蛮大的，还许各位说要呢只要你努力的听，努力做一成佛，有没有？所以想一想说还是要再来所以保持说慢慢没关系，不用急，讲定咯然后我们呢了解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呢那个尘完成它都是会这个变化所以假如说变化的时候我们没有找到明心见性然后我们的心性就像龟毛兔角都拢无去啦，无去想要来修想要修成佛都无所以其随修正了无生法忍。那么即使阿难这个时候呢，这个阿难已知大众默然自失了，因为平常所依赖的那个心已经被佛破斥了，说那个不是，那个是尘有则有，尘灭就跟着灭，那个不是我们的心，不是真心，所以不要去执着它。那我们在生活之中也是要这个样子，那个不是不变的心呢，我们就随缘，随着现象的缘，事来则应，事去则解。就像我们之前讲那个我们那个舌头喙齿那个不变之体，那么可以随缘之用，就是呢吃土豆有土豆味，吃梅有梅味，吃甘蔗味，吃米有米的味，吃饭有饭的味，对不？但是当我们吃完了又回归到喙齿本体，又呢不变之体，这样就了解意思了，对不对？不变之体它常在常住了，那个随缘之用是不是暂时一时久的时间呢？对吧？当那个事情一过了以后就无去无去伊就搁恢复到那个本体回来。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就会常看到那个不变之体曰寂，寂静的寂然后随缘之用曰照。那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有没有？那我们在文字不太容易去了解，用比喻就很快那个不变之体就喙齿，然后随缘之用就是你吃啥变什么出来那个叫随缘之用。随缘之用当我们吃了味就无去对不？无去是不是个归还到不变之体的喙齿倒转来？对不对？所以那个我们了解说寂而常照，常照就是没有把那个外面的所有一切拒绝啦，拢无拒绝，它都让它呈现，
呈现的时候啊，那个叫随缘之用，即而常照，那个照就是随缘之用。然后呢，我们用了以后啊，照而常即，又回到不变之体回来，还有了解不？这个北部前贤有在讲，有讲过，又再讲，讲过又再讲。我讲就是因为不容易了解，不容易了解，所以会一讲再讲。那真正的我们了解了，我们佛性呢，常住不迁，如如不动，都能够真正的体会进入了，是不是啊？我们那个真心跟外境都无关，对不对？心灵敏，灵知，然后外境变化无常，是不是啊？它呢不牵涉到我们。可是现在我们不研究的话，它会啊牵涉到我们，牵动到我们神经啊，我们会产生喜欢讨厌，有喜欢讨厌啊，就有取舍，有取舍呢就有动作，有动作呢造业就形成。那业因已经形成了，果报在后面，是不是自作自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因为我们都不太容易真正的去承认它，所以要一讲再讲，那而那呢这个时候跟大众默然，就是心中已经了解说自己不对啊，自己错了。把那个生命当成真心，生命心变化无常，不知道它变化无常，都把它当成呢那个宝贝儿子看待，他是一个贼呀，你给咱偷咱的宝贝，咱拢给看这个宝贝囝，是不是这样？我们都认为那个心我们日常用的心就是我们的真心。所以是不是把贼当成宝贝儿子，对不对？我们都不认为那个是错，不知道这样不合真理，所以佛都一直在讲，说我们一定呢，要走入真理世界，走入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这个才是重要，所以阿难呢跟大众默然自私已经失掉那个依赖，平常的依赖已经撤除了，已经没有依赖了。那么佛告阿难，佛呢就跟阿难讲，世间一切知修学人，我们世间世呢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间呢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叫做间，世间。那世间一切的诸修学人，诸呢就是很多修学要修道学习这一些人，现前虽成九次地定，显现在眼前，他虽然已经成就有9次的地定，也就是我们那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个已经4个。然后再加上呢，四空，那个色界的四禅，无色界的四空，就8个8定，那个定力定力的修成。然后呢，最后一个昧受想定，那个是完成能够修最高的程度叫做9次地定，已经呢一个阶一个阶有9个阶，9个阶级这个可能我们平常也没有接触也不太容易了解然后我们就知道色界我们开始就有这个4禅到达4禅的时候我们了解说不用呼吸也不用吃饭就可以活下来，程度高不高？已经很高了然后呢，再上去到第5定的时候，已经没有形象，只有我们留下来的那个识，认识的识，只有识。然后一直到第8，最高的第9昧受想，
就是呢，我们的受跟我们的想都灭了，那一个定啊，完成能够修最高的程度。那佛在讲，虽然已经啊成就了九次地定，可是呢还不能成道，还不能成佛哦，所以不得啊落尽哦成阿罗汉。为什么呢？因为还在生灭之中哦，虽然很高了，确实还在生灭之中，没有进入啊不生不灭。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说进入不生不灭的重要性。那我们很容易做啊，就是万念放下哦，一念不生，就已经进入啊不生不灭的本体。各位有没有体会啊？之前我也没要回答啊。哦，我们要知道说不容易啊，哦，去领会说万念放下哦。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我们研究啊这个楞严经，那我们上个礼拜跟上个礼拜就有讲，这个释迦牟尼佛问阿难唯心与目啊今何所在？都一样。那阿难有讲7个地方，对不对？那7个地方啊，就是我完成所有的境界，所有的境界啊，就包括在这7个地方里面。那只要我们这7个地方啊，全部都能够去掉，能够放下，那就已经到达万念已经呢都放下了。就是妄啊已经尽了。那妄尽了。对了，就是要各位回答真贤啦。惊，各位都不敢讲妄尽了就真贤。我们因为啊在妄中，所以真呢才没有显现。那假如说我们真的妄都放下，真啊妄放了真就显。真显出来了，就一念不生了。那个一念不生啊，我们当下我们在当下就具备亿万年，这样了解吗？我们的当下现前的念啊，具备啊万年。所有古跟今跟往后，全部具备在当下。所以佛性啊圆满具足。我们之前不是也时常讲吗？有没有还记不记得？现前啊，我们现前一念啊，那个啊就已经啊，全部啊，那个所有十四五经不离当念，有没有？因为啊，我们都有过去式、现在式、有未来式。那过去式啊，又有过去、现在、未来；现在呢，又有过去、现在、未来；未来呢，又有过去、现在、未来。那9个3世啊，就已经形成9世，再加上现前一念一世，就10世。那么10世古今，古时候跟现在啊，不离当念，不离开我们当下的一个念头。所以一个念头呢，具备啊万年。只要我们不要有过去心，不要有未来心，不要有现在心，3心都没有，就没四相。3心4相没有，3世啊摄受我们不住。3世既然摄受我们不住啊，我们就不用在现象来呈现我们的现象。这样了解是吗？过去是摄受我们啦，摄受我们不住啦，可能去不掉那现在是也摄受我们不住，为什么？因为我们说现在各位就可以想象，现在是不是已经够了？在现在是不是又够了？现在又够了，越调
未了啦，所以我们了解说，三世啊，都摄受我们不住，可能keep不掉。那既然三世啊都没有，我们没有未来世，也没有过去世，那有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啦。所以我们要脱离六道轮回，就是不要有三心。三心没有四相就没有。四相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从文字比较不容易啊，或者都会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很容易知道的。那个能手，说我能看，我眼睛能够看，那个能够看就是我相了。不是只有看一个景象，看很多很多就是众生相了。那我们连续不断的看，那个叫寿者相，这样四相就很容易知道，对不对？那我们只要落入能手，我能听，能听的就是我相，一定有所听。那所听的声音又都不一样，差别重生，那个叫众生相。然后呢，我们连续不断的听呢，叫做受的相。只要肉能熟，我能闻，我能吃，我能做，全部都四相，有没有？这有个最高品质。那我们要了解说，什么样的四相，就是当下执行，就没有我了，也没有手，没有能手，四相都消失了。差别大不大？大差别很小啊。为什么？心呢？我们的心假如说我们扫地要给人家称赞，某某人会做过来的，还气扫去了压力里扫，这样的话四相就鲜明。你假如说这个是我生存的地方，我把它打扫干净了，是我分内中的事，就没有四相了。差别大不大？就是在心念，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我们要走路那个直心，就是呢没有三心四相，没有三心四相就是直心。直心就可以这个离开苦海，同一道处理生死同一个方法处理生死，皆以直心，就是用这个心，没有三心四相的心。你有较了解无？做会到没？会不会很困难？不会因为在心念之中一转念，甘愿做跟唔甘愿做，有没有？咱唔甘愿做三心四相鲜明一现咱甘愿做拢无三心四相，安尼了解无？甘愿做跟唔甘愿做，边拢在做，对不？要甘愿做唔甘愿做。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只要落入我们这个情绪里面这个就不讲理了啦。再怎么样舒服的环境你都讨厌。要说我们已经就是在真理世界之中，再怎么苦的现象吃苦拢在吃补，能体会吗？把那个吃苦当作吃补你就会做很愉快所以就可以跟那个古时候一些圣贤为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起码我们也沾到一点，有没有？有没有沾到一点？我们能够沾到圣贤的一点之一些所说的内容内心高不高兴？就会很高兴，因为毕竟不自私啦不是自私自利就是要利益所有众生。
那么皆由执持生死妄想，误为真实。我们呢，为什么已经到9次地定了，还不能成阿罗汉？就是因为我们执着这个生死妄想，就是我们身体的那个生身体的死把它误为真实，是实在的我们凡人是不是都这样？拢认为讲安尼身躯的生，身躯的死就是足实在。不知道那个都是虚幻不实在。所以佛会问我们说：我们生从何来？咱生为得来？死的时候又去哪里？我们生从哪里来？所以那个答案就是无所从来没有来的地方然后死也没有去的地方既然没有来的地方，也没有去的地方，就是常住不迁拢无搬来搬去啦既然常住不迁呢，就在当下所以当下我们没有生也没有死啦有生有死是现象，是缘际因缘际会才显现生相，因缘消失显现灭相就有生灭。那假如说我们都已经走入真世界，来没有来的地方，去也没有去的地方好像那个舍利佛跟释迦牟尼佛在对打，说我们这个千年的暗示千年的暗示他已经有1000年都住在黑暗之中了然后这个我们一灯能破一灯能破千年暗示然后佛就问舍利佛说：那个暗他甘不甘愿离去？甘不甘愿？他住了万年了，甘愿安尼走开也唔甘。舍利佛说：你唔甘走嘛，无法度爱走，已经更来然后我就问舍利佛说：那个暗他跑去哪里？各位先生，那个暗千年的暗示的暗他跑去哪里？那一灯的光明从哪里来？所以我们就了解说他来没有来的地方，去没有去的地方既然无来无去就是当下现成都是如如不动所以我们要体会说我们的佛性也就是如如不动，常住不迁所以一定要甲记起来，讲有来有去这个现象身躯来都生，去都死，这拢假，都是假象假生无真正生，死无真正死那是迄个水火风土合作伙合作生水火风土分开合作死，生死生死，你嘛跟咱佛性有关系无？拢无关系对吧？所以我们就了解说佛性脱根脱尘，离缘独立，离开众缘它独自存在奥妙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透彻了解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所以佛就讲执此生死妄想误为真实误会误会讲迄是真实的，真是生真是死真实的。是故如今虽得多闻不成圣果跟阿难讲，因为阿难他是好多闻，所有的这个修持法门他都要会了，
所以好多闻。虽然呢，得到那个多闻的那个名声啊，可是啊，不成圣果，就是没有办法成道，没有办法成佛。这个是佛呢跟阿难讲。那么阿难如理啊，重复悲泪。阿难听到以后啊，他前面就哭过很多次了，这个地方呢又重复啊，又悲泪又哭了。所以我们大事未明啊，如上考辟；然后大事已明也一样啊，如上考辟啊，就是好像死掉父母亲一样，那么伤心。那五体投地呀，这个五体思维无扰我修，那个啊，那个阿难呢，就是因为看到佛的形象那么好，就呢这个出家修德，所发心呢这个出家。那么藏士啊，克谁？克谁佛的威神，讲迄佛就是我的堂兄，是亲戚啦，加亲的亲家，所以藏士啊，佛的威神。那么常住思维啊，时常呢在想，这个就是起心动念啦，假如说前面加一个呢地，真谛的谛啊，谛思维，那个就正确的登到里面。那只有思维的话，那就是第六意识心啦。就是我们根尘相对所产生的那个思维，那么这个思维啊，它是变化，是生灭，所以都不真。然后阿难呢，常常都用这个心，常自思维，无劳我修啊，不用呢让我劳劳碌碌啊，去修道，将为如来啊，会有三昧，因为啊，如来就是他的堂兄。所以一定会给他呢正定，三昧就是正定啦，一定会好啊，伊甲正定好啊。各位先生，这个正定要自己修，还是可以别人给呀？这个正定一定要自己修了。我们认识真理了以后啊，从佛性本体产生的定啊，那个定啊，是最坚固的，那个容易定。行之作恶呢，都可以应用，应用到这个正定。他说我们是打坐来修的定，那个呢很难成啊，很快破坏，修了老半天，才能够没有心念。可是啊，只要有一些嘈杂的声音一出现以后啊，它的定力啊，差不多消失一半了。再嘈杂不差才会受气啊，对不对？所以难修，很难修，很容易破坏。我们完整的那个修的定呢，这个难修易坏。那我们佛性本身的定呢，就不会，本身所产生的定呢，纵然外面再怎么嘈杂，我们从佛性本身的发挥。那个行之作恶啊，那个定力都有，不会受它影响，所以情想不会变得很坏。我们曾不曾经啊，那个发脾气，怎么发的？不如意发，对不对？那个外境啊，我们看的不如意，然后都发脾气，所以了解说这个就是我们没有从我们本性去修。那从本性去修的话，那一种脾气啊，它就无从发了，没脾气通发。各位有没有脾气呀？脾啊，都这样用了所以叫脾气。然后我们修的话呢，就把这一些啊，都去掉，在真理之中呢，没有那个事了，所以了解说，那个正定啊，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那我们从本源根源，从佛性本体，
发挥出来，行事作恶啊，都在定之中，全部啊，都能够呢，自己啊，了了分明，自己啊，心的走向。现在有没有对自己啊心的走向了分明？心在想啥？心想要做啥？家己拢真清楚了解，有没有？有就很棒了哦。因为我们时常都不知道自己的心啊，在想什么，都不知不觉。然后阿难就讲，不知身心啊，本不相待。这个身心不会相待。这个肚子饿了要自己吃啊，自己去吃饭，对不对？不能说我腹肚足了啊，你去代替我吃，加吃一碗，吃我的份啊，加吃一碗，等下才好我。没办法张啊已经超越了装不下，腰一个永远的腰，所以那个身心呢都不相待。那么失我本心啊，身虽出家，心不入道。失掉呢我的本心，也就是我们的真心呐，就是那直心。失掉呢我们本心的话，身体啊虽然已经出家，可是心啊没有进入道了。所以心进入道才是重要，这很重要。那这个心呢就要一定的要认识。所以那个法龙讲的那个心啊，法龙的心就是真心呐，还记得吗？恰恰用心时啊，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那个都是真心呐。因为凡尘的生昧心呐，都已经没有了，讲的全部都是真心呐。所以恰恰用心时，恰恰就是刚好我们要用心的时候啊，恰恰无心用，刚好都生灭的心都已经没有了，没有无心的时候啊，那真心就出来，就用真心了。所以无心恰恰用，无心的时候刚好给我们用，当用的时候啊，刚好没有生灭心。所以那个法龙那个讲的全部呢都是真心，那个心啊即心即佛，那个心啊无心就是道。你连贯的起来呗，可不可以？又是最高品质啊！我们这个工厂生产的产品啊，最理想。譬如穷子啊，舍父逃世，好像那个孩子本来父亲很富有了，可是他舍父逃世啊，那个父亲要照顾他的他都没有得到。那么今日乃知呢，虽有多闻啊，若不修行，以不闻等。虽然知道很多的修持法门。假如说不实际去做的话，那么跟没有听到啊平等，那个等就平等了，拢同款，甲无听就同款，所以有听到了，我们听到上乘佛法，一定要去实践，实行，实际的去做，这样才能够得到利益。那假如听了都不做，只有光听，那跟没有听是一样的。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就是要做，要做才实际啊，我们会改变。那么如人说实啊，终能保。这个实啊，就是要实际啊，这个手帮我举二杯对不？巴肚才饱，用讲会饱未？我吃满汉全席吃几来顿啊，会不会饱？不会还是空肚子
所以一定要实际的去做去行持。那么阿难呢就讲：世尊，我等今者啊，二障所缠。二障呢就是那个烦恼障跟手知障。那么烦恼障啊，就是事情啊，事情的障碍。那么手障就是理呀，被理障碍了，所以两个，一个事障啊，一个理障，所以呢，二障啊，所缠绕，叫拔掉的啦，叫这两个搞啊拔掉的，良莠不知啊，极常新鲜，就是我拢唔知影迄个极常的新鲜啦。那个啊，那个极，我们刚才讲，不变之体啊，那个极，那个常就是常住不迁，不知道呢，极常的新鲜，我们的心呐，那个如如不动，常住不迁，知道，不知道呢，极常新鲜。那么唯愿如来啊，哀悯穷入。就是啊，希望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呢，哀悯，就是可怜，我都很穷，就是啊，没有法财呀，不知道方法，没有法财叫做穷，路啊，就是用木地通看头啊，听得懂吗？那有地通看头就是可以遮风避雨呀，就是拢无通遮风避雨啦，或者路，知影无？咱拢有一块通头对无？就是有房住啊，有厝咧住，拢会遮风避雨，对不对？所以就没有路。有路的话，就是拢无啦，拢无一块通掠，还要挨饿受冻，那个呢就是路。那么发妙明心啊，开我道眼，希望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呢，阐发，那个妙明心呐，开我道眼，所以我们聊这个阿难的这个要求啊，就是能够明心见性。那么即使如来从胸呢万字啊，永持宝光。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就从胸膛那个万字，那个是吉祥的意思的，那个字啊，就是吉祥的意思。那么永持宝光，就呢有这个光啊，出现。那么其光呢，晃喻啊，就是啊非常亮，有百千色啊，有那么多的那个颜色。那么十方围城啊，普佛世界一时啊周遍，这十方围城，一粒围城啊有一个国家啦，一个国，所以呢那个普佛世界啊，普遍呢这个佛的世界啊，一时啊都周遍，全部呢都有这个宝光，然后呢遍灌呢十方所有宝刹。遍灌呢这个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所有的宝刹，就是所有的国土所在。那么知如来顶，这个所有的如来的头顶，都有这个宝光。然后贤智阿难啊，集之大众，就表示啊，这个如来跟我们这个众生呢。都是平等，宝光呢，如来顶有，我们呢大众啊，阿难的头也有一样，一样。那告阿难言，释迦牟尼佛就跟阿难讲，说五今啊为汝建呢大法床，现在呢就是为你来建一个呢大法床，就是啊能够让所有众生啊。都能够进入啊无生法忍，都能够进入啊无生不灭的那佛性本体。那么意令十方一切众生呢，获妙微密性净明心，所以不只有是阿难得到利益，
也要令呢这个十方一切的众生啊都获得啊妙微密性妙啊净明心所以那个妙是贯下来两个呢都有妙微密性跟妙净明心，然后得到呢清净眼所以阿难那个所求啊佛都那个答应他。然后呢接着底下呢佛就讲说阿难，汝先答我见光明权你要先回答我的问题。我所呈现这个光明权，此前光明因何所有，允何成全？所以这个问题叫阿难呢事先呢要回答。所以你看到这个光明权此前的光明是因何所有？为什么光明？那么允何成全？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拳头？那么阿难呢就回答：有佛前提阎浮檀经续如宝山这个佛的这个身就是阎浮檀金色那续就是大红色好像这个宝山。清净手身故有光明就是那个来源非常清净才有呈现的这个光明。我使眼观我实在呢是眼睛看到无论此端就是呢我提征讨安尼屈卧世人故有其相改安尼合起来做拳头所以这个拳的形象还伊的呈现。那么佛告阿难佛呢就跟阿难这个讲，如来呢今日言告汝，知有智者要以比喻而得开悟。这个佛跟阿难讲说，如来今日实在的语言来告诉你知有智者呢就是很多有智慧的人要以比喻而得开悟，从比喻里面来了解到那个真理所在能够领悟。阿难，譬如我拳若无我手，不成我拳所以现在把那个范围就讲到呢手上的拳头来说，比如我拳，我这个拳头，假如说我没有手的话就不成我拳，我就呢没有拳头。若无汝眼不成汝见，以汝眼根立我前里其余今否假如说呢没有你的眼睛就不成汝见，你若无目睭就无看以你的眼根来跟我的前头相比较，那么义理有没有平均是不是一样的义理？那么阿难就回答说，唯然是真说对，就是这样既无我言不成我见，我若无目睭我就无看以我的眼根立如来前，事跟义相类就是这个义跟事情它是一样的那无我的目睭我就无看那迄个这个如来若无这个手就无这个棍合起来迄个手那个拳头就不见。那么佛告阿难，佛呢跟阿难讲，如言相类是不然你看安尼同款目睭呢甲手的拳头迄个义理同款真理是义就是在真理方面，不然不是这样不是呢跟你所讲的是一样。何以故？为什么呢？如无所能前毕竟昧这个佛就讲说，没有手的人他毕竟那个拳头没办法呈现，所以
无所人啊，全就必见灭。哦，彼无眼者啊，那个没有眼睛的非见啊，前无。讲伊无目睭啊，毋是无看的啦。所以这个无目睭有看的这个导致我们凡尘啊，这个比较少接近的道理。所以就走入啊这个十番显见的第一番，就是显见之心啦。这个上面小字啊有写，那个已经走入啊十番显见的，显示啊我们那个见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么所以则何？说彼无眼者啊，非见前无，讲那个原因啊，说所盲人。所以你在这个道路，那个土就是道路了。你伫个路的然后询问啊盲人，你去问迄个青梅如何所见？你甲伊问讲啊，你看到什么？你问青梅甲问讲啊，你看到什么？必来答汝。迄青梅会来甲你回答，说我今眼前啊，唯见黑暗，更无他主。我的眼前敢若看到安尼黑暗啊，无看到别项啦。迄个青梅一定安尼甲你回答。那么以是义观啊，牟尼佛就讲，以这个真理啊，我们来延伸道理，前尘至暗啊，见何损？就是眼前显现在眼前完成的景象，它自己啊，暗相，那我们的见性啊没有亏损，见性啊就是完全，能够见到暗，那个见到暗啊，就是见性见到的，所以见性啊，没有亏损。这个时候阿难听到就讲话了：知盲眼前唯有黑暗，云何成见？谁哪有看？我们一般都这样，对不对？无目睭啊，我们拢讲伊拢无看，对吧？都是这样。可是佛在这方面他就发挥了，发挥那个真理所在。那么佛告阿难，就跟他讲：知盲无眼啊，唯睹黑暗。说那一些盲人没有眼睛啊，唯有看见黑暗。以有缘人啊，处于暗室啊，二黑有白为无有白。甲迄个有目睭的人，伊伫迄暗室内底伸手啊，不见五彩。这两个乌啊，有目睭的人看到的迄乌暗暗，甲青眉看到的乌暗暗，有分别啊无？个姐姐有没有分别？拢赶快乌暗暗对不？所以佛就从这个地方呢，发挥，那个阿难回答说：如是是真，此暗中人以彼情盲二黑较量，真无有异啊！这个阿难比喻啊，他听得懂，说咱目睭啦，好好的人入去暗室啊。甲迄个目睭青眉看到的乌还比较拢款，无迄个无共啦。所以佛又讲：阿难，若无眼人啊，先见前黑，迄青眉看到头前乌暗暗，那么忽得眼光啊，即嘛改就是迄个眼角膜伊啊，伊都有。目睭有看，凡以前尘啊，见种种色，即嘛伊就看到咱凡尘的迄个景色，拢看到啊。这个明眼见者，安尼的伊的名称呢，做目睭看到。即嘛呢换过来讲，迄个暗中人啊，前见前黑，迄个有目睭的入去暗室。看头前拢乌暗啊，然后现在呢开灯，忽后灯光啊，异于前尘啊，见种种色。即嘛灯火一个开了，伊伫个眼前的景色看甲真清楚，应明啊灯见，会讲
迄是开灯伊才看到的，安尼叫做灯见。哦，迄、那个青眉因为眼角膜好伊啊，叫做眼见。啊，即马吼开火开灯吼，叫做灯见。啊，佛讲若灯见者，灯能有见，自不灭灯。哦，迄灯若有目睭人看，伊的名毋是叫做灯啦。右则灯观啦，何观如是？又个吼，迄灯咧看，甲你有啥物关系？是故当知啊，灯啊能射哦，开火的灯哦，会当显现啊景象出来。那么如是者啊，是眼灰灯哦，安尼来哦，会当看到的是目睭啊，毋是灯火。那么眼能射，迄个青的目睭哦，会当看到种种的在形象。如是见性啊，是心回眼哦，就是安尼哦，他见到的那个见性啊，都、就是心，不是目睭啦。各位这样了解意思吗？哇，这下有个点气质。我们比较少接近这方面的那个说法，所以这边呢那个佛就讲说我们那个见明见暗，那个明暗是凡尘的景象啦，跟我们的见性没有关系啦，这样了解意思吗？这个了解是在心中打一个问号。还不是很透彻了解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假如说有看如是我闻那一本书啊，各位有没有看？他有说偷根偷尘，对不对？有没有？我们那个佛性啊，就是能够偷根，能够偷尘，就是无眼有见啊，就是我们没有眼睛一样能够看见啊，就是看到黑漆漆的啦，然后呢，主暗成见啊，就是我们看到暗的景象，那景象就是凡尘的景象啦。然后凡尘的景象，它有明光明，也有黑暗。那黑暗也是在景象里面，那你不用看到景象才叫做见，就是你看到黑暗一样叫做见，那就是见性啦。我们那个佛性明来见明，暗来见暗那个是佛性所以佛就讲说我们的见性偷根偷尘那个离尘离开了眼，离开众眼它超然独立。你更加清楚不？不容易容不容易？太容易了解。可是当你了解以后，那个幼稚园的课程呢？现在什么课程？小学课程还是大学课程？读研究所的研究所课程。这个往后越熟悉的时候我们就越知道说这斗笠之欠不是很深，只是我们没有常用没有常用的才不知道。那假如说我们了解说原来见性那个我们能见之性不是眼睛之前我们也说那个满眼本灰色，满耳本灰声，文殊常触目观音赛耳根，有没有？那个就是在讲这样说满眼本灰色，我们眼睛看到的那一些形象色不是然后呢满耳为声，耳朵听到的也不是那个声音的动静，也不是啦。所以文殊常触目，文殊就是智慧啦。那我们的佛性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就是文殊啦。文殊一看了就能够辨别辨别外境的所有一切，所以我们眼根就是文殊
然后耳根呢，就是观世音菩萨能够行深走苦，就是那个意思啦。不是在声音里面用心，不是在形象里面用心，而是在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性用心，这样知道吗？还是不要回答最好了省掉麻烦。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佛这个苦口婆心也就是告知这个阿难以及大众说我们那个佛性它是离言独立、超然的，很超然阿难呢虽复得闻是言以知大众口语默然心未开悟。阿难呢虽然听到呢这个佛这样讲，说呢那个盲人有见盲人我们都一般的认知就是目睭车没那么快是佛说有跟我们明眼人在那个暗室所见的暗是一样的。明眼人去暗室里面所看到的暗跟盲人一不一样？一样各位也在记看嘛。里面暗说伸手无见到五灾像是什么拢无看，敢若看到乌索索是盲人那盲人我就讲他能够得到眼光，有那个眼角，我现在医学发达嘛眼角膜把它植进去以后他就能够看见了。那这个就叫眼见，因为有眼睛的他看见了。然后那个有眼的人在暗室里面灯一开一样他也看见了。佛说那个叫灯见，不是你眼睛看到，是开灯以后才看到，所以叫灯见。我讲经说法很奥妙就是让我们去了解说那个来源他看到的来源都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来源是佛性不是眼睛。所以那个底下又会讲说这个刚一口气断人眼睛是不是还好好的？还有快不？没快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刚断气的人他的这个身体器官都好好的，他都是没快，是安那没快？佛性不在了，这样就很清楚明白，对不对？迄脚鬼登去佛性不在，没快。所以佛性在叫快，是不是？只有看就是佛性在，看就是佛性看，对不？安尼就承认了我。所以我们研究就是要这样透彻了解知道不是呢那个含混含里糊里没有那样的，我讲清楚说明白。然后呢阿难呢心未开悟，由记录来呢持因先世虽然已经呢知道这个道理了，可是心还没有透彻了解那个记就是希望的意思还希望如来能够呢慈悲的音声来这个宣示宣扬开示，合掌清心是否悲悔就合掌然后呢清心，把心里面的所有杂念妄念都去掉，然后那个智就是等待等待佛那个慈悲的教诲所以那个合掌就很有意思了对不对？之前我们就讲我们左手做的事，右手做的事都是凡尘事，那两只手一合起来，凡尘的事没办法做，
对不对？所以合掌以后啊，把完整事啊都抛到背后了，然后我们一合掌，把心掏出来，对不对？那个就觉，是一合掌啊，就背沉，然后合觉，很有意思，对不对？刚人安尼的动作在台人没有了所以这样的话都表示很善很善良，所以我们平常也时时可以自己试验一下，手甲合起来，我完全是我都做啊，放在后边，一合了以后啊，把良心拢勾出来，对不？跟觉性合在一起，会做错吗？不会了心清啊，对不？没有，很快所以往后遇到想骂人的时候啊，你就这样，骂得出来吗？骂不出来了它就改变了，对不对？很快尔时世尊呢施多罗绵往向光手，这个时候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张开呢多罗绵，因为那个佛的手很柔软那个多罗绵往向他的那个手纹里面呢就是有那个网往向光手，然后开呢五轮指就是呢打开呢他的手指，那个毁痴阿难呢集之大众就教导阿难以及大众我出成道于路眼中为耨多无比丘等及汝世众言，一切众生呢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呢烦恼所误汝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就要呢这个无比丘他们来说，他们当时怎么样领悟的那个过程这样呢讲给阿难以及呢知大众听就容易教导他们也实际能够领悟那个课程耽误我们众生在六道轮回的那个因素就能够了解所以我就讲说我出成道，释迦牟尼佛出成道的时候呢本来就先讲那个华严经万华庄严，只有讲21天那个是把领悟的那个真理全盘都讲说因为太高了，程度太高，没有人听懂所以他就隐大现小，把那个大乘佛法隐藏了，能显现那个小乘教导众生所以这个无比丘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个护王派出来寻找太子要劝太子回去因劝太子，太子唔回去，因向无面通回去所以就跑到那个鹿园去点修啦，那自己修了，那个时候因为看那个释迦牟尼佛接受那个养乳，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再跟释迦牟尼佛一起修，还得去鹿园去修，知道这个意思吗？我们这个重点所在是要明心见性那层我们稍微了解一下那个小的字也有解说。那么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出家众两个，在家众两个，就四众讲一切的众生不成菩提就是所有众生呢都修不成菩提，以及阿罗汉，
那么皆有都是由于啊，客尘烦恼所悟啊。所以以往那个修持啊，他们的方法都是很简单扼要，就客跟尘，客啊就是来来去去，那尘就是灰扬，尘子啊灰扬，客人去了，就讲我们的心念啊，心念来了，心念去了，就好像客人一样。然后尘就是摇动，我们的身啊摇动，外面的境啊摇动。然后我们完成所有的一切事业都是摇动，那个叫做尘，尘的本质啊就是摇动了。我们被尘啊烦恼所耽误。假如说现在跟我们讲说，我们被课程烦恼所耽误啊，我们想得出来什么原因吗？不飒飒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很少投入这个修道的那个领域里面啊。那以往他们呢对这个一个字就能够使他们成就，所以佛就讲说啊都是课程这两个字啊所耽误然后佛问他们说：汝等当时啊因何故？今成圣果，现在已经修到有成就了。那么这个时候啊，陈乔那起来佛，这个陈乔那就是歌利王来转世啦。歌利王知道嘛我们听那《金刚经》呐，就是把那个释迦牟尼佛分解有没有？解分解嘛，那个佛就这个讲说。我假如说有那个怨愤的心呐，那就被你分解就算了。那假如说我一点怨愤的心都没有，那我全身都又恢复，结果又恢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一些呢重点呢就是在心，那个心很重要了。咱心有咧起无咧起有当时外表看得出来，对不？有当时心气要死，外口咧笑面容在笑啊，迄内底气甲安尼要牙刀害人安尼还搁咧笑，所以内外不同，所以心啊修道所强调的就是心心的重要了，所以我们修持呢。就是有6度里面忍辱波罗蜜，有没有？忍辱，那要了解说佛他说没有对立啊，哪有那个忍耐？没有侮辱的人，也没有受辱的人啊，所以那个我们要了解，就是一些假象啊，那假象，那我们假象都看不开了，那怎么成道呢？所以是要我们都对假象透彻认识，都知道是假的，完全只要落入现象都是假的，真的呢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这个本体又在我们身上，很亲切1秒钟都没有离开，就亲切的。之前我们不是讲嘛，真人不讲理呀，次次随着你，岁时半如眠啊，行随如期。你不认识他，他却认识你。有朝看透他，是佛皆欢喜。还记不记得？记得好像不多嘞。回答音拢是稀稀啊。拢不记得，拢好大等于给人较济。真人不讲理不是霸道啊，那不能落入对待，讲理就是对待了，不讲理就是绝对。所以真人不讲理，处处都随着你，我们的那个佛性啊，都随着我们。岁时半如眠，你咧困，你甲你到临困啦；行随如期，你若起来嘛，带你起来。你不认识他，你唔捌你啊，你拢无研究，他却认识你，伊捌你甲用伊真欢喜，你唔甲用，伊嘛拢甲你伺候，伊嘛拢甲你伺候。有朝看到他有枪，你捌你啊，吃佛皆欢喜，又多一位佛出来了。
你看好不好啊？很好哦。所以哦，记得啊，哪行哪背。我们不是要走路吗？哪行哪背，背顾着咱嘞。哦，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说，那个乔真那，虽然那个时候对那个释迦牟尼佛把它分解，可是呢，释迦牟尼佛都没有厌愤了，所以后来又有这个因缘，所以以后我这个成佛以后就要先度你，结果就真的第一个就是度陈乔那，就是歌利王，然后那个最后一个就是那个120岁的两个，一个头一个尾。乔真那呢起立白佛，我今呢长老，于大众中呢独得解明，现在已经年岁大了，在佛讲楞严经的时候乔真那已经当这个长老了，年岁已经多了，德性也大，所以称长老。那么在大众之中呢，独得解明在大众中，他对那课程领悟的最快最早，就是因为因悟课程2字成果，就是2个字使他能够呢成就有那个果位。那底下呢就细数那个成就的那个过程。说世尊譬如行客我们旅行的客人，系礼平，就是要呢去住宿或受食，在那边住或是在那边吃，是食是弊这个俗装呢前途，就是吃饭吃饱，困困饱，这么行李款款的处装款行李，前途搁行不妨呢安住就是袂使讲全人带咧，讲带也钱所以没有住。落实之人假如说迄个礼平的迄个主人自有往，伊就免来来去去。那么如是思维不自名客，自名主人，迄个不住，就是客，安那大的迄个主人，以不住者名为可以，就是不住。像咱的念头拢无大的啦，来来去去，一个接一个迄念头，迄个不住，迄个客。那么底下呢就解说那个尘，又如呢心悸，那个心悸呢就是下雨下了蛮久了，然后雨停了，那个呢叫做心悸，把那个天空之中的灰尘拢改用迄雨水甲淋落来涂骹所以规个天空拢真清晰那个叫心悸。那么清阳升天迄里头佫出来雨停里头佫出来。那么光露续中迄个日光迄个厝旁迄厝都有破空一旁迄里头光照入来有一旁照入来。那么花明空中只有成像这个时候花现明了在呢空中伫迄光照入来空的中有发现到迄个灰尘的迄个成像。那么尘时摇动迄个尘拢直直叮当，拢无一个安尼安稳无定着安尼直直叮当。那么虚空居然迄存咧迄个虚空伊拢定定伊拢无动作。那么如是思维安尼想层级明空摇动名尘那个层级就是迄个
空中啊，迄个真空妙有的迄个空成寂，叫做空。摇动有咧叮当，迄就是尘质，凡尘的迄个本质。那么以摇动者啊，名为尘意。所以以不住者啊，名为客意；以摇动者啊，名为尘意。就是这个意。那么佛就回答如是，给他认可，说你讲的啊都符合真理。那么即使如来于大众中呢，趋五轮子，趋以复开，开以又趋啊。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在大众之中啊，就是趋五轮子，该伊的迄个手掌，迄五皮针头啊，拢压落来就变做滚，即嘛佮再开开，佮再下来，安尼互大家看，为阿难言，甲阿难讲，说如今何见？你即嘛看到什么？阿难就回答：我见如来啊，百宝轮掌，众中开合。我看到释迦牟尼佛迄个百宝轮掌，伊迄个手掌啊，敢若百宝安尼，伫咧众人之中啊，一打开了又合了，一打开又合了。那么佛告阿难：汝见我手众中开合，谓是我手有开有合，谓复汝见啊，有开有合。佛甲阿难讲：你看到我的手啊，伫咧众人的这个中间啊，伫咧开啊，伫咧合，是我的手啊，有开有合，还是你的见性有开有合？阿难呢，他就回答：世尊宝手啊，众中开合。我见如来呢，手自开合。我看到释迦佛祖的手啊，自己开自己合啊，非我见性啊，有开有合，不是我的见性有开有合。那佛问：谁动啊？谁静？这个又深入一层了，像咧叮当，还像静静。那么阿难他就回答：佛手不住，这个不住就是客了然后呢，而我见性啊，上无有见，随无住。就是呢，我的见性无迄个静相，即性无静相，无动相，就是动静啊双离。这个时候呢，阿难所回答就很正确了。动静双离，咱的见性啊，我们那个如如不动的佛性啊，没有动也没有静，没有动相也没有静相，所以佛就给他认可，如是，就是这样，安尼就对了啦。迄手咧开咧合，迄是外境，外面的景象啦。那外面的景象跟你的见性没有关系。安有了解无？突然一笔，是感受说这个蛮沉重安尼真重，唔知迄担几百斤安尼担袂叮当。我们剩下10分钟要给各位呢这个发问能够提问有问题就问了，会进步的比较快。那这个礼拜呢或许记得说这个中阴身跟我们那个四性四神中阴身跟四神有什么差别？然后我们要了解到说那个四神跟中阴身呢，它本来就是一体呀，就是这个相关联。假如说我们这个整个四神都已经恢复到佛性了没有的话，那大概我们也没有中阴身了。所以中阴身跟四神它是一体的。有问题吗？10分钟而已因为好，请问。
说，养狗没有结扎，就放生是否也不别是照做？爱则养之，不爱则弃之。这种的天气还把小狗放生，因为小狗才出生1个多月。修道人这样对吗？所有动物灵性都是一样的，此生能贵为人，作为修道人，弃养宠物，不是很残忍，没有爱心吗？这个之前呢，我们都有这个讲过啊，说我们修道啊，不能养宠物，各位都还记得吗？因为我们养宠物啊，就是要负责到底呀，要使你养的宠物也来转世为人，你又把它度化成佛了，你才可以成佛。安尼有找家己麻烦无？就麻烦哦。搁直直等到伊也未变人，那个变动物去啊。所以啊，不要养这个宠物。那假如说我们还没有进入状况之前就已经养了，那就把它养到善终了，养到它过往了。那这个中间呐，假如说我们有那个想养的，我们就可以送给他去养，给他去负责任了。我们就不用再负责任。还有吗？第二个问题，请问讲师，佛性和自信怎么样？那个名称不同，佛性就是自信啊，自信就是佛性，是一样的。第三个问题，我们刚刚讲说96元人，这个96是代表乾坤男女，还有代表什么数吗？那个9就是阳之极呀，6就是阴之极呀。96是代表阴阳，就是已经到达那个树的一个顶点，所谓上观啦。所以我们说清阳有度2亿，然后弘扬也度2亿，那现在剩下92啊，要一起度尽，那个是方便说法。我们要了解那个单呐就是阳，双呢就是阴，你要那个9就是阳的顶点，6就是阴的顶点，就是度尽阴阳，度尽所有众生啊，那个意思是这样，不是数目的，那个数目的以我们现在来讲，大概有50几亿嘛70几的这么恐怖啊！有70几亿啦，70几亿是人类啦。那我们了解说众生啊，不光只有是人类，它还包含所有有生命的都算众生，都要度他们成佛啦。那个数目那个非常的庞大所以了解那个是一个概类大概就是阴阳，就是凡尘之间所有的众生呢，我们都要使他能够成就，都能够脱离苦海。还有吗？好，请说。刘老师，请问就说上次你有提到就说修道人修到那个就是佛性跟我们的水火不可分开的时候，就如果有一锅油锅我们手进去搅动，对不对？这个丝毫不会受损对不对？那么我们解释的话是不可思议、不可议，对不对？那实际上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手不会受，因为现象界来的应该会受伤，回烫油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排除了不可思议这样的解释以外，可不可以用就是说我们做理解的度，到底为什么可以有那样子功夫？我们要了解到，那个都是
用蛮长久的时间呐，来训练自己，就是气生灭，守真常。那所有的现象都是生灭。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身体一样是生灭。那生灭，我们平常假如说非常注重身体，那就是相反，就是气真常守生灭啦。那气真常守生灭，我们跟一般凡夫大众没有两样。那努力要达到说是一油锅的那个沙拉油，它的温度大概有200度，可是你的手啊就可以很像我们平常摸那个水冷水一样加气啊这样搅拌，那个就是长时间的气生灭守真常。那身体的生灭啊，它完全它可以控制，可以超越了。它走路那个真常世界，真常世界里面啊，它都没有形象，而且啊没有痛，也没有一切啊我们会感到难过的，全部都没有。它已经呢到达那个状态，到达那个状态以后啊，所有我们看到不可能的，它都可能了。所以那个修啊是要经过蛮长时间。像六祖啊，在猎人队，他修那个水火风土，身体的水火风土跟天地的水火风土没有两样。结果那个自测不是把那个大利刃啊从他脖子经过3次吗？那个六祖脖子还在，没有断，所以自测啊那个侠客啊晕倒了不是很久吗？为什么？就是他看到这不可思议的现象。那为什么可以？就像我们水投入水，你有办法分别你投入的水跟原来的水就把它分开吗？没有。那火我们投入火也一样那个意思。那你身体的水土投入天地的水火风土，它两不相触，不接触，不相伤，不会伤害，是那个样子啦。那以我们现在的众生来讲，那一种现象都不可思议。可是你只要有心，你想做，你就开始气生灭，守真常，然后慢慢的你的神经啊，我们这个都有神经的，你全部啊生灭的神经越来越淡薄，所以人家哀哀叫，你不会啊？为什么？你转移到真常，不可思议。还有1分钟，好，请说。这还请教一下就是每一个大圆会都一样，对不对？对。那老师有讲过，亘古以来这个普度众生，这是头一招，对不对？那个是说我们这个圆会的头一招啊。对，上一个圆会也有普度众生，道在处理，下一个大圆会也有，对不对？你把它连起来了吗？因为下一个圆会你要了解到，不一定是在这个太阳系，知道吗？不知的很多了，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心意识来想象下面的事情，那样的话我们修道障碍很多。下课。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贤，大家好。不谢三道天师德老天贤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天贤给我学机会学讲。我们讲到哪边呢？第几页？29、28
会是后面。28后面的下半段吗？对哈，这个如来一是从轮掌中这边吗？对哈，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从那个轮掌中挥宝光啊，在阿难的右边。那么即使阿难呢，回首啊，右，转过去也看。那么释迦牟尼佛又放了一光呢，在阿难的左边。阿难呢，则又回首左看，就是看那个佛放出来的宝光。那么佛告阿难，佛跟阿难讲，说汝头今日何因摇动？你的头今天为什么这样左右摇动？阿难呢就回答说：我见如来出妙宝光来我左右，故呢左右观。头字呢，摇动。那释迦牟尼佛又问说：阿难，汝攀的佛光左右动头，为汝头动，为复见见动？是你的头在动呢，还是见性在动？那阿难呢，他就回答说：世尊，佛头呢自动，而我见性尚无有止，随为摇动。是呢动静双离。尚无有止它是静相，它随为摇动动相。所以没有动就不用说静，没有静就不用说动。所以动静双离。这个时候阿难他已经知道，说头在动见性没有动。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一强调说我们这个以为是佛性在身体里面，然后我们到哪个地方就把佛性带到哪个地方去，都这样以为，所有的众生呢也都这样，就形成一个共识，大家的认识。这样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有详细解说说呢我们的佛性是常住不迁，如如不动，动我们的身体动的是外面万象在动，然后我们的见性，我们不生不活性没有动，它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不管到哪个地方，纵然到达太阳系的外面我们的佛性也在，所以都不用佛性带来带去的，这样了解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因为我们这个之前就一直强调说大家都认为佛性是在身体里面，那佛就讲清楚说明白，说我们的心有灵知的作用，凡心所在之处一切呢心能分别了之，心是都一样拢清清楚楚会了解。那假如说心是在我们身内，那我们身体里面有五脏六腑，有抓生法掌，有筋转脉摇，可是呢我们全部都不知道，知道吗？我们知道我们五脏六腑吗？都不知道所以可见我们的心不在身内。那阿难听到这样讲以后不在身内，那在身外。那在身外呢，我们更知道对了，对不对？一定呢还跟身体有关系所以是不即不离。不即呢就是不住了，不住在我们身上，可是也不离开我们身上所以或者就讲身体它是水火风土
众缘际会啊，借我们用的，我们要呢，还给天理。那水有风土，它是无知之物，没有知觉性的东西。那可是现在我们身体呀，都有知觉性。那么身体的知觉性呢，我们就要了解，它是始于呀，我们佛性的那个一部分，是始于佛性。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把知觉性啊跟水风土啊，把它分开。那分开了以后啊，我们修持啊，就是我们那个灵明的知觉，那个呢就是佛性的本体，没有形象的本体，这个叫真。我们从小啊，就被长辈告诫要认真哦，要认真哦。可是我们都没有朝的那个认真的真啊，去努力呀，他都认假，认现象。那现象啊变化无常，都是假，都不真。所以自古以来啊，我们都是这样，所以才一直六道轮回。那上个礼拜不是有人问吗？说那个我们那个沙拉油啊，烧到超过100度，将近200度的时候啊，我们还可以用手下去整个捞都不会烫，有没有？那或许就有解说了。那个就是气生灭，手增长，长时间下来的功效。那个六祖啊，不是被刺刺从脖子砍3刀吗？那为什么砍过以后啊就没有死掉？就是因为他已经修持那个外面的水有风土跟身体的水有风土已经能够结合在一起。那么结合了以后它不会有摩擦，所以互相之间不会伤害。好像我们水又把它倒进水，那我们倒进水以后已经融成一体能够分出来，我们倒进去的水跟原来的水可以分得出来，已经分不出来了，结合一起。所以努力修的时候天水有风土跟身体的水有风土已经结合在一起了，所以那个六祖被车砍3刀就没有受伤，没有死掉，所以我们呢要了解到，那个不是说不改这个脖子没有把它伤到，也就听有人这样讲，我说那不正确了，是有，可是有功夫了。那假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把注意力全部转移到佛性本体，就是气生灭手增长，身体水有风土是生灭的，我们去掉，然后手增长呢，就是那个灵敏知觉性我们都守住它。这样的话，我们身体的那一个水有风土的知觉它慢慢会转移到佛性本体。那当它已经可以转移到佛性本体的时候我们这个水有风土恢复它本质，本来没有知觉性的那个本体就呈现。那当它呈现的时候你就可以沙拉油烧滚200度，你的手下去去摸去捞那一些呢沙拉油，可以烧大把香，然后倒过来把那个香燃烧的部分送进嘴巴里面，舌头不会受伤。这样了解吗？不是在讲卡通影片这个是实际修持方面的功夫。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人都没有？因为我们现在的精神都外放，没有来守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对身体又非常注重，注重身体的现象。所以这个样子你再经过
几生几世啊都不可能到达那一种状态。就是啊，你的手啊可以下200度的沙拉油里面去捞啊，不可能的啦。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做功夫，不可能有那个现象啊呈现。那我们实际做功夫啊，慢慢你就会知道，身体的那个知觉，它慢慢啊，就是淡化。然后呢，我那个佛性的灵敏度啊增加。那越来越增加，身体的那个所有风土越来越没有知觉性，到后来你就可以真正的做到不可思议的现象都呈现。所以呢，我们了解到说我们的佛性啊，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很奥妙的那我们一般对它的了解度不够。都注重相，身体的现象不管我们再怎么注重，不管我们再怎么样的努力去养生都一定会死掉了。死掉的时候身体的所有风土就会还给天地所有风土，我们都不能够拥有。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我们可以自己主宰。到达那个时候我们就那个生与死迷悟已经都无关重要了已经呢回归到我们的本位每一个都是佛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自己本身就是佛。现在之所以还没有成佛就是了一了业障，然后呢改一改观念，了解吗？这个很重要我们都可到的所以这边这个阿难他已经了解到说即性双离动静，没有动也没有静动静双离。然后我们在生活之中也要了解到说我们的佛性是常住不迁没有搬家啦，没有搬来搬去啦，然后呢如如不动是不动的。因为呢如如不动，所以我们看影像才清晰，不是一直用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讲嘛记不记得？记得我们有玩过相机的都知道照相的时候按快门的那一刹那绝对手不能放动，一放动呢洗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那可见就是不动的时候才能够很清晰。那我们假如说一直以为佛性是在身上，我们头都一直在动，对不对？那我们头动的时候我们那个那个佛性看影像也一样模糊不清可是我们现在头转得很快，看的影像又很清晰，对不对？就是身体在动佛性没有动佛性如如不动。你有了解吗？蛮重要的一个观点。咱拢以为讲佛性在身躯你去倒了带去倒位出国去观光的话，就把佛性也带出去观光不用带了，它本来你要到哪个地方去佛性都有了都有遍满整个虚空。所以我们现在看我们周遭万象都了了分明，对不对？为什么能够了了分明？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有无？我就切到的足多人大家拢失控，大家拢面无同，对不？拢真清楚那个就是佛性我们佛性呢非常亲切，都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一定呢要认识它。那么佛就给释迦牟尼佛就给他印壳，说如是对了，你得讲安尼对见性双离动静没有动相也没有静相。
那么于是如来呢普告大众，这个普遍的告诉大家，若众生啊，以摇动者名之为尘。这个摇动啊，就是尘，凡尘，凡尘的景象都是摇动，因为它呢一直在这生灭不停，所以我们也有浅显问嘛，那个清净经啊，那个动则静之机有没有？大概那一句话考倒很多人啦，我们以为是静为主要，为什么动呢？变成静的基础呢？所以那个是从身体的角度来解说。假如说凡尘不是动，小孩子不会长大，我们万物也不会生长。万物有没有生长啊？会出家爱大长对不？咱囡仔会大汉，大人会老的，有没有在动？都是全部都是动。那假如说我们静下心来，跟天地一样动，这叫做动者静之机。那假如说我们也动，天地也动，这个叫背道，违背这个道。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摇动者名之为尘，就是凡尘尘它有那个污染污的意思我们这个房子里面窗子门都关起来，会不会有灰尘？有，一样会有还会到啦，从虚空来虚空中呢自然都有自然呢都有灰尘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尘就是染污污染我们的佛性本体，使它呢不清净那我们呢在凡尘就要去掉这一些尘垢，凡尘的污垢全部都去掉若去掉凡尘的污垢，佛性就清净。那清净以后回归到本体了我们就能够回到本位回到我们每一位都是佛。那么以不住者名为客不住，像我们的念头都呢心不住来了又去了，来了又去了那个不住。那不住呢就好像呢客人一样客人来了这个问题讲办完了他就走了主人都不用了，不用来来去去，可是呢客人就要来来去去以比喻我们的念头，我们念头呢都是生灭来来去去所以它不住。那么汝观二难头自摇动见无所动头在动，身体在动，万象在动，然后见性都没有动，如如不动又汝我所所知开合又汝观我所知开合见无失觉，失就是障碍觉就收起来我们的见性没有张开也没有收起来。然后我就讲说允而汝今以动为身，以动为静把那个身我们的法身以为这个肉身的身就是法身，然后以动为身，然后以动为静完成了那个景象全部都把它当成真。那么从始至终那个从开始至就是到达，从开始到达终点念念生灭我们念头一个接一个，念念都生灭，然后遗失真性真性就遗失了我们曾经遗失过东西嘛，都会有那我们真性也被我们遗失掉了因为都不认识它，所以不要它了，遗失真性，然后颠倒形式。这个颠倒就是呢重要的都不重要的看得很重
就颠倒。老一辈的说啊，上的拢唔白哦，唔上的看个老。各位有没有这样？还有啊，无上的看个会老啊。所以了解到那个颠倒，我们凡人呐，应该注重的佛性呐，我们都看清了；应该看清的身体啊，我们都看重了。这里养生，这里顾有没有啊？有咧顾身躯啊无啊？哎呀免，要记者修真哦，爱顾，要法度把佛性呢修得很光明，能够恢复本来，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假的虽然是不真，可是呢，我们要好好利用它，就是不要利用它，吃喝嫖赌这样就好了，我们可以啊，借身体的假来修佛性的真，借假修真，可以让我们呢回归到佛的本类。那假如说我们吃喝嫖赌啊，借着身体去享受的话，造了很多罪，一口气不来哪里去了？到三恶道去了啦。他进入三恶道以后啊，就迷迷糊糊了，都不知道苦难。我们看那个三恶道最轻的那个畜生道，畜生道知道苦吗？知不知道苦？你也不是畜生，还知影讲他不知道苦？你有蹲下来问他吗？你也艰苦呗？他怎么回答？咕咕咕咕咕。所以性心是真，任务为己。我们的佛性跟我们的真心已经呢失掉它的那个真。任务这个水耳风土就是物东西呀。任务为己，任东西就是为自己。我们把这个身体看得很重。就是入为己，那么轮回之中自己流转，在轮回之中到轮回之中，我们自己取那个轮转，一直就是不离开呢这个六道。这个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跟呢这个大众去阿难讲。那么尔时阿难及之大众闻佛是会。这个时候，阿难呢及诸大众听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开示教诲，身心泰然，就是身心呢安泰自然，很快乐的念无始来，就是回想回观无始以来失窃本心，就是本心都失掉了，失去了，妄认眼尘分别眼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眼尘就是尘缘，我们跟凡尘结的缘蛮深他都很贪念凡尘，那个叫眼尘。那么分别就是凡尘里面的所有是一些影像都了了分明。那呢我们要了解说这一些影视就是影子方面的事所以都是虚幻的不实在凡尘的事都是影视。像我们时常都在用有影无，有影无，影视就是影啦。有影无有无，有影无，有实在就有影你若准看到人就伫咧日头中那无影一定看到鬼所以人实在有影
无恙。那么进入开悟啊，这个阿难呢他所讲今日已经开悟经过佛的那个开示教诲，已经能够领悟了，如失乳儿，好像呢那个幼儿呢这个失掉这个母亲没有奶可以吃会会命就丧失掉了。那么呼吁慈母现在呢又依照呢慈母可以会命相续了。合掌礼佛，就是双手合掌然后呢这个礼佛，愿闻如来显出身心真实跟呢虚真妄虚实那个真实跟虚妄的真假所以真的跟妄的，虚的跟实的，现前生灭与不生灭二花明现，就是呢希望说释迦牟尼佛能够显出身心真的跟假的虚的跟实的生灭跟生灭跟不生灭这两方面都清清楚楚的能够呢让大众以及阿难呢他们都能够发现明了这个实在的我们的那个本心。那这个时候波斯诺王起立白佛，我喜未曾知佛毁斥这个波斯诺王就是宴佛请佛吃饭的那个波斯诺王起来呢向我表白，说我往昔未曾知佛的教诲然后赐命。那么见迦旃延毗罗耆子，这个迦旃延以及毗罗耆子是印度6位外道里面的2位他们呢都是外道贤也，贤呢就是全部多说此生身后断灭这个外道就讲说我们呢一口气不来那个一了就白了，死后呢就断灭，名为涅槃这个呢无说八道了涅槃是不生不灭，他说断灭死后断灭是涅槃那个不对的。那么我虽知佛虽然这个波斯诺王跟佛同时出生在凡尘这个时候波斯诺王62岁那因为释迦牟尼佛跟呢这个波斯诺王同时一年出生在凡尘，所以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也是62岁比那个《金刚经》这个还要早，《金刚经》是68岁的时候讲，那这个时候是62岁还早6年。那么今有狐疑因为听的时候断灭他觉得说不合真理，可是呢不知道他的结果是怎样，所以还怀着那个狐疑的心。那么云何发挥正知此心？怎么样来发挥证明知道这一个心不生灭地怎么样可以到达不生灭地？那么今此大众知有漏者衔接呢愿闻这个大众里面这个挑起那个知有漏，有漏就是程度比较低精神都外放是有漏。那漏翻成我们中文叫做烦恼，那有漏就是有烦恼所以只有烦恼者全部呢都很喜欢听呢那个不生灭的那个真心。那么佛告大王，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波斯诺王所以
他们都互相尊重，这个佛称呼波斯诺王也称大王，那波斯诺王这个称佛，所以他们都互相尊重。鲁生现在释迦牟尼佛跟波斯诺王讲，那个时候断灭就不用讲，那个没有看到。那么讲鲁生的现在，今复问汝，现在呢问你，如此肉身唯同金刚，常住不朽，维护变坏。问问你现在这个身体这个肉身是跟金刚一样呢？它能够常住不朽，不会这个腐朽，不会坏掉，维护变坏，还是呢它会变化，会坏掉。然后波斯诺王就回答说：世尊，我今此身呢，终从变灭所以我现在这个身就会变化消灭。那么释迦牟尼佛就问说：大王，汝未曾灭云何诸灭？你都还未灭，你哪知影讲一定会灭？都还未死，哪知影一定会死？然后呢，波斯诺王就回答说：世尊，我此无常变坏之身虽未曾灭，虽然还没有灭，我观呢现前念念牵线。就是呢有听那个外道讲说呢死后断灭，所以他对现前的一切变化非常在意，所以非常仔细的观察，所以观察现前念念牵线，一个念头一个念头一直千变，然后代谢。那么心不住，心出来的念头呢，它呢又不住，又呢有后面新的又升上来。那么如火成灰好像那个木或是能烧的东西一烧了变成灰了，渐渐消愈，慢慢的一直消失运亡，运亡不息一直朝着死亡的道路前进。觉知此身呢，当从灭尽所以知道这个身体一定会灭尽。那么佛听他呢讲这个呢，都还都符合这个真理，所以给印可说如是。大王，如今生灵已从衰老，颜貌呢何如童子之死？说你现在的年龄已经衰老的62岁，那个颜貌跟那个童子的时候比较怎么样？有没有一样？然后呢，波斯诺王他就回答说：世尊，我昔还如肤臭嫩泽，我往昔那个小孩子属生的时候也还会走路叫如此还如。那么肤臭肤就是皮肤，臭呢就是皮肤的理润泽润滑光泽，年至这个长成血气充满一直这年轻的时候长成了血气充满，而呢颓龄，现在已经颓败年龄，迫于衰貌已经呢被时间赶到已经衰貌那个老底下一个卯年貌，起蝶貌就真老社会意识70、80、90。那么形色呢枯悴，精神昏昧这整个形象都叫枯悴很憔悴枯萎憔悴，精神呢已经昏昏不明的很暗昧，花白面皱，头发都白面这个面孔那个皱纹很多，歹将不久，就是在凡尘各边外不走西这个歹将不久这个
翻译的把他们这个翻成前后啊，转过来讲。那么如何见彼呀？充盛之时，跟那个孩童的颜貌不能比。那么佛释迦牟尼佛就讲说大王，汝之形容应不顿朽。说你的这个形容应该不是很快就马上到达这一种那个腐朽的那一种程度。婆斯诺王就回答说：世尊，变化密仪呀，我们那个身体的变化密仪，我曾不觉，不觉不知不觉，我们身体一直在变化。寒食千就是冬天过去了，夏天来；夏天过去了，冬天来，这样千变流转，渐至于此，渐渐到达这个样子。底下呢就细述那整个过程。何以故？我年20虽好年少，颜貌已老，痴10岁时。讲我20岁虽然还阁真少岁，不过已经比10岁较老30之年又衰于20，30的时候哇，又比20岁更老。于今呢60又过于62岁说观50时宛然强壮。我现在62岁，回想我50岁时阵，还阁真勇宛然很强壮。世尊，我见密仪虽此这个时候本来是死亡的面那么这边呢就在讲变化的现象。那么期间留意这个中间那个变化且现10年就讲10年中的变化。若复令我微细思维就是微细的来观察来想，其变名为一季。一季就是12年一季之中那个12年的变化也都很大10为年变不止是一季，1年就已经有变化了。7为年变，亦见业化，不只有1年的变化1个月一样它也有变化。那么何止业化？不只有1个月变化，又兼入千一天一天又千变所以这个形容那一种那个观音因我们那个时间的流逝很细沉思地观，刹那刹那，念念之间不得停住又能够沉思地观，静下心来观察，刹那之间我们的念头一个念头一个念头都一直延续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终从变灭，所以知道这个身体一定会变灭。那么佛告大王，汝见变化千改不停，所以你已经看到一种这个秘密的那一种变化的情形都能够了解。悟知汝灭由这个现象领悟知道你会这个死亡。亦于灭时汝知身中有不灭也。说呢，在灭的时候在死亡的时候，你知道身中有不灭的吗？这个波斯诺王合掌白佛就回答：我死不知实在不知道。那么佛就讲：我今示汝不生灭性。那我现在这个开示给你知道那个不生灭性的地方所在。底下就借着经过的事来讲，说大王，你年几时见恒河水？
婆舍那王回答说：我生3岁啊，我的那个年龄3岁的时候啊，慈母惜我，夜岐婆天，就是啊，他的母亲带他呢，去拜那个岐婆天。岐婆天呢，就是长寿天啦，去拜这个长寿天，希望能够长寿。那么经过此流啊，就是经过恒河，尔时即知啊，是恒河水。那个时候3岁啊，就知道就是恒河，所以他们那个印度恒河很有名啊，对恒河又很尊敬。那么释迦牟尼佛又讲大王，如所说啊，20之时啊，衰以10岁，乃至60啊，日夜岁时年年千变，一直这个时间的经过都一直在迁化改变。则汝3岁啊，见处何时？次年3，其水允何？你3岁啊见到的恒河水，跟13岁啊见到的恒河水啊有没有一样？婆舍那王回答说：13岁的时候啊，如3岁时啊，宛无异啊，那个水都没有变化了。3岁见到的水，13岁见到的水都一样，没有不一样的地方。乃至于今啊，年62。亦无有异，到现在啊，62岁见到的恒河水也是一样，没有不同的地方。那么佛就讲，如今自伤啊，自己很感伤，发白面皱，头发都白了，容貌皱纹很多，其面必定皱于童年，那个面容。一定呢这个比童年时候皱纹多的很多。则汝今时观此恒河，以习同时观河之见有同貌不？所以我就问了婆舍那王说：你的面跟童年时候的面孔已经都不一样了。那么看到这个恒河水现在看到的跟那个往昔孩童的时候看到的那个看到的见性他有没有生出那个同貌就是已经有生那个模出来。各位了解吗？我们的见性会不会生同貌？会生模出来没？不会所以是那个婆舍那王回答说：不会是真没生见性里面没有生东西啦就是呢真清楚。那么佛言：大王，汝面虽皱，而此见精。那个见精就是我们见性，精就是纯一不杂。叫精，就是咱的见性本体。性未曾皱，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它的见性无了啦。那么皱则为变，有迄个迄个皱迄就是变，不皱会变，若无了迄就无变化。那变则寿灭会变化呢？它就会消失不见。那么彼不进不变者言无生灭。不变的话呢，它就没有生灭。那么允何于中受汝生死？所以那个不变者没有生灭。为什么会在你的认知之中呢？接受你那个生死？而由引彼莫且离等，就是外道所讲的话，都言此生死后前灭。用的那个外道所讲的呢，都牢记在心。那么王闻是言，婆舍那王听到呢这个话，
信之身后啊，舍生弃生，就知道呢，自己呀，身后就是死掉以后啊，舍生就是舍掉这一生，去生啊，又往下一生啦，舍生弃生，我们六道轮回都这样，舍生弃生。那么以知大众啊，踊跃欢喜，得未曾有。所以这边呢，我了解那个波斯诺王，只在意啊，他那个时候，这个断灭了，他没有这个要求啊，找到真心，也没有要求呢，要呢修正成佛，所以只听到释迦牟尼佛讲说，那个死后啊，舍生弃生，他就已经很高兴了。那么这个时候，阿难啊，听到那个见性啊，不昧，所以啊，又产生了他的那个疑惑，所以啊，即从做起，阿难呢，即从做起。那么礼佛合掌，长跪啊，白佛，世尊，若此见闻啊，必不生灭。这个见闻就是能够看到恒河水的那个它呢都没有生灭。那么云何世尊呢？因我等辈啊，遗失真性，颠倒行事。为什么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我这一些有漏者啊，这个比较低层次的辈分啊，遗失真性，然后颠倒行事，这个有一点怪罪啊。那个释迦牟尼佛责备的不恰当啊，所以他又开始问了。那么愿心慈悲啊，许我成垢，希望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呢大心慈悲，许我这个凡尘的污垢，所以这边就是第四个十方显见的第四个显见不失。虽然颠倒，可是呢，它不失掉。那么即使如来垂金色臂轮手下执，是阿难言：汝今见我母陀罗手，为正为导。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就自然两手下垂为金色臂，然后呢他的那个手指就指向这个地上，然后呢告诉阿难，跟阿难讲说：你现在看到我这个母陀罗手为正为导。所以浅浅，我们两手下垂是正还是倒？这样是正还是倒？两手下垂是正还是倒？我们平常都没有去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当佛一讲出来以后我们也想了非常久，安是正是倒？然后阿难呢，他就回答说：世间众生以此为导。因为每一次阿难用自己的那个意识来回答，时常这个释迦牟尼佛当头棒喝所以他拉世间众生呢来垫底所以不敢用自己的意识回答，说世间众生以此为导，而我不知谁正谁倒，这个自己都不负责任拢推有别人说这个世间人。然后佛呢就随着他的那个话意就跟他讲说：若世间人以此为导，即世间人将何为正？世间人拢讲安尼做导，世间人讲安那做正。阿难就回答说：如来是必陀罗绵手上指于空，则名为正。阿难释迦牟尼佛讲你手举起来比的天空那个比在这个天上，安尼就好正这个佛也很听话佛即是必
救牙开都开，那么告阿难言，跟阿难讲，若此颠倒手尾相换，我们这个双手下垂的时候各位就可以看，手臂在上，手指在下，然后呢，我们一起上去的时候手指在上，手臂在下，是不是手尾相换？手尾相换，所以法佛讲，说若此颠倒手尾相换，知世间人一辈沾事，这个手臂没有一定的正，一定的倒，没有一定的正倒了。然后我们以为手臂有正倒，已经是1米。那直走上视为正下垂为倒，那个又加1倍倍米弥上加米，往上加往，了解意思吗？都已经唔对还唔对，顶头还在用心，佛就是这个意思，1倍加1倍的沾施，则诸汝身呢，以知如来清净的法身比发明，所以从这个观点知道你的身体跟知如来已经证悟的那个清净法身比类发明，就是拿来相比，这样的就发现明了，如来之身名正偏知，汝等之身呢好性颠倒，这个如来之身呢就是正偏知，所以呢我们了解那个正知我们了解说这个心包万法，偏知就是万法唯心，所以正知偏知，那我们众生呢好性颠倒，因为执着心是在身内，然后法居这个心外，这样呢就叫做好性颠倒。那么随汝谛观呢汝身佛身称颠倒者，名之何次号为颠倒。所以这个佛呢要这个阿难来谛观，这个仔细的观察，说我们众生之身跟佛身这称颠倒者那个名之何处号为颠倒。那么以使阿难以知众邓蒙瞻佛目睛不顺，不知身心颠倒所在，所以这呢我们了解说这个一般呢我们都很少去探讨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颠倒的名虽然是在这个身上，可是呢那个真理义理就是从我们的心，由心呢起颠倒，所以身上呢不知颠倒相之所在。那么其相更不在心，那个义理乃在于我们的固执，由迷真呢起固执，才称为颠倒。而心呢实不依之真成颠倒，所以在心上也不知颠倒相之所在。那最终呢我们了解说，非可相求那个颠倒不是有形有相的东西，只可以从义理来追求。因呢迷执固执了而说颠倒，然后我们呢迷执固执也不是有相的东西所以不能够指其相之所在。所以这边那个佛一讲这个阿难达以及大众都不知道这个佛所指的是什么样的地方所在颠倒。
那么佛行慈悲，哀悯厄难呢，及之大众，发海潮音啊，遍告同类。这个佛行呢这个慈悲，说我们众生真的都蛮迷昧啊，都是认妄为真，所以行慈悲，哀悯厄难及之大众，就是可怜众生。那花海潮音这个海潮音就是呢，这个积石啦，海潮它都呢这个浪一来都会这个积石，所以海潮音呢就是这个积石之音。那遍告同会，就是普遍的告示一同在这个楞严法会的这一些修持者，知善男子佛堂收言，摄心之言及心所使，知所演华，唯心所现。无身无心呢，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到佛在这个地方呢，就把凡尘的所有山河大地所有万象，全部呢都讲，就是我们的这心所呈现，都是妙明真经妙心之中呢所现的东西。所以这边呢就是讲这个法性，法性做法性，全部这个色心知眼及心所使，知所演华，全部呢都是唯心所现。我们的身，我们的心全部都是妙明真经妙心之中所现的东西呀。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之所以这个求性理心法所讲的万象万事都是我们佛心所生发，它的根据来源就是这边。那我们了解这个是法性，那么法性只有一个，可是法相就有五位百法。五位百法，五位就是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应法跟无为法，五位五个。我们要了解说这个五个五位把凡尘的所有万象万事都收纳在这个五位百法里面。那或许呢之前就曾经有讲过这个五位百法，那个时候呢，承蒙那个坤道典师也印那个书面资料给我们，有没有？不记得了算已经蛮久了那或许把这个五位百法的内容全部解说。要不要？这个五位我们先讲第一个色法，色法、心法、心所法，就是心所使用的方法，心所使用的最多了，色法有11个，心法有8个，心所使用的有51个最多，然后不相应法有24个。无为法有6个，加起来刚好100个，100个就是包含凡尘的所有万象万事。那我们先从色法讲，色就是形象那形象呢，在凡尘来讲有11个，就是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5个了，对不对？然后6层色声香味触法，5加6 11个，
完成色法就是这11个啦。哦，所有的万象超不出啊这11个，都全部啊在这11个里面。哦，就是啊色法。哦，像呢，哦那个6层的第一个，它包含最广。然后呢，心法，心法有8个，各位先写8个是什么？就是我们8识啊，8识知道吗？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8识，这个就是心法。心法呢，哦有8个。然后呢，那个心所，心所法，心所使用的法有51个。那51个里面呢，又分成了5遍行、5别境、11个善法、6个根烦恼、20个随烦恼，4个不定法。那20个随烦恼里面又分成大、中、小。大有8个，中有2个，小有10个。那我们现在呢，先从那个5遍行先讲5个遍行。遍行在我们心所使用的里面，心所使用的里面呢，我们就是了解说，它呢，就是非常的那个宽广，遍行啊，5个遍行，遍行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所以那个呢，是最重要。之前啊，我们都有讲过啊，一点印象都没有嘛，有没有？有啊，有，那讲讲看，5遍行是什么？第一个啊，就是作意，工作的作啊，意念的意，作意，它是遍行在我们那个心所里面。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触，接触，我们接触啊，它就是5遍行里面的那个第2个，第3个啊就是受，接受感受。然后第4个啊，就是想，想念的思想的想，然后第5个就是思，思想的思，这个叫遍行，遍行在我们的心所里面。然后5别境啊，第一个呢就是欲望，我们的那个欲望。第2个呢，就是圣洁，圣洁啊，就是对我们所关照的景象决定亦可，不可怀疑啊！一怀疑，圣洁就没有了。然后呢，第3个念，第4个定，第5个慧，念定慧，这个叫5别境，要个别的景象。然后呢，有11个这个善法，心所识里面有11个善法。第一个呢就是信，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信。然后惭愧，无贪无嗔无痴，然后精进清安，不放逸，然后行舍跟不害，11个善法，善法有10个，然后有6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我见，你看我见列入根本烦恼，所以说我见就是邪见不正确啦，这个呢是6个根本烦恼。然后有20个随烦恼，随着我们心所烦恼随，那有大中小，大有8个，8个就是我们了解到
那个烦恼呢，最重要就是调举。还记得调举的意思吗？我们把心举得高高，让它不安，这个叫调，心都掉了，把它举高，让它都不在了。比如讲，我们去买那个那个9.6亿的刮刮乐，心有没有掉了？都一直想要丢心拢无去啊，那个叫调取所以我们了解那个调举就是使我们的那个心不安不能够安定心都不能够安定那个呢这个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不要在日常生活中呢不要把心这个举得高高的，让它呢安定所以不要有这个调举。这样了解吗？因为我们最少使用调举的这个名词很少用，对吧？所以一讲呢我们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了一讲出来下面有做调举这样知道了吗？所以我们就是不要这个调举一调举了以后时时刻刻呢，我们的生活就好像悬在那个半空中不要有那调举的那个事情呢，在我们生活之中就是要了解那个重要性。然后呢这个第二个是什么？不是都有听过吗？懈怠，懈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完成的事情要有救都要精进。那懈怠的话一定呢成就不了。可是我们最容易有这个身体，那个懈怠是很容易就产生很容易产生这个懈怠然后第三个昏沉，这个昏沉就是咱的那个精神不济各位有没有昏沉的时候？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昏沉就是精神不济昏昏沉沉很容易就形成，对不对？那当昏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个那个觉在不在？昏沉的时候觉在不在？不觉叫什么？叫无明啦。昏沉的时候还叫昏沉，那就同一个名词了不觉啦，不觉就是无明所以我们了解就是无明。然后呢这个第四个叫做妄意，妄意知道吗？妄意假如说我们做那个大众运输看到那个两只脚然后伸得直直的有没有看过？那个就叫妄意妄作自己的意念妄意所以我们了解那个都蛮生活之中蛮会呈现的啦，都会让我们的走路不很这个修持方面不很正确的那个方向所以不能这个放逸。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那个是属于心所使用的那个随烦恼里面所呈现的然后呢再下来就是这个思念。思念我们念我们不是
保持都没有念头，就叫正念吗？我们思念就是拢规个六神无主思念，然后第7个就不正那个散乱然后最后一个呢不正知，就大的有8个，中的倒比较容易记无惭无愧，惭愧没有惭愧随烦恼的2个中的。那小的随烦恼有10个10个，第一个就是愤，一个分加一个心，然后第2个呢怨愤的愤，立心边再一个梗愤，然后第3个覆砍起来，覆盖第4个就是懊恼然后第5个嫉妒的嫉第6个悭贪的悭悭，然后呢第7个陷，第8个害，陷害第9个骄傲的骄还有一个什么倒是记得很好，没错，就是狂然后是个不定法第1个就是后悔第2个就是睡觉的睡，第3个呢就是寻找的寻第4个就是事，一个人字边在一个总司令的事这个4个不定法这个是20个随烦恼里面所呈现的。然后呢不相应法有24个，就是不跟心法相应，也不跟色法相应，它就是独立那或许先把它从头到尾念一次。得命根众同分一生性，然后呢无想定灭尽定无想报，然后名声具身闻声生住劳，然后这个生灭流转然后同意相应然后这个世数之地然后这个时间的时，大方的方，以及树木的树，然后和性跟不和性24个我们再一个一个解说它的意思。第一个呢得我们得到了，得到跟失去它是相对待，所以这个得呢不跟心法相应，也不跟色法相应，它是独立的得。然后我们呢命根我们生活在凡尘有命根然后众同分众人大家都一样那个公式众同分，然后一生性异不一样然后生性生来一生性不同，然后呢那个受想定灭尽定这是以我们修的定力也跟色法心法不相应然后呢再接着下来就呢名我们那个名称名字的那个名声，然后呢这个句一句一句句声，然后文章文声3个，接着呢生住劳是使我们在凡尘的生然后住相劳年岁大生住劳，然后无常流转无常一个流转一个然后呢同义同跟义不一样然后相应
相应也不实以心法，也不实以色法，所以它不相应法里面，然后呢，再接着四数，四就是四力、势力，适度的适，然后这个次第，一个接一个 ，one by one， 次第，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都在不相应法里面，然后呢，接着就是时间的时，然后荒，大荒的荒，然后树木的树，手，然后和性跟不和性，24个不相应法，然后呢，第五位的无为法，那无为法有6个，虚空无为，然后则昧，显则昧，非则昧，然后呢，这个不动，然后呢，受想昧跟呢真如，这样呢，整个五位刚好100个法，五位百法。刚才那个释迦牟尼佛讲说呢，色心诸缘，色法心法以及呢诸缘，心所跟呢不相应跟无为那个都属于资源，所有的因缘，以及心所使用的方法，诸所演法，全部都是唯心所现，都是我们的那个真心所呈现这个呢就是万法唯心，心包万法。之前我们师长都会讲，说我们无念的时候叫做什么？叫佛知佛见，对不对？那佛知三际心不可得，佛见不执着一，不执着欲。有没有印象？好像是忘光光所以有时候我们了解说，一研究深入了以后有蛮多的一些那个内容名词我们有时候连听都没听过了没听过，当然就不知道他的意思不了解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那更差得很远。所以我们要做都是要先了解，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我们这个农历年的最后一次上课了。下次上课已经过年元宵以后2月11号。2月11号就明年第一次上课。所以在这一段期间我们就可以这个拟定方向目标，背一背我们想知道的真理。假如说我们利用过年的1个月时间把这个五位百华都背下来，可不可能？明年有没有那个勇气说，我来背给大家听？有没有？五位百华。因为我们知道了以后就会了解说，完成了万象万事离不开这个五位色法、心法心所使用的法、不相应法跟无为法，绝对在这个里面。我们有背的时候，知道是范围到底有多宽广。了解以后对真理的那个认识有非常大的帮助。都不会含理糊理我们时常都会含混，对不对？拢是安尼啦，都对啦，安尼拢个搞都会啦，有没有？那我们假如说对这一些比较深入的话，不知道他每个角度所讲的都不一样。那我们不一样的角度有不一样的作为，
那成就啊也以不一样的程度啦，所以那个也是帮助我们自己，所以或许之前就已经有讲过了，因为在北部这个楞严经有讲过2、3次所以那个时候也就有背那个五位百法，现在呢又把它这个恢复较早所背能够改复习，所以不但能背，而且能解说。我们很多都是背背的时候会了，可是一解说以后解说完了糟糕，下面个讲的下面转不去，时常都会有这一种现象，所以背得很熟以后就不会了一个会接一个。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说佛所讲的，就是凡尘的万象万事都是我们的真心所呈现的。这个呢，我们要接受也是要一段时间，对不对？你看我们已经上课2年多了接受这个观念是刚开始听说哪有人安尼什么山河大地都我的佛性，很奇怪我们都会说山河大地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会全部都是我的佛性？可是我们一深入了以后没有真心佛性就没有山河大地，所以整个万象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真心佛性虚空无相，不拒绝诸相发挥。所有的万象要发挥，我们佛性都不拒绝，都让它呈现。那万象的呈现跟万象的那个消失时间呢都很短暂，不过100年而已100年在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来讲，它只是一个刹那，一刹那，很短暂所以我们了解说为什么会生花？生花呢就是动缘际会，然后才生花。之前或学姐还记得说在义佛宫有上过一堂课，那个时候就是用这个。我讲大家拢有双手啦用的时阵手摸拍，了解道理你看咱拍谱的声对无？这个声的来源为何来？为正手来？正会出声未？为倒手来？倒手会出声未？为空中来？空会出声未？无音家己走出来，无音会出声未？拢未你看众缘际会，有正手，有倒手，有空间，有咱的心，声就走出来对无？所以凡尘的万象跟万事，拢是安尼啦。众缘际会，它才呈现，叫缘际则生啦。即摆缘山你无咧拍，则灭就无去对无？咱知影这个道理爱记下面，拢唔免对无？万项拢是因缘集合才出来，万缘消失就无去咱哪着顾住？顾住害着啥？害家己害家己拢足烦恼的对无？咱若拢无讲迄个缘起则生，缘散就灭了，过了就过了不要有三心四相，不是整个佛性拢呈现有无？所以当下的一念万万年拢伫内底，慢慢你拢伫咧当下的一念。咱若有三心四相，咱就拢伫咧六道轮回。爱是苦嘛，苦袂了，苦袂了，相找家己找来是无？咱就拢来消掉。这苦袂了，拢甲消掉，迄是咱家己找来。迄景色已经拢变换，
咱固执伫个旧的景色内底，好，抑个固执条条，有无？安尼吼，你甲咱卖人毋知拢走啊倒去，啊，咱伫个卖迄个内容内底，抑个气甲安尼吼，阿妈规斤大细条，有没有？真戆吼，真戆也真巧。毋过咱也无去吼，佫会互笑。所以哦，我们了解到哦，在凡尘啊，我们走入呢这个真理世界，所以啊，一进入以后，哦，那就要了解，别人好歹是非都免讲啦。哦，伊做足侪功德，不我啦。啊，伊做足侪罪过吼，我唔免去甲担啦。安尼爱去讲人的哦是非也免，唔免啦吼。迄无效咧吼。啊，所以吼，迄就拢莫讲，吼，拢过去啊，迄拢无，啊，所以吼，观恶言啊是功德，迄无代无志吼，甲咱认咧，甲咱骂骂咧。我们想一想啊，那安尼，是安那甲咱骂骂的吼，啊是啥原因？啊，原来就是咧甲咱消一寡业，甲咱消一寡罪。啊，咱若家己对立啊，就是无消啦。啊，平常咱拢安尼吼，咱拢顾一条条。啊，我的我要甲抹条条啦。我的罪过，我的业吼，我拢要甲抹条条，你免甲我消啦，是不是这样？好像是吼。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啊，喜欢骂人啊，那个自己啊就是不明理，不明理才爱的人啦，对不？啊，不明理的人有可怜啊无？可不可怜？很可怜哦，敢若跋落去古井，啊，咱唔通摸石头搁甲沉落。所以咱使伊可怜就好啊。伊后日啊迄个景象。伊咧甲咱骂，咱咧看伊可怜，这样会怎么样？那个旁边有手机照相的话，赶快照起来。一个接受嘲骂，一个骂人，然后那个被骂的人很高兴，骂人的人那个气势啊，足强诶！迄一定食足侪个五辛啦，五辛知影无？讲看卖，葱啊韭菜，因为那个五辛啊，会帮助我们发威啦。你若拢卖食你咧受气迄个面容拢袂歹看。好看好看，啊！你若有食迄五辛迄个受气因为帮助你啊，迄食迄物件帮助你，发出来迄个威胁真棒，啊，看到会真恐怖。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培养这个素食？食素食一方面无甲这下等动物啊结恶缘。啊，一方面啊，培养咱迄个慈悲的心，慈悲喜舍啊，是咱佛性内底本来就具备，本来就有。可是我们现在大概都拢唔知讲咱佛性有具备啊，慈悲喜舍，慈就是娱乐，给人家快乐；悲呢就是拔苦，把人家的苦啊拔掉。然后随喜功德是无边，要随喜，人家好了要高兴，然后舍啊就是布施，什么啊都可以给人，这样呢就不执着，就呢很快乐的生活，所以我们了解说，佛性里面就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本来就有，可是我们现在都没有，都没迄个啦。
所以这一阵子啊，要看那老子的那个那个天运啊，老子在讲那个中无主而不直，有听过吗？我们中心没有主人呐，那个道啊不会停留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听过爱记哩啊，我们听过拢你等于家人较远过，你大顿的啦。然后我又背着回去了，难怪每一次都那么重。所以那个老子讲的那个道理啊，都是很简单，很扼要。说我们中心没有主人啊，道就不会停留在我们身上。然后外无正而不行，因为没有正念你就无法度做出来，所以做出来拢跟真理相符合，你才能这个做得出来。然后那个名啊，公器啊，不可多取，咱拢爱名对不？爱真好的名，爱红学乐迄个名声啊，老子讲迄公器，公的器物啊。不可多取，袂使摕伤济啦，一时也就好。然后呢，仁义啊，先王之取辱，迄就是先王迄个因迄个传递信息，咧休困的迄个驿站啊，咧休息的房舍，只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会使多讲，袂使伤久啦。所以那个仁义，然后这个古之治人，古时候的治人呐，那个假道于人，偷朽于义呀，就是从那个道里面的仁义然后去行持，然后这个以有逍遥之息，然后事以苟简之田，利于不殆之朴。逍遥无为，然后苟简抑扬，然后呢不殆无出，就是说呢，我们要培养那个无为的那个生活无为，无所作为然后苟简抑扬，且简单就好食啦还是那个健康咱即摆食了伤好身体真济啦。食愈简单，身体愈健康，愈长岁寿。不殆就是不磨砺的话我们精神就不用付出，就会完整。咱拢付出神都散的啦。就讲说，以父为士者不能让路。就是伊拢就爱趁钱的，就爱累积财产，伊迄个别人迄个要趁钱的迄个路伊拢袂去让人啦，伊拢要怎么家己赚。那以显为士者不能让名显明显，你直直追求要出名你拢迄名拢袂去让人，讲谁的名若比你较好安尼较济学乐，你就嫉妒有没有？我们都会这样什么人好安尼大家咧学乐迄内心好安尼，已经嫉妒唔好讲然后亲者不能与人并是讲你若爱管拢6条条你就袂放权互人然后而一无所见对这个道一点点都没有去体悟。一就是道，对一无所见，就是没有去印证那个道。那么以窥其所不修者是天之路名。看伊遐无用是咧创啥？原来就是上天伫咧刑罚人民。咱若接上天的刑罚就是咧追求钱、追求名、追求权利迄个已经咧上天惩罚。这样了解意思吗？在庄子的
天印篇里面呐，第5小段，那一段也蛮对我们帮助也是蛮大的，因为老夫子研究易经已经有12年，可是还没有得到。那我们现在的人研究的时间都没有那么长了，可是我都会称为自己都已经了解了，就可知道我们那个差的那个程度很远。那我们要回来讲这个楞严经，还剩下20分了，各位有没有很多问题要问？要我们再讲个10分钟，还是要留给各位问？或者都鼓励原地问，才会进步快。好，我们再讲个10分钟释迦牟尼佛讲说，允和汝等遗失本来，那个本来之妙，所以我们了解我们那个真心佛性就是非常的这个奥妙所以佛呢就讲说为什么我们这个遗失本妙就是呢这个责怪这个阿难及大众遗真呢任妄就是遗失那个真的任妄的那么前面呢阿难有问若此经文必不生灭，因何名我等辈遗失真性？所以他的意思阿难的意思呢不知以何因缘收为遗失。那么这一段佛现在讲这段，允何汝等遗失本妙，言妙明心保明妙性任悟中迷，就是他那个遗失那个真心的缘有因缘，那么由颠倒而收失因为颠倒，然后才讲这个遗失失本来就没有遗失了，可是好像我们不知道不认识就好像失掉一样，所以我就讲就是这个本妙。它本来自妙不假修，不用我们修呢，它就已经很妙就是我们的心性本来这个妙。那么再讲这个言妙明心这个言就是我们那个本觉造用言容囊测言眼觉造用，因为言后面加那个妙。就是从妙呢起名，那个妙就是不变之体然后后面那个保名那个名就是随缘之用所以不变之体妙在前面，然后随缘之用名在前面言妙保名，先了解他的那个意思吗？了不了解？言妙就是呢在讲说本觉造用那个本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妙不变之体不变之体就是妙那后面那个保名那个名就是随缘之用所以先讲那个本体圆融那个圆妙明心，是从妙呢起名，就是呢集而常造用集或是用妙都是讲不变之体集而常造那个造就是随缘之用。那么保明妙性保就是本性这个集体清净呢坚持乃集明而妙那个明就是造用造而常集这一些就妙明心保明妙性就是我们心性的全体大用佛是这样，我们众生也是这样，只是我们没有认识而已这个原本是自己本有的这个家珍家里最珍贵的
东西呀，我们都遗失掉。那最后一句啊，任呢物中迷，任呢就使以啊这个颠倒的那个执固执的我们那个情绪，不当任呢而任呢，这个悟者就是领悟万法为心，心呢能够包万法。那迷者呢，就是迷这个法皆在心外。那么心呢，就在我们身中，所以我们众生呢，应当要反迷归悟。那么云何呢？竟任呢悟中一点迷情，为自己的心性，这呢就是这个颠倒，即为遗失呢真性。那么更执着认了这个迷情，以为真心。这个就已经使以认物为己，认呢所有风物就是自己，认为身体四大假儿是我，已经呢就是迷上呢加迷，就是被迷，即是颠倒之中加倍的那个颠倒。那么心的迷雾跟手臂这个正道来对论，其理很容易了解。那么心呢本来没有迷雾而说迷雾，如手本没有正道而分呢这个正道。那么它的病所在全部是在固执那个执这一个字。我们固执这个执情假如说能够化解掉，就变成正偏执。那执情呢，不化，不把它化解，就变为性颠倒。那么见虽迷执颠倒，而真心呢，它不会依吞的颠倒。所以好像我们人迷东为西东呢实在不会转成西只是我们人的认知不同而已。所以了解这个凡尘事我们这个知道正确的呢并不多了，很多都是这个一知半解。那么接着呢就讲这个毁灭为空，空毁暗中呢这个结暗为色。所以这边就已经在讲我们那个一念无明生三系，那个毁灭为空，本来是真空了，变毁灭空。那毁灭空就是完空，在空为暗中呢，就会结暗为色，就变成山河大地山河大地的由来，它的那个因就从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在讲。所以我们了解说整个楞严经呢，就是佛在讲我们的那个心性呈现在凡尘的所有一切讲得最透彻的一部了一部经典呢就是这个楞严经。所以那个底下那个小字乃由最初一念的妄动一念的无明迷这个性名成无明，所以叫毁灭。那么由此无明将这个灵明洞彻的真空变为毁明暗昧的虚空是为业相。这个时候这业已经形成，这个就是从真起妄就是经典里面呢所讲的迷妄才有虚空然后呢依空呢立世界那么空为暗呢，这个结暗为色，在这个完空毁灭的暗中呼依呢这个无明之力转我们本来有的那个智慧之光，也就是般若为能见之妄见。所以能守从
从这个地方建立，所以是第二个转向。那么以这个空为暗中呢，亦有所见，而业相亦无形象啦，业相没有形象，所以本不可见，没有办法见。然后呢，我们眼睛瞪以花劳，就看到空中有花，所以结暗镜而成适当，所有风土之色，变起山河大地世界，依报，正报是我们身心依报呢就是外面的景象，外面的环境，所以就讲结暗为色，是为现象。有业相，有转向，有现象，就是我们楞严经所讲依空呢，然后立世界，世界有以后想成成国土，有世界有国土然后我们众生就这个出现在国土之上，所以和这个业相转向这个现象。三相为三系，是阿赖耶识以上的这个色空等法，迷则误论虚空世界心外实，不知道呢，就在我们的个身心之中。那接着色杂妄想那个我们要明年再研究了，因为只剩下10分钟，留下10分钟呢，给各位提问，有疑必问，好，请说。我们说万年万象万年万象以内无生只是今天他提到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这两个有没有冲突？好，请到这个金刚经所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应无所住也就是万年的放下，一切都无所住，因为有所住它就把范围缩小。那无所住，我们那个佛性尽虚空遍法界很宽广，所以应无所住就是万年放下。然后呢，而生其心那个就是真空妙有。所以真空妙有就是佛性的本体，也就是一念不生的状态。所以那个我们要了解说，只是文字不同，它意思是一样。那个应无所住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能够万年放下，就是一切都无所住，一切都无所住才叫做万年放下。那我们在楞严经里面讲到7次生心处，心的地方所在。那么这7个地方所在就是我们凡尘的所有境界相，所有的境界。最后一个甚至连没有形象的也包含在内。所以不管有相，不管无相，一切呢都无所住。一有所住就不对了，就已经错了，离开呢佛性本体，就变成佛性的功能作用了。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在凡尘用，可是用了只有一次。像或者讲，我们呢以那个我们的嘴巴离了舌头，表示说它不变之体。那我们吃花生、吃甘蔗、吃梅子、吃面、吃饭，那个是随缘之用。那随缘之用，我们要了解说，当我们花生吃完了，那个花生味道就消失了，那个就是随缘之用的用，它只有一次啦。
袂讲吼，你无咧食土豆味啊，个拢喙拢直咧，几六工个拢有，袂安尼啦。所以那个用啊，只有一次。可是体呀，你看咱的出去吼，伊看拢无食什么时恢复啊，甲不变之体又回来。回来不变之体，即马个食什么啊？个什么味个造出来，有个随缘之用。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保持啊那个体，我们掌握到体，那随缘之用啊，就那个事来则应啊，事去则应。用的时候我们就用，该用就用，那个已经用过就丢。用过了就把它呢，抛开了，不住在我们心里面，这样呢，我们的心呢就清净，时时刻刻啊，它能够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照同时，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这样了解吗？寂照同时，寂啊，不变之体。照啊，随缘之用，它同时啊，都是同时呈现，同时呈现有不变之体，同时呈现有随缘之用，那我们都能够了了分明，这样知道吗？所以《金刚经》的应无所住啊，跟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万年放下，它是一样的。你无所住啊，是不是已经没有万年？对不对？万年都已经放下了，就无所住了。可是无所住啊，会变完空，所以耳生其心。耳生其心啊，就是有在无所住的真空之中呈现啊，没有形象的有，那个就是佛性本体，也就是寂照同时。这样了解吗？听久啦，一定会熟，一定会足熟啦。你直直个听听久就足熟，熟就变安了。就呢，能够在真理世界之中呢，讨生活，就会很自在。还有5分钟，好，请说。好。什么叫做火候不够？如何培养火候呢？好，请坐。这个火候你有煮过饭吗？迄若当咧煮绝对唔通去腌的。你若去腌迄餐饭活干害啊，歹食。所以要火候够。像或许对小孩子的时候啊，煮迄个大鼎迄个饭用草音啊，丢啊挂咧，草音摕来做迄个茶火。即嘛拢要煮饭啊，米洗落去，手都接水啊，都淹到手半满，安尼水偌好，挂甲坎咧草音就去啊。即马兄听内底啊，无水滚啊，即马正无去啊，水大啦，水大的时阵都唔通搁兄烈火，怎个兄烈火就超大，所以迄个时阵啊，就安尼迄个安尼温火，用温火去烘，即马烘迄个饭的味香味拢走出来，迄就熟啊，迄就火候有够。你若要搁等咧磨，迄火候还未够。所以这个呢，我就是要了解到，当我们做万年放下，那个刚开始的时候是要认识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时候当然谈不上火候了。你即马已经抓到佛性本体啊。即马搁落，搁接落去，搁再做万年放下，搁因不生，迄度咧培养火候啦。你即马迄个火候一直培养，培养中间它一直累积。本来那个培养出来开始啊，就是执心啦。即马搁来就变身心，
来必大悲心，那个大悲心的成就了，佛的拢有啊，所以佛有的时阵你就能够这个事还没有来，你都能够去应到，就是会事先有第六感，然后会有一些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讲神通，都会呈现，那个是有火候以后才会有的这个现象，所以假如说我们刚开始做都不会有啦。只要我们能够掌握到那个佛本体，那往后就会一个一个一直呈现出来。你不用心去做，只有安尼蒙一个，一个轮廓给你蒙掉，你才放弃，那就谈不上佛后了。所以佛后就是要培养，就是久时间，对的方式，跟真理相应的，对的，你要坚持去做。久了，自然的佛后就呈现。还有2分，好，请说。刘老师好。好。或者我是想问，何谓不空如来藏？何谓空不空如来藏？好。这个呢，第一个空如来藏，就是全部都是真心佛性本体啦。那个叫空如来藏，是实以我们偏真。偏在真的方面，那个不空如来藏就是跟凡尘的现象已经融汇合成一起，它已经呢进入还俗，所以空如来藏都是真谛啦，然后不空如来藏的是俗还俗的俗谛，然后空不空如来藏就中谛，所以了解说我们呢。就是到最后的那个空不空如来藏，这个中道而行，都很生活之中很符合真理。那我们偏空的话，那个空如来藏就是在佛性本体我们很注重，就会变成阿罗汉，不善其身，不想兼善天下。然后不空如来藏，它就跟凡俗融在一起，他有要兼善天下的心，可是比较着重凡尘的一些事物，然后到达空不空如来藏，那就已经呢很理想的状态，是这样的。无问的人走迄度，遮久也无看，这样了解吗？到了下课。五味百华有2面，不同时间写的，这个解说里面内容的解说不同角度，不同时间写不同角度，五味百华在那个不相应法有24个呢，里面或者少写一个，就在那个方大方的方前面有一个时间的时，各位可以把它加上去，时间的那个时，加一个时才刚好24个不相应法。那个时没有写就少一个，只有23个。五味百华，不相应法，有没有看到？不相应法，我们算一算呢，只有23，就是少一个。一个呢，就是在大方那个方的前面一个时间的时。有没有不相应法？第4个，第5个无为法，第4个不相应法。不相应法少一个就是呢时间的那个时，在大方的方前面。有没有找到？
好，找到了哈。哦，因为我们过年前啊，是希望说过年1个月的时间啊，能够把它呢这个5味百华都能够背下来。5味百华歌过年1个月啊，背了几个？有没有50个？百华全部都背下来了。因为我们在凡尘啊，就是有2大系统，一个法性啊，哦，一个就是法相。那么这个5味百华就是法相，所有的凡尘的法都在这5味百华里面。所以我们5味百华了解啊，就了解凡尘所有的万象，万象呢都在5味百华里面包含了在5味百华。所以有那个色法，有心法，有心术法，然后有不相应法跟无为法，5位5个。那5个的底下呢，我们把它算呢刚好100。那个心手法就是心手使用的方法，那个最多有51个。那51个里面啊，分成呢5片行、5别境，11个善法，6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4个呢不定法。那20个随烦恼又分成大、中、小，大呢有8个，中有2个，小的有10个。所以这个呢5味百华已经包含我们凡尘的万象，全部包含。所以刚才或者有讲说2大系统，一个法性一个法相。那么法性呢，我们就是在我们身上来说啊，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为什么我们会说呢这个法性？因为凡尘的万象都是从我们的真心呢生发。我们呢上个过年前上次有讲，万象都是我们真心是我们真心所生发出来。那生发出来，我们讲这个佛性本体的话，我们听起来就会怪怪，就讲法性，这样懂吗？所以2大系统，一个法性的，一个法相，就只有这2个。那我们全部了解呢，大概凡尘的所有万法都了解了。可是各位一定会很纳闷那有没有全部了解？没有对不对？所以就又我们又要欣喜这个楞严经呢是释迦牟尼佛示现在凡尘的时候就直接讲性理心法就是要我们都能够明心见性，透彻得到我们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就是整个要透彻了解，就只有这一部经典那因为我们有预告说这一部讲完以后要讲维摩诘经，有没有？没有。那或许已经把维摩诘经记下来了，各位有没有拿到都没有好像断层了后面那个这个箱子里面整个都是维摩诘经。那为什么或许会先把它记下来？因为在或许的讲经说法之中都已经这么久已经有大概将近50年的时间在讲经说法。最深最难讲的就是维摩诘经最不容易讲解就是维摩诘经，而且它很究竟。一个维摩诘它示现再加基数，就是凡人
那一个啊，释迦牟尼佛就是出家修正成佛，所以一个在家，一个出家，两个角度不同，然后两个互相酬唱，就是互相把那个重点啊都提示，我们在凡尘要重视什么，然后我们修道啊脱离苦海，要怎么修，都有交代，所以那一本经呢非常殊胜。他或许有把那个里面啊经的本文比较呢不容易了解啊，就在那个空地旁边啊把它注解下来。所以啊我们事先看的话，就可以事先了解说那一些比较没有时常看到的经文，它是什么含义？这个倒是蛮重要的因为以往啊我们接受我们道场教育啊，那个受主读诵金刚经，我们不是拿经典在受主读诵嘛，对不对？可是后学讲解就不一样，各位有没有听进去啊？受呢就是受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然后持啊就是把真心佛性本体拿出来用，叫做受持，是不是跟文字都不同的？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往内啊那个才是正确的，往外啊我们受持拿了一本《金刚经》没有用了，那你放下来都全部没了。那我们从我们的佛性本体出来，我们能够接受自己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就当下就是佛，所以那个受就很重要。然后持就是要用，把佛性本体功能作用啊全部呢都表现出来，在日常生活之中，这样的受持啊才能够我们自己啊是不是得到利益？然后读诵就是要利人，要帮助别人，所以受持啊是自利，然后呢读诵啊就是利人，能够自利又能够利人，能够自觉啊又能够觉人，觉醒就可以圆满，觉醒圆满就成佛了，这样了解吗？所以4个字啊对我们作用就很大。然后或许把里面啊比较少看到的一些经文旁边都有注解，像说深入研究，我们要深入深深的进入因缘怎么起来，现象怎么来的，那个我们深入研习啊就会把怎么来的原因啊找出来。那我们能够找出我们呢生出现象的原因，我们就可以去掉它，不要它呈现现象。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归还到我们每个都是佛的本位，就已经都回来了，回到家了。我们郭老师啊真用心啊，或许直到呢这2天才看到那一张浓缩版的老师的墨宝，各位都有看到吗？真的是老师写得很棒，对不对？老师又提起啊，你要的话一定要看那个 DVD 要听CD 要听 MP3， 就是要研究心理心法才可以要。有没有推广得很极致？有没有？真的是很用心，对不对？那各位了解，是我们福气呀。老师在北部一句也不收，所以或许就像我们同一公要个几千份，做什么？北部道亲啊，看一看老师在南部啊，提倡的情形。那老师为什么把北部放弃了呢？没有，怎么连一点
纵然不戒窍，有开杀，怎么开杀的时候连一句不提？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北部的善因缘不记住，那我们南部就是很淳朴，善因缘很足，所以老师很疼爱我们这一边，对不对？没有感觉啊？都要我们能够研究，能够自己有信心可以成佛，可以成道。老师又一直强调，我们点到那个点到此里面只有18000逍遥，18000以后因果都要自己承担，对不对？所以研究性理心法以后我们就从那个因都透彻了解，因都不造了，没有果报，就当下都解脱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回归到本位，都是佛菩萨，每一位都是佛菩萨。可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被我们自己的知见障碍，我们的知见障碍我们不能够呢，成佛，障碍我们不能够呢，当下就能够具备万人。我们现前一念具备万人，可是我们现在的现前一念，各位现前什么念？我们跟我们最亲切在一起的念头什么念头？是不是过去心、未来心跟现在心？对不对？都是在想过去、想未来、想现在，都是在现象里面，所以那个就没有具备那个时事古今不离当念。那我们要了解到，佛性本来都呈现，跟佛菩萨没有两样就差别在我们的见解自己障碍自己，差在这里而已。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能够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可以回归到跟佛一样的那个佛性本体，可以发挥佛性的那个整体大用，都可以发挥出来。我们老师写的梦宝不是有2个放下吗？有没有？真的就是要放下，放下万年，放下了就海阔天空了。因为我们放不下，所以烦恼很多。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烦恼？就是因为放不下，因为我们住相，对不对？讲同好咧无一个甲我应。同心努力，所以我们这个明心见性也一样要同心努力，大家呢都能够明心见性，因为这个楞严经全部呢讲得很微细都是要我们明心见性，心明了因果不昧，见性了成佛无疑绝对呢不用怀疑。一定会成佛，是由内心产生的信心。那假如说我对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一点认识都没有，那怎么成呢？就不会不会成那个成只是希望是不是这样？希望成佛，希望，那希望就很渺茫了。我们是可以掌握，我可以成佛的，所以有没有信心还不错啦，这个都还很肯定，就是肯定自己的佛性本体，这样的话，成佛就是佛性本体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那或许在过年前呢，这一段就看那个怀海禅师。怀海禅师是七祖道一马祖的徒弟那马祖
徒弟这个淮海禅师跟那个普愿还有一个智障，他们三个同时拜七祖为师啦。那淮海禅师就讲那个顿悟的法门。同学一看说我们在这个一直周愿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是这个内容，所以就把它呢这个抄写下来，然后呢想一想说过年的时间多就可以这个静下心看，然后就会有所领悟有所进步。所以呢，各位要对这一章呢多用一点心因为我们在这边假如说再来讲解的话，那个场面就不太适合我们讲。他说要呢就是要听那个内容，就是要像北部前线要那个 CD 或是 MP3， 他们会录下来拿来这个听呢就可以。因为我们对万年放下内容都还不是很熟悉所以有些都还会问说在万年放下的时候看到什么遭遇到什么，然后都很在意，对不对？那个就是没有放下，没有万年放下，所以呈现我们佛性的那个前提大用就没有全部出来，所以连那个敏感度增加也不多。那假如说我们能够按照淮海禅所讲的这个内容来做，那就从凡夫地直登佛地，直接佛地了。所以或者就把它呢抄录下来。那各位要找英文呢，就在简德传灯录或是五灯会员里面呢有记载，那个都是我们历代修持者的经历，从西元0年一直到西元1115年，这个期间我们中国那个修道很兴盛，都会踏破铁鞋去找道，到各次去访道，去呢找怎么样修持的法门。那从那个密勒鲁巴以后那个修道的风气就渐渐的消失了，因为道已经隐藏了就不见了，所以要修就没有法门可以修。那我们呢现在是沾到上天大开普度，能够呢先得呢而后修，都很幸运这么好的时机上天又承认我们都已经呢能够得到了。各位有没有得到我们都得到了。得到呢，可是我们脾气毛病都还有，对不对？我们要把它修让它不见，没有脾气毛病有没有坐在那个供桌上的活菩萨发脾气？不会坐在供桌上不会发脾气，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也不能有脾气就是不能有落入情绪方面的事不能有。所以我们要学会降服自己的妄心那个发脾气都是妄心呈现那我们要降服它我们呢在日常生活是被那个妄心降服就是要降服妄心。那我们选择哪一个？还是要降服妄心然后才会回归到我们真心。那现在呢，我们对那个妄心跟真心能分辨得出来吗？可以的我们要知道说六根呢所面对六尘缠的呢都是妄那个叫认识的识，
四心啊，四心就是妄心，就是生灭的心，所以那个心啊不能拿来修道，因为它变化无常。那真心呢，就在我们万年放下，一念都不生的时候啊，产生那个真心，那个妄已经尽了，真才会显。那真心显现啊，即心就即佛，那个心就是佛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真心认识。那尽量在日常生活之中啊，都用真心。我们开始用真心的时候啊，比较会吃亏啦。可是没关系，只要你用习惯了，都用真心来待人，交的朋友都会很久，做的事啊都很牢固而且不会后悔。走路的时候啊，也不要走走关又固，没有人会害我们，对不对？因为我们做的都是利益众生的事不危害到众生所以这样这个晚上睡觉都会偷笑。可以有没有晚上睡觉偷笑没有那可见还没有体会到那个道的殊道的奥妙。真正的你体会了以后晚上你困都直直笑起来，那个才真的能够咀嚼那个道的味道很殊胜以往我们只有嘴巴讲一讲而已，没有实际去亲身体验。那现在我们有机缘自己本身亲身体验万年放下，然后一念不生是什么状态真的可以到达满心愉悦的状态，很舒服，就好像在天堂。那我们呢这个回来这个闲话家常一讲就半个小时。我们讲到33页的碗面，对不对？这个呢是从我们这个一念无明生三系从那个地方呢开始我们为什么会落入凡尘？就是起心动念有一念的无明然后产生三个，一个业相，一个转相，一个现象。那么这个时候业相、转相、现象都没有相，都是在空中在空中，可是已经酝酿我们已经有起动念了，那个念头已经形成业所以那个叫业相业力形成了。那业力形成，它慢慢转变转变真的落入有相。所以老师在谢谢你那个歌词里面就有讲感悟生命的因果牵续也是心念的累积，有没有？所以老师那一首歌就是把真理都融入，用最少的文字讲最多的真理，就是那一首歌那个里面全部都是讲真理那我们能够时时刻刻去这个回光返照，时时刻刻呢去了解到它的含义，那我们可以警惕自己不再造业，那不造业就不受苦就可以解脱所以我们就可以掌握自己未来的命运。所以我们都会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有没有好好掌握可能是好好去造业
不知不觉啊，又把业力啊又造下来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保持啊，那个清醒的头脑，能够保持啊，就是觉，我们觉能够呢，久啊，就是觉者，一个觉者就是佛了，那我们呢都是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啊，就起念。念头一起就造业，造了业就受苦，是不是啊？延伸下来，都不知影啦我们知道自己在造业吗？都不知道我们知道自己内心很骄傲吗？一定又不承认这无嘞可是呢，就是要了解到。心中的那个我相很强，那个就是骄傲，所以要降服这一个我，没有我啦，我们所认为的我就是身体的我，那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众缘际会皆有用，都是要还给天地啦，我们不能够拥有，所以身体都一直在变化，新陈代谢，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握。那我们能够掌握就是我们呈现在凡尘这么短暂的那个觉我们就可以自己掌握，然后自己转变。很可惜我们在这么短暂的这个时间之中都被造化所引诱去追求有形有相的东西，这样呢，所有岁月一下子一生就过去了，再来的时候已经迷糊了，不了解我们前世到底是什么？可以了解自己前世是什么吗？大概我们都不知不觉了，已经呢在第10遍了。那个喝那个孟婆汤，那个孟婆汤忘魂汤，已经都全部忘光光，都不知不觉。可是我们要知道说，佛性呢，它是不生不灭的，身体有生灭佛性不生灭，虽然经过千生万死，都不生死。那我们受苦都不知不觉，就像我们看那个那个。鸡鹅，他们知道他们苦吗？都不知道那我们大概也像那个一样都不知道苦他现在就是能够研究到这个心理心法，让我们呢能够脱离这个苦海所以呢我们就接着。从那个去年年底讲下来的那个毁灭为空空毁暗中结暗为色，就是33页的那个最底下那一段，那个毁灭空就是完空没有空中没有东西的空。那我们了解到空中的空是真空，是有佛性在那空中有佛性就是妙有有没有形象就是妙有真空妙有就是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那么这一段呢就在讲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怎么样落入现象那个过程怎么样的形成山河大地，然后呢有众生，然后有业果是怎么样形成所以呢大的标题就讲一念无明生三系，然后境界为缘长六出，这都有印象吗？那个三系业相转相跟现象那个都还没有现象。那因为有毁灭空因空才立世界，山河大地形成
有山河大地以后啊，才有众生，有众生以后啊，才有造业业果，所以世界众生跟业果，是这样呈现。那这样呈现呢，我们就是了解啊，不是我们一个人的能力啊，可以去改变它。可是呢，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过程，知道怎么形成，然后我们呢，从中呢，了解了以后啊，不犯了我们形成现象的那个因，就是种子没有。那种子没有啊，我们回归到那个本来。那本来呢，我们的本际啊，都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可是我们等于离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很远，就完全都不认识。因为都不认识也不研究，所以就没有当它是存在。就已经好不存在了，不存在就不管它。我们不管它的时候啊，它在不在？在。会不会管我们？不会啊。不会才怪。为什么会管呢？因为啊，我们种了因啊，已经含在里面。既然有因然后我们又一直延续着，所有一些思想，所有一些作为，所以那个因就慢慢的发芽，然后呢变成看得见的形象。那既然形象一形成我们又住在形象里面，产生了喜欢讨厌。那既然有喜欢讨厌我们就有取舍，有取舍就有动作，有动作呢就造业，不是这个行善是作恶，不管是行善作恶业因都已经成了，都已经形成所以这一段是告诉我们要形成现象，那个来，所以从那个毁灭空，然后这个空毁暗中就结暗为色，把那个暗相结成就变成形象，形象的由来都是虚幻不实在，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看到的你看到跟我看到同款都是那个形象那个就形成共业，共同的业力你也这样，我也这样，就形成整个我们大地天气的变化。所以各位就要了解到，现在天气的变化很快，对不对？所以要了解说，那个是我们的心变化了，心变化很快天气的变化就跟着很快，所以有一点现在都天拢无照家子因为人拢无照义气，人无照道理，这样子呢，整个都天地之间变化很快，都是我们心的变化所以我们只要大家都心存那个善念，都是善心，都是行善事灾难呢就离我们远去了。那假如说呢，都是为非作歹。一些灾难是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尤其是今年2012不是灾难年吗？所以要先心理准备今年就是灾难的那个年代，灾难很多。可是呢，灾难会随着我们的信念改变，我们大家都是在行善，它整个那一种黑气灾难的那一种黑气它就消失了，就会变成锐气，成响都是好的。所以各位就可以回想，我们去年都没有台风，对不对？
这明明要来了哦，他还来一个哦向后转，转到日本去了，哦，所以要了解到，那是我们哦大家都有那个善心呐，哦，然后改变了整个天气。之前或许也不会知道说啊，天气是随着我们心在改变了。会认为讲干嘛呢？那有可能哦，好像天地的变化是天地自然，那我们哦，只要观察的久，绝对就是这样。尤其呀，假如那个节日，大家要杀生的那个节日啊，天气预报都是好天气。可是呢，当那个那个节日一到的时候啊，愁云惨雾的，就一定呢报不准了。那为什么？就是杀生多了，杀生多啊，天气都产生变化。所以或许从后天庙开始就一直观察，观察到求道，然后呢研究现行法透彻的时候啊。整个过程都这样，就是呢，一定遇到杀生的时候啊，都是愁云惨雾了，都天气一定不好。不管预报在怎么样的情，都会变化。各位可能都没有去观察到这方面，有没有？有啊，那还不错嘞。还能够事先知道就是要了解天气的变化，随着我们的心所以那个形象的由来，就是由从我们的望而来三而大地啊，也是从我们的真心佛性而生化。那色杂妄想想象为身，就是33列啊，我们把它翻过来这一面那个色啊就是形象，那么形象呢掺着妄想，就是我们那个不正确的念头那个妄想色杂想，然后呢我们的念头跟形象为身就呢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呀，里面呢就是念头跟形象，是不是这样？那就卖辛苦啊，内底拢全念头对不？有没有？都是念头所以念头跟形象就变成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呀，就是念头跟形象。所以佛要度众生呢，处理生死啊，先把念头灭掉，没有念头了，就没有生在凡尘的因了。那个因没有果报就不会呈现。这样了解吗？咱若无想讲要伫凡世间这个出现的话，就是不要有念头，不要念头就好啦。有简单无？我们就知道那个念头是我们自己心里面起来的啦。可是要它全部没有的话还真的蛮困难。要经过长时间的那个训练那一定自然而然就冒出来。那个念头自然就冒出来，阻挡都阻挡不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有一些像六祖也会讲，不断摆思想，六祖的不断摆思想就是我们的这一些念头，那这一些念头它跟我们也是很亲切，那个同时存在。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所以也不用一定要去除它，我们能够善用，能够知觉就可以来了，我们知道念头来了
哦，什么念？是善念，是恶念，哦，是无记，哦，不落入好，不落入坏，我们都会清醒知道，不住相，那就可以。这样了解吗？了解。不是要消灭它，是呢，要跟它和平相处，不呢被这个妄念主宰，因为我们都会被那个妄想主宰我们的行为，而且还蛮厉害的，日常生活都是这样，六根呢，然后牵着我们四大，身体在这个凡尘来做事，都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的念头跟真理契不契合，有没有违反真理？然后呢，起心动念呢是实以自私自利呢，还是想利益众生？这个呢，我们就要了解。然后了解到以后，大方向能够掌握到大方向，这样子我们本身就可以掌握到自己的整性相，那个走向都可以掌握。所以这边呢佛就讲说我们呢念头跟形象为身，然后记言内摇。我们记了很多因缘，在凡尘生活的时候很多遇到的事都是因缘，然后我们记，就是让他们全部集合在一起，记言内摇，在自己内心里面摇动。所以在家里我们已经呢在家里的时候想出门去逛街那个想逛街之前经过什么阶段？就是经过记言内摇，有没有？出来佚佗，外口真好风景真好看，有没有？那个记言内摇啦，摇到尾你若无出来会安那？对，心情艰苦对，我们的什么也未做，就那个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记言记很多的因缘，在内心里面摇动，然后去外奔逸，去就是往要为倒位去，那里往就是去，要为倒去，为外口去，奔逸奔走放逸，就出去外口来佚佗有没有出去逛过街有。刚那个元宵过有没有去看元宵？没有所以我们了解说，都有那一种想热闹一下或是呢想放松的心情，那个都是去外奔逸。所以因为有去外奔逸被外境诱惑，叫我靠怪气怪气又形成下一次要出去外面的因，有那个因才会有下一次的行动。假如说没有的话你遭遇假如说都不如意你不爱出来出来拢吃亏。就不会想出门了，所以那个奔逸就是放松心情，就把整个心往外放，追求呢这形象，所以佛就讲纷扰相，那一种在外面所遭遇到的事情都是纷扰，不是清净拢无平静有并无，
所以哦，你看你在家里做都没事啦，啊，你去坐计程车哦，就出事了对吧？哎，那个马匹哦，哦，没有出事了，哎，今天报纸登啊，判4年，还关4年，他那个男的啊，日本那个男朋友啊，关6年，就判罪，打人，伊那踮厝的坐敢袂踮厝的坐无代志啊对不对？就是因为出门就有代志啊，对不？所以我们就是要约束约束自己的身心，不这个去外奔逸呀，就没事了，他还引起人民公愤，有没有？大家拢杀，过街老鼠啊，犯了众怒。为什么犯众怒？讲白贼，对不对？讲谎言呐，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你讲白贼，人上讨厌，所以整个我们这个国民都讨厌他这个不良示范，做一个演艺人员不良示范，所以都公愤。所以我们就了解说，我们在修道所讲的就是真实，很真实。那个被打的那个司机醒过来，他也说啊，他都说老实话的话，我会原谅他了，有没有？你看我们都很善良，对不对？对不对？对。我还以为说都不沟通。我们真的都很善良很可爱，可是有时候很可恶有没有？讲袂差，还拢要互人死的那个警察看到那个录影啊，那个2个计程车司机啊，用的行车记录器啊，把他那个行为全部都拍下来。那个警察看到那个影像，哎呦，这种打是要人家死的嘞，有什么深仇大恨啊？要打到这个样子啊？你看，所以现在到处都有监视器了，看老死的。我们老老实实修道，这个啊，次次上天都有监视器给他监视，看看你修道有没有发脾气呀？有没有这个行善？所以啊，到时候我们在那个内镜台前看那我都拢无做歹事啊，整个都呈现了我看有没有了解到就是要慈心身心大悲心，在凡尘的生活就要把它拿出来用，都是用我们最诚恳的那一种诚心，跟地一样，白天就是白天，黑夜就是黑夜你种卜就生卜种菜瓜生菜瓜，不会乱来的啦，会不会？你卜种会生头头，敢会？所以我们就是要学天敌的那一种诚，只要以诚来待人的话所有问题都会解决。那我就讲，我们呢向外发展的话呢，就会纷扰扰，都呢内心得不到平静。所以内心得不到平静呢，我们呢就是讲那个调取，那个随烦恼
大有8个。第一个就是调举。那调举呢，之前有写师长把它解说，说因为我们很少用这个名词啦，所以不知道调举是什么意思。那个调举就是把心举得高高的，让它失掉了，胖起心拢胖起不安那叫做调举。这样知道意思吗？好，像说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买那个那什么乐，刮刮乐买那个彩券不是有几亿吗？对不对？然后我们心就想，现在已经上看9亿，动不动？动不动心？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要训练不动心，训练自己无功不受禄，就是这个要送来给我们，不是我们应该拿的钱我们就不要，要到这个程度了，自然什么事都没有了，对不对？那个诈骗集团他就没有想可以施展，对不？因为我们都不贪心你摕我迄不是我的钱，你摕去，不动那个心，就没有调取不会把心举得高高的，无你若去买那个彩券已经在手上，你一直在看那个号码看看开出来号码跟我这个有没有一样？最好都是一样是不是这个心都不安了？一直在期待，然后开出来的时候拢无讲，失不失望？很失望你看心的气流有没有很大？谁造成的还是自己造成的所以我们都不动那个心要训练到那个钱都已经送到我们前来了，不要就是不要，不是我的就是不要，要训练到这个样。我们一生我们就想一定会断气的，对不对？那我们就把它想象说我已经断气了，你什么代志拢无对不？什么事情都解决了，都没事了，没事没事。有事都很麻烦，没事没事，是最我们最轻松的生活方式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外面都是纷扰相，纷纷扰扰，让我们心不安，我们就把它都清除了，清除了以后心都很清，心一清净恢复到佛性本体回来，时时刻刻呢，很快快乐乐，这样不好吗？很理想我们可以做到的而且又不困难，困不困难？这回答就较细声，意思就是讲我若拄着，我若要试看卖。那佛又讲说，我们把那一种纷扰相以为心性，就是认为这一种就是我们的心性，然后一迷为心，决定后为色身之内。第一个最迷惑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决定把这个心放在我们色身里面。各位天选，心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
对啦，我们的心哦是无所不在啦，哦，所以那个思念处的第三个，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心哦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住中间，还记不记得？记得。哦，那在哪里？我们要对那个文字要透彻了解。为什么佛前面问这个阿难心呢为心里目今何所在？就是你的心跟你的眼睛所看到的形象它到底在哪里？所以那个七处真心处，心的地方所在，那个就是告诉我们性理心法，就是告诉我们心它没有形象，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你把它固定了，心它就死亡了，所以它没有固定的地方，所以虽然说不在内，不在外，不住中间，可是它毕竟也在内，在外，也住中间，这样了解吗？了解。所以之前或许都记得，我们用这个拍手来讲那个中元忌讳各位有没有这个日常的时候训练自己一下拍手这个拍手不是有声音吗？声音从哪里来？从右手出来吗？从左手出来吗？从空中出来吗？无音出来吗？全部都不是。到底从哪里出来？就是众缘际会啦。它不是右手出来，可是也不离开右手。不从左手出来，也不离开左手；不从空中出来，也不离开空中；不无音出来，也是从无音出来。这样了解是吗？所以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所在。因为它很宽广，整个宇宙虚空全部都是。只要我们一看了。你怎么能够看到那一些字？那个礼运大同篇，怎么能够看到？是不是佛性？就我们的心那个心就是真心，真心看到的。宽不宽广？整个空间呢，全部都是。你看头前的那个屋顶里它盖得很整齐漂亮，是不是心？是不是无形无相？心无形无相，无所不在，这样了解吗？了解。所以不能把它固定化，你把它固定化你的比很狭隘就不会宽广。所以它呢是尽虚空，然后遍法界。所以才讲说，万念放下了以后，一念不生，然后我们可以进入思机而龙现，淹没而雷声，神动而天水，是不是更入了？刚开始的时候是虾米，然后呢到达思机龙现是不是蛟龙？对不对？是不是长大了？所以都不一样的程度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开始先了解佛性的轮廓，然后接着就要深入开始是直心，然后呢进入身心，然后进入大悲心，大悲心就是菩提心那已经都是本来就是本体了所以要了解到它呢无所不在。不能把它固定化，你固定了就只有一个范围，那只有一个范围太窄了，就不是它的前提。那我们要讲它的前提是非常奥妙
不可思议呀、所以之前啊，或者都讲，我们怎么体会不可思议呢？就是不着有，也不着空，也不着亦有亦空，也不着非有非空，那我们就讲不出来了。它是什么状态？就是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啊，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就是不可思议，这样了解吗？所以往后啊，有人问的话，你喜欢的佛性，你讲不可思议，标准答案。不能讲的，一讲了，就有所偏了。所以我们那个最上圣的佛法就是无言，没有语言啦。无言之法就是最殊胜，最高超的就是无言。那因为啊，没有语言就不容易了解，所以啊，以言来显收。无言之法，以言来显说，用语言明显的把它说出来。它因言而入啊，因为讲出一些语言，让我们能够进入。非即是言，不是这一些语言，而是他讲的那个内容。这样了解是吗？那我们研究就是这样，借着经典。借着修正者的所说所阐释的内容，我们按照他的那个方式来做，我们就一定可以到达，可以进入，就呢能够真正的超生了死。我们佛老师不是要我们超生了死吗？有没有？真正要超生了死啊，我们就要了解怎么样超生，生要怎么超，那死要怎么了，都要透彻知道。那我们研究身体的生死啊，是众缘际会叫做生，众缘互散叫做死。所以啊，身体的生死啊，那个都是假象。真正的呢，我们佛性没有形象，它不会生，也不会死，这样对吗？我们要对没有形象的佛性可是我们知道切实存在，存不存在？要掌握，对不对？我们可以使它时时刻刻保持那个觉，可不可能？可以的让它呢都是觉，不会有不觉的时候啦，因为不觉就是无明，无明就起后造业啦，就糟糕了，底下苦海无修啦，所以不要让它不觉，多觉，多觉就对了，很不容易。我们要做的那个方向很容易掌握，什么做对，安那才会使，很容易掌握。就是不要轻动念，不要落入自私自利，这样的大方向就正确。然后呢，多行善事累积善因缘，善因缘都充足了，我们自然障碍都消除了。所以我们为什么都这么久了？我们佛老师讲道版民国19年开始，不是大开普度了吗？到现在都经过这么久，你看看我们到今为什么被社会瞧不起？道理在哪里？就是在我们对道的了解不够，障碍多。那为什么没有善知识来引导？就是因为我们善因缘不足。那我们认知又错误，都在形象里面冲都是一些假名都爱偌济拄偌济，为了那一些名跟相，
变个读专类啊，有没有？他认为功大德大，有没有？所以六祖就明确讲，见性是功，平是德。我们要见性啊，才有功；都要平等才有德。平等那个啊，功德是从佛性本体来的，不是从形象来的啦。所以不要认为说，我咧度去外国帮人妈度几啊千个几啊万个功德足大，那个都是跟众生结缘啦，都是了一了自己业的，有什么功德？你所度的人，你所点的人都成佛成道了吗？没有啊，所以袂使自大，袂使骄傲。或者都讲啊，我们既然落入凡尘，就不要摇摆了，拢爱受苦了。那我们既然领悟了，这么多众生都苦害无受啊，袂使骄傲，爱甲因度因成佛。所以做都袂赴啊，佫会骄傲，所以嘛袂使摇摆，这样正不正确？我们就是要这个样子，没有骄傲的本钱呐，都没有，要努力，能够呢，使众生都能够进入修道的轨道。我们自己确不确定自己已经进入修道的轨道？那还不错，起码对自己有信心，不然呢，很多呢都没修啊。讲你可以成道成佛嘞，伊反问讲，敢有法度？所以我们听到这个话无力啊，力道都消失了，所以我们研究的方向，成佛是谁在成的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那我们都已经认识了啊，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虽然那个时候小虾米，可是现在慢慢长大了，没有长大？都慢慢长大，对不对？虽然还没有变成蛟龙啊，可是已经都不是小虾米了，对不对？还不愿意让它长大吗？要使那个小虾米长大变蛟龙，所以到时候司机龙现，就是司机就是安静的居住在家里，那龙现就是神通万物，就是你的整个佛性本体跟整个宇宙虚空都是合在一起，那个叫龙现。我们都可以达到的，只要肯努力都可以达到，不要一天到晚被那个造化引诱，去逛街，然后呢投入去这个凡尘的那一些污垢方面的事，这样就好了，可是因为我们都习惯性已经太久了，那个凡尘事说不参与脚手真猫，都会这个参与其中好像我们都是50出生的，还记得吗？或者之前在后天庙有研究那一些七魄，37魄。那你在50出生的人他自己的事情放着不要管，别人的事没有管，他很难过了。那个就是50出生的，我们有没有？看看我们看看周遭谁这个家己的代志，别个拢唔做别人的代志无管足够的。
那种啊，都是所以啊，这个50身自然倾向啊。那假如说我们是50之身，要去管别人，你就要告诫自己，别再管，这样就可以改过来了啦，对不对？就要告诉自己，他有功德也不分给我，他有罪过我也不用去管他，这样自己想，对不对？就是要这样。伊是伊的代志，我是我的代志，随时检点身心事啊，哪有功夫说他的？洪佛老师说的啊，都是这样。那我们呢？了解，我们都是迷惑，把心啊决定了，在色身之内。那佛就讲，不知声色啊，外寂山河，虚空大地，闲事呢妙明真心中物。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就是不研究啦，不研究所以不知道。我们的身以及外面的形象，声色以及外面山河大地，虚空大地，闲事啊，就是全部都是妙明真心中物。我们的身的四大假如所有宏图，外面山河大地的那一些形象，全部都是真心所生发。妙呢就是不变之体，明呢就是随缘之用。所以有体有用，都是呢我们佛性里面的东西真心中物。这样了解吗？所以万物身心本来一体，万物跟我们的身心都是一体的，所以就不用分别。那我们证悟到不分别的时候就是成佛成道。那我们还很强烈的分别就是众生，我们都还是众生所以分别心要越来越淡薄，越没有分别，没有分别我们那个心中的那个喜欢讨厌就越来越少，那喜欢讨厌越少了，取舍心就越淡薄，就越没有。他没有取舍就不造业了，不造业就不受苦了。所以或许在讲都是都反路一样，各个购马龙家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真理的部分就是这个样子，再怎么讲它都不会变化。它会变化的那个叫生灭它生灭的我们就不要追求，追求生灭呢会让我们很疲倦，也安尼足忝的，那我们追求呢不生不灭呢就不会。所以佛呢又做比喻譬如曾经的百千大海弃之，那个百千大海就是咱的佛性本体，咱在单一上弃之不要。为任呢一浮鸥体，那个浮鸥就是那个海泡、海浪引起来的泡泡，好像我们那个肥皂水肥皂那个一泡到水以后就起泡泡，有没有？那个泡泡呢就叫浮鸥体，浮鸥，那个一抽呢它就破了，对不对？所以佛就说我们众生是在高公百千大海不要，干了任一浮鸥体，然后目为前草，那个目就是目标，就是认为那个一个海浪的泡泡，认为就是我们佛性的前提，穷尽盈博。盈呢就是大海，
薄就是小海，穷尽啊，大海、小海，一点嘛，咱拢改当作金呢，就是讲我们身体呀，身体很小嘛，可是我们都认为啊，佛性呢在身体里面，所以那个是错误的认识啊，这样呢就不对了，那么汝等即是啊迷中悖冷，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你们在听的这一些程度比较不高的啊，就是啊迷中悖冷，在迷昧的里面啊又加一倍的迷呀，也得加一倍的迷，我们忘了起心动念都已经忘，在那个妄念里面去分别好，分别坏，那个就叫悖，悖冷，迷中悖冷，又加一倍的沉迷，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佛说我们众生呢都不用智慧啦，拢伫个现象内底迷惑。那么如我垂手等无差别，好像呢释迦牟尼佛手垂下来，跟手举上去，这样是平等，没有差别，不是说手举上去叫做正，然后呢手垂下来叫做倒，我们不是有说手举上去叫正吗？然后垂下来叫倒，有没有？佛就讲答案了。那个时候阿难呢阿难说了这个双手一垂下来是正还是倒？因为时常被释迦牟尼佛当棒喝啊，他说世间人说此为倒，而我不知是正是倒，有没有？他被那个释迦牟尼佛骂，所以说世间人拿世间人来垫底然后佛就顺着他的意思说世间人这样说倒，那世间人怎么样说正？按说如来把手指上天空，就叫正。我还很灵活，还真的2只手就指到上面去了，所以这个地方才讲答案，说如果垂手等无他别，手没有一定的正，没有一定的倒，没有正倒了，我们的手没有正，没有倒，这样了解吗？袂使改定讲，你手伸来就倒，手举起来就正，你假如说是这样的话，那已经迷昧了，还加一倍迷，迷中悖了，所以等无差别，就是垂下来跟举上去是平等，没有差别，等无差别，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佛在讲，粗啦浅，加粗浅啦无深。那么如来说为可怜悯者，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那个观点，说呢举上去叫正，垂下来叫倒，所以如来就讲恁才有够可怜说众生可怜悯就是都不用智慧。那么阿难成佛悲救生悔这个阿难呢承受释迦牟尼佛能够慈悲能够这个救要救他脱离苦海，深深的教诲然后呢垂泣擦手就是呢掉眼泪无声掉眼泪呢叫泣有声的叫哭哭了就是有声音啦，泣就是目屎在流无声啦，这样了解意思吗？垂泣然后擦手那个就是行礼敬礼
而摆佛言，表白他心中的意思。我虽成佛，如是妙因，说我阿难虽然成佛，这样的妙因啊，都是大圣佛法，这个悟妙啊，明心，严守圆满，这个领悟啊，那个妙明心，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已经领悟啊。那个妙明心，已经呢圆就是本来圆所圆满，本来呢它就圆满，常住啊心地，就是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那个妙明，妙呢不变之体，明呢随缘之用，我们那个真心啊，那个体用都呈现，而且都圆满。而且常住啊心地，这个呢导致啊讲出来都符合真理。而我悟佛啊，现说法音，但是我现在啊领悟佛，现在所说的这一些法音呐，现于眼心呐，引手瞻仰，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那个阿难啊，用眼心啊来听法，那用眼心听法，这个法就变眼了，就变生灭。本来是殊胜的佛法，可以用眼心来听的话，那个殊胜就不见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未得法性，没有得到呢，那个法性。所以阿难呢表明他用眼心引手瞻仰，就是来这个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那么突破此心未敢认为本源心地，这个突破就没有付出劳力然后得到，得到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所以突破此心，那么未敢认为不敢改认这就是我的本源心地就是我的本来心，就是佛性本体。那么愿佛哀悯先示原因，所以希望佛能够呢哀悯这个众生能够先示那个圆融的那个因身。这个原因圆满的因身最难讲，很不容易讲，因为我们画一出来都有缺点都可以攻击，所以要圆满很不容易比如说我们在吃饭都加好饱这个圆不圆？看起来大嘛，所以即马是有啦，即马食饱但是等下枵爱食嘛你食好饱有法度无？真是无法度所以这个因就不圆了。然后这个小孩子我们养育小孩子在这个大号的时候，都放不清气放会清气袂？所以我们就知道生活之中所有的讲出来要给圆满真的很困难的都会有缺点所以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先示原因是阿难有智慧，讲你就要讲好伊唔能讲就无伊给我听所以这个是很有智慧的请求把我疑呢归无上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有疑有怀疑的话，就没有办法到达那个最上圣的佛法，
就呢回不到呢本位，所以呢一定要把疑根呢拔掉，才可以到达呢这个无上道。各位浅显，这个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啦。那假如说各位问题多的话呢，就要留给各位提问。那假如说问题不多，我们再讲。要不要问啊？要问的话我们现在就开始，还有25分钟。给各位提问，底下这边有浅浅在问说，后觉最近常感觉耳朵、口有东西在动，但是摸不到，靠近又看到，这是虚幻吗？还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心里感觉怪怪的，要如何破除？这个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这个修持的过程之中呢，会遇到很多呢，那一种自己想都想不到的一些事情。那要知道呢，有一些是属于我们累世之间的因果呈现那有一些呢，是我们自己的那个疑心生出来。疑心会产生现象，那我们的业它也一样会产生现象，所以现象的来源是蛮多了。那我们要知道说在做一门功夫的时候它最可贵就是专一。那专一的时候就是有什么样的突发状况你都不要去理它，不要这个转换心意，这样呢，我们那个修持的法门功夫才能够深入，才能够成就，才真的有效。不要说我在做什么什么，然后会遇到什么什么，那个心都已经就是没有专一毛病就出在没有专一其实都没事的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可以试验咱拢有捌上对不？拢唔捌啦，我想讲拢无人甲我用。那当我们呢这个皮肤痒的时候，我们是要去抓，对不对？那个叫自然反射作用了。可是你训练，知道皮肤痒哪个地方痒，你就训练它身体本来就是假的，哪有痒不痒？然后你再看它的变化。一下下不很久那个痒消失的无影无踪，不痒了。你也无去白那想走一道。各位就是要了解到，很多呢都是会这一种现象，叫是什么错觉。那我们产生错觉的那个情形就是因为我们神散，我们的精神没有集中，很分散，很分散的遭遇的事情就变得很多，我们就会变得心很缓那假如说你能够笃定的话，什么也没有那你身体的呈现什么现象，你也都可以迎刃而解，本来就没事。这样了解吗？各位可以试验看看。那等你上你有情况吗？你要告诉自己，身体是假的，
你是阳，阳不会真的，不是真的阳，对吧？可是假如说你的意志不强，一定会被他拉了。紧的，紧搞我白白的，一定会被他拉走。你假如说意志很强，假的，不要多久了，它就消失了，因为真的是假的。还有吗？只有一个问题啊，还有20分钟哦。有疑必问把我一根呢才能够归无上道，有疑就不能归无上道了，所以有疑都要问。不敢站起来讲也没关系，写一写请超时的念，超时很服务，有没有？不用惊人笑啦。我们不敢问，都是说我问这不知人跟我笑。有没有人要问啊？好，请说。请问有讲是那个《道德经》里，你有说那个从真起妄，然后反犯归真是没有形象，但是从体起用，在那个用在归体，就是形象非常鲜明。那或许是听得很懂，想请问说从真起妄跟从体起用差别在哪里？请刘讲师说明，谢谢。好，请说。这个我们要了解到在凡尘呢这个从真起妄就有12类生，那反妄归真呢只有10个类生啦。因为那个肉非有色，肉非无色是我们佛性的本来，它就是呢真如正智，所以呢反妄归真以后是2个它就归位，所以只有10个。我们看呢《金刚经》那个12类生里面它就没有是2个肉非有色，肉非无色。这个没有，只有10个，只有10类生然后我们要了解到说，从真起妄真的就是我们佛性本体，然后起妄，那个妄是佛性作用，然后我们摄妄归真，收摄那个妄又回归到我们佛性本回来。那或许说用文字不容易明白，可是呢我们用比喻就很容易说我们舌头就是不变体，然后我们吃花生、吃梅子、吃甘蔗，那个叫随缘之用那个呢是从体然后起用。那我们要知道说从体起用它是不是很短暂？吃花生的时候，花生吃完了，是不是花生的味道就消失了？可是我们众生的差别就在于我们呢那个从体起用，从不生不灭的舌头，然后我们吃到花生，已经从体起用。那么起用了以后把那个用当成本体所以时时刻刻都在咧想头道理众人已经在讲梅还搁在想头道，了解吗？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过了就让它过，事来则应事去则静所以那个从体起用那个用，它都是短暂
那短暂以后，我们用了就要摄用，然后又归体，归到本体。安尼听有无？哦，很简单嘛，哦，对，有个点点嘛。这样问的人有没有得到答案？没有啊。那你再讲一下，看看哪个地方不懂。因为从这个情况是，到昨天你说那个它是没有形象，然后同体启用是形象非常鲜明，那或许就搞不懂为什么从真启望是没有形象，那同体启用是形象非常鲜明。哦，好，请坐。这个因为我们要了解到有一些在文字方面出来，虽然都让我们容易了解到那个讲的是什么，可是我们要知道呢，这个妄假如说或许会讲说没有形象，那一定呢是我们从念头跑出来。是从生发念头跑出来，念头有没有形象？念头是没有形象。那我们从佛性的本体才能够生发念头，对不对？是不是从真然后才起妄？从我们的佛性本体然后生发念头，念头没有形象，所以那个时候的角度是站在这里讲。那假如说我们是从体启用，然后呢，那个形象鲜明，就用我们刚才讲的，我们那个舌头、喙齿，然后呢，吃花生、吃梅啊、吃甘蔗，是不是形象都鲜明？有没有？都很鲜明，对不对？所以那个就符合我们在讲的内容。所以你从体起用，你从本体不生不灭的本体，然后来应用，吃花生、吃梅子、吃甘蔗，这个都形象鲜明，都是很清楚明白，可是你这样一问就把那个范围局限在一个角度了，它可以更宽广的，它可以更宽广。可是这一个角度就按照你所说的妄想没有形象，可是你从体起用的用有形象，形象鲜明，有没有？就是这样的。可是我们好像对号入座，就一定要这样去说，然后才符合问的，那就它的范围就比较狭隘，那又可以把它呢放得更广。我们呢从本体来启用，不一定说形象要鲜明不鲜明也可以用。比如说我们做设计的人，他设计有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可是他的设计一呈现到实况的时候有没有形象？就是有。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是变化。它呢也一样具备在我们刚讲的真理里面。它不是说从体起用就一定要形象鲜明。它没有形象的时候一样也呈现。你在呢这个设计的过程要使它怎么样才可以达到理想的要求。那个过程没有形象可是它只要能够构思都完呈现了以后一定都是有形象圆满。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这个研究真理的话要宽广透彻全部知道说从真起妄我们了解起心动念，起心动念的念一定是没有形象是念头念头没有形象。可是为什么有念头？
就是一定有佛性本体，你才有念头。你没有佛性本体，念头生不出来。啊，所以那个生发念头就是佛性本体。那我们要回光返照，说观照念头，就已经是在观照佛性本体。这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要问才会更宽广、更了解的更透彻。还有吗？还有10分。好，请说。请问李讲师，那我现在听那个有一次的录音的时候，讲这个录音的时候，有讲师有讲到，清凉起的口诀是阿弥陀佛，弘扬起的口诀是南无阿弥陀佛。不过我们平常在开始道义道的时候，都讲说清凉起的口诀是无量寿佛，到底是清凉起的口诀是哪里的？好，请说。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无量寿，无量寿，各位有没有听过？无量寿佛，就是呢阿弥陀佛。那个我们要了解到那个阿就是无，有没有的无啦，密密满整个宇宙空间，阿弥，然后陀就成就了，成就以后就成佛，阿弥陀佛。所以清凉起的口诀就叫阿弥陀佛，而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它就是无量那个寿命无量寿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无量寿各位浅显是什么？就是佛性本体啦。我们佛性本体是不是无量寿？所以我们本身就是阿弥陀佛，了解意思吗？在我们身上所以借着那个外境来了解内心，借着外相来点醒我们。清凉起是一个刚那个生发时期，红阳是成熟，白杨是已经收获那个果。